小凡，我们要不还是别进去了吧，等晚上私下给老爷子贺寿就可以了。是不是阿姨和你说什么了？我妈昨晚给我打电话说您家人已经赶来梧州了，而且老爷子下了决定，苏家两不相帮。小凡，你还年轻，别和他们硬碰硬。要不我们回金陵吧，等再过10年，他们绝不是你的对手。你放心，你的老公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不要说宁家几家，这个世界的任何人要抢走你，我都会把他们打回去。哟，小九，怎么在门口就搂上了，搞得生离死别一样。苏倩姐，赶紧进去吧，老爷子等着呢。金陵陈凡先生与方琼小姐到。他就是传闻的江北陈大师吗？传说他是咒法灭了沈家数10口人，是真是假呀？小琼来了，祝三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好，好，好。小九，你拜寿可以，但这位是……他叫陈凡，是我的男朋友。什么男朋友？小九别胡闹，还不快送你这朋友离开！我苏家的寿宴岂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？我不仅是小琼的男朋友，还是她老公，你有异议吗？你什么你？要不是看在你是小琼长辈的份上，凭你也有资格跟我说话。苏，这就是你和方明德选的女婿吗？不敬长辈，目无尊长，也配得上我300年苏家的门风？什么300年苏家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！你们苏家也就靠苏养浩一人撑着罢了。若没了苏养浩，你们苏家就是一块大肥肉，迟早被人一口吞掉。胡说八道！来人，还不把这个狂徒赶出去！没想到一个区外人，竟然能够看到苏家现在的窘境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连我的身份、来历、性情都不知道，是否能和小琼在一起也不去了解，开口就要把我赶出去，就这点心胸气魄，也配得上300年的世家？小凡，你别硬刚啊！小子，我不和你打嘴仗。今天找你的正主不是我苏家，等你先过他们那一关再说。哼，宁董事长，你来了。苏老爷子好。你就是江北陈大师吗？我叫宁成东，也是你打断4肢的宁宇泽的父亲。不知陈大师与我儿子有什么仇怨，要打断他4肢，让他一辈子躺在床上呢？他2次阻拦我，还设局想打残我，我只是打断他4肢，已经手下留情了。手下留情？你若不留情，是不是要灭掉我宁家满门呢？不错。哼，陈大师，我宁家可不是什么沈家，你今天若不给一个交代，宁家就和你不死不休。哼，就凭你？好，陈大师，你不惧我宁家，那再加上他们呢？是汤家的汤剑锋，他怎么也来了？陈大师，久违了。你当日拒绝我入股云雾灵泉的时候，不知是否想到今天呢？吉老爷子携孙纪洛尘到。你就是那个江北陈大师？果然是年少俊杰呀！便是老头子在中海都听闻过你这位陈大师的名头。宁家、汤家、纪家要一起联手？纪爷爷，这其中恐怕有什么误会。你就是方琼吧？不愧是苏家明珠啊！苏老头将你许配给我的孙子洛尘，只要你点头，以后纪家的产业都由你来打理，如何？纪爷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只是男朋友而已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有何不可啊？方琼是我的女人，你孙子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和我抢女人？住口！纪老爷子论年龄论辈分，做你爷爷都够了，你懂不懂尊老爱幼？不错，陈大师，纪老德高望重，地位尊崇，岂是你能随便折辱的？苏，你看看你找来的是什么人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就这种素质也想进我苏家？我……年轻人，你要清楚，
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这里不是江北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不要说区区5州，便是在中海，在燕京，在整个地球，我陈凡都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。你吉守拙还不够资格对我说这句话。我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和吉老和我们这些大家族如此说话的？以为凭你在江北那点家底，就有资格在我们面前猖獗吗？哼，就这些吗？什么就这些？我说你搬来的就这些人吗？几洛尘啊几洛尘，我实在高看你了。我给你时间去调查我，没想到你只查到这点东西，才找来这么点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太弱了。这不是赵宝峰和乔若英吗？这下那个陈凡是彻底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宝峰、洛英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错过报仇的机会呢。宝峰，总教官，士兵赵宝峰向您行礼。总教官？什么总教官？自然是苍龙的总教官，是不是啊？尊敬的陈北玄，陈将军。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？报告总教官，我知道了。知道错了就滚回去关10天禁闭，辞去所有职务，从大头兵干起。是，总教官。怎么会这样？江北陈大师竟然是苍龙少将！我早知道小九这么聪慧，肯定是挑了匹千里马。陈大师果然是年少英杰啊！不，现在应该改口叫陈将军了。只是陈将军，你当众打折了宁宇泽的4肢，难道你的一身武艺是用来欺负百姓的吗？吉守拙竟然说这么重的话，简直是要把陈凡定死啊！如果不是宁宇泽想要设套激怒我，逼我先出手，然后再派人打残我，我会下此狠手。陈大师，这都是你一面之词，可没法作为证据。吉老爷子，您知道陈先生是苍龙少将，但知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呢？什么身份？华国第1宗师陈北玄。那位击败港岛周道济、取代郑氏的陈北玄，据说连港府高层都不能插手。不可能，郑忠明老爷子是受过最高首长接见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有人取他性命而不受惩罚？那是因为你们不晓得天榜第1意味着什么。中海华家华云峰，你们知道吗？华夏天榜中，华云峰只位列第4罢了，而燕京军区龙牙战队的总教官叶南天也仅仅位列第2。现在你们知道天榜第1意味着什么了吧？好，现在还有谁敢说小凡配不上我家女儿？宁城东，你儿子设下局请我入宴，当面激怒我，想要派保镖和赵宝峰打残我，我断他4肢，你服吗？陈先生，这只是您的个人猜测罢了，并没有证据。宁伯伯，这可不是猜测，宇泽当时在我们面前确实说过这方面的意思。况且你想要把宝峰招来对峙吗？陈先生，这件事是我宁家错了，是我儿子有眼无珠，还有现在这后果，都是咎由自取。只求您放我宁家一条生路吧。你儿子企图设陷诬我，我断他4肢，让他一生反省，你服吗？我心服口服。至于你，汤剑锋，陈大师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我不过是拒绝你入股云雾灵泉，你就记仇到现在，还与人联手陷害我。我若今天放你走，谁敢保证你之后不会再来报复？陈大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跪下！你陈北玄，你胆敢让我下跪，我汤家绝不会放过你和陈家。你在威胁我？陈北玄，你别小看我们中海汤家的势力，
而且我记得你母亲的公司就在中海吧？你信不信我？找死！陈凡竟然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杀了汤剑锋，这可是中海汤家的大少爷呀！庶子狂妄，庶子狂妄啊！罢了罢了，一声大雁终被雁啄。陈大师，是我老头子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，求您看在我老朽不堪的份上，饶了我这孙儿吧。爷爷，住口！还不给陈大师跪下道歉！陈大师，我错了。我可以饶过几洛尘一命，只是你几家愿意用什么换他的性命呢？陈大师，你看，这可以。如此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齐守卓知道钱对我已经没有价值，居然会提出全力扶持陈家，如此正好。苏苏，明德，是三伯对不起你们呐。三伯，您说的哪里话？这次小酒的事情，我们一错再错，险些酿成大祸。这个，三伯，你和我说没什么用，还得看小琼的。第一，陈北玄。对对，小九啊，你来给三爷爷祝寿，三爷爷还没感谢你呢。啊，苏家是希望我做说客啊。要不要去吃汤包啊？好啊，我还要吃枣泥麻饼和虾子酱油。我苏家终究错过了。陈家有此龙，10年后华夏谁能不知陈家？苏家失此龙，我死以后，苏家还会在吗？爷爷，事情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从陈凡出现的那一刻，他就始终将小九护在身后，把大部分目光和注意力都放在小九身上。你的意思是？在我们眼中，苏家无比重要，但在陈凡的眼里，这一切都比不上小九的感受，所以一切的关键都在小九身上。三儿，你和小九从小关系最好，从现在起，家族支持你去努力修复和小九的关系。日后若小琼愿意担任家主之位，苏家或许还有救。好久没吃的这么满足了，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好了，你不就想问我关于陈北玄的事情吗？你问吧。你决定告诉我了，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陈凡、陈大师，还是陈北玄？陈凡是我，陈大师是我，陈北玄也是我。在我们这个世界背后，还有一个地下世界存在，并不是那些混混青皮之流，而是武者、术士、超凡者们的世界。你认识的唐逸飞，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吗？你说逸飞姐，她父亲唐远清是我们江南非常有名的龙头啊，难道他也是？没错，唐远清是个内劲巅峰的大高手，也正是倚仗着他的武力，唐家才能坐断金陵。那小凡，你和唐远清比起来如何？你也太小瞧你老公了。这么说吧，唐远清在我面前得持弟子礼，毕恭毕敬的称我一声陈宗师。而且呀，你老公可不是普通的武道宗师，这华夏宗师有一个天宝，叶南天都只排第2，你老公排第1。这么说，你就是天下第一了？知道老公的厉害了吧？所以以后要什么都听我的，乖一点，知道不？哼，别得意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。小琼，我回来了，以后让我保护你，好不好？这一世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哪怕与整个世界，与诸天万域为敌，我也不会有一丝退让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老公，我想和你学武，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那我拭目以待喽。雪黛小姐，
请用茶。唐僧，非常感谢。薛大小姐此来华国是有何事呢？我有一位未婚夫在金陵读大学，我来问一下，他是否愿意娶我？您的未婚夫在金陵读大学？不过最近金陵有些不安稳啊，薛大小姐请千万小心。去金陵，能有什么高手？任何人来，我都会用长刀斩下他们的脑袋。真是狂妄！哼，敢问和尚斋先生师承何处呢？我是剑道宗师北庭川大师门下弟子。北庭川大师是我们结国4大剑道宗师之一。是吗？不知道和尚先生比起我华国的武道宗师如何？华国的武道宗师一向与我们结国的剑道大师并称。那和尚先生有没有听说过陈北玄这个名字？陈北玄，据说陈先生是华国的第一高手，连我的老师北庭川大师也对陈北玄先生推崇备至。一向狂妄的和尚斋竟然对这位陈北玄如此敬重。那二位恐怕不知道，陈北玄先生同样也在金陵，而且就在金陵的某个大学内深造呢。这么巧？雪黛小姐慢走。和尚君，你感觉这个女人说的话有几分真实，几分虚假呢？应该都是假的。陈北玄大师是华国武道界的第一宗师，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去大学读书呢？小姐，这个女人应该是为了唐家的面子，故意抬出陈北玄大师的名号，暗示自己和陈北玄有关，好让我们薛大家高看她一头。和尚君，你不是女人，所以没法察觉到，当唐亦菲提起陈北玄的时候，她瞳孔收缩，眼中神情莫名。显然她见过陈北玄，并且有些痛恨他，就像被抛弃的女人提起前男友一样。一个可怜的坠入情网而不自知的女人，唐家由这样的人执掌，未来注定要衰败下去。不过我挺想见见那位陈北玄的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，能够让一向理智的唐亦菲都念念不忘呢？小姐，请慎言，陈北玄大师是华国第一宗师，面对他就如同面对息怒无常的猛虎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不是还有你吗？我的剑道与陈北玄大师相距太远了，估计只有我的老师才是他的对手。北庭川大师吗？尽管我天生就能看透人性，但面对北庭川时，总觉得自己陷入了一湾水潭，深不可测。本以为这趟是个轻松的旅途，没想到小小金陵城中却卧虎藏龙。有意思。老齐，有客人。老大，你回来了。少主，薛黛小姐已经在银座会所订好酒席，您自行考虑吧，切勿让老爷失望。我就先不打扰您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难事可以和我说。没什么，家里面的事。我家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定了一门亲事。这年头还有娃娃亲？我父亲叫齐东胜，是东胜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爸主要在北方跑远洋贸易，航线以接国和 K 国为主。而我的未婚妻就是接国九州岛那边一个大家族，雪代家的家主之女雪代莎。她现在已经是这一任的家主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干嘛愁眉苦脸的？唉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她。那女人心机之深，心肠之狠毒，都远远超乎我们想象。比起她，还是小静比较好。虽然小静身份容貌都不如她，但终究放心，不怕随时被捅一刀。好了，多大的事情，不就去见个面吗？你直接当面说清就好，大不了我陪你去一趟。谢谢老大，凭你江北陈大师和港岛巨富的身份，雪黛莎应该也不敢过分放肆。
请客人随我来。齐君，你终于来了。雪黛小姐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婚约是父辈定下来的。我们既然是成年人，完全有能力选择自主结束这场婚约。齐君，我们雪黛家在九州岛已经传承了156年，婚姻在雪黛家是非常庄重的事业，一旦立下就不能再改变，否则就是羞辱我们雪黛家。可是那都是些古老的传统了，咱们未必要遵守啊。齐君是有喜欢的人了，所以不愿意接受我吗？刚刚是神识？不对，跟神识有些不一样。不是这样的。小静，雪黛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齐君，请饮茶。喝个屁！喝个！和尚君住手！哼！齐君，你是不准备接受这杯茶了吗？雪黛莎，你别给我玩这套，立刻把小静给我放了，否则我让你出不了华国。齐君，现在的你才像是北地大夏的继承人，之前的你太柔弱无力了。一句话，你放不放人？齐君，你太小瞧雪黛家拥有的力量了。楼主，把小静救下来，敢阻拦者，杀无赦。楼主，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？齐君，现在你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吗？你们这是串通好的，我爸竟然不帮我，帮一个外人。这一家子闹得也太厉害了吧！少主，老爷希望你立刻娶了雪黛小姐。东盛集团和齐家现在都需要雪黛家的支持。什么意思？杨秦虎动手了。杨秦虎？似乎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。杨秦虎，俄国边界那位大佬，我们和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他至于大老远从东北跑到我们北海湾吗？而且他便是动手又怎样？我们东市还怕他不成？少主，你太小看杨秦虎了，他可是位列天榜的武道宗师。啊，是他啊，他好像是位列天榜第12来着。武道宗师？那是什么？难道这个杨秦虎比猛哥你更强？可我们齐家有几百号保镖，还怕他区区杨秦虎？哼，愚蠢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武道宗师有多强大。不错，少主，宗师是站在华夏顶点的人物，他们每一个都纵横无敌，除非有同样的宗师出手，否则根本不可能敌过他们。那关我和雪黛莎结婚什么事？难道我们齐家扛不住，加上他们雪黛家就行？当然可以，我们雪黛家供奉着尊贵的北庭川大师，若他老人家出手，什么杨秦虎，只会变成一只死老虎。没错，现在也只有北庭川大师出手才能救我齐家。我不明白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非要盯着我呢？因为东盛君与我约定，你若娶了我，日后整个齐家的大权将由我来掌控。什么？好了，齐君，现在轮到你做出决定了，要么娶我，要么他死。好了，齐君，现在轮到你做出决定了。我当然是你滚蛋，刘小静活。我靠！老大小心！不自量力。和尚斋可是北庭川大师的亲传弟子，竟然就这么被弹飞了。有好茶好酒，干嘛要打打杀杀呢？既然老齐不愿意接受这门婚约，那就到此作罢吧。这位尊敬的大人，您要知道，这门婚约并不是我们雪黛家提起的，而是东盛君要求的。是啊，现在杨秦虎虎视眈眈，齐家危在旦夕，需要雪黛家的援手啊！老大，你不用再替我出头了。芒种说的对，齐家有难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。这位大人，您的朋友已经做出了决断，您还要干涉吗？你之前说的杨秦虎，是位列天榜第12的那个吗？是的，您也知道他。你带话给杨秦虎，就说齐王孙是我的朋友，这齐家我保下了。
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凭什么保下齐家？放眼华夏，能让杨清虎乖乖退让的，在武道界也不过3人罢了。哦，是哪3人？第一个就是名垂华夏数十年的大宗师华云峰老爷子，第二个则是北方军界的战神叶南天少将。那第3个是谁？最后一个自然是现在华夏天榜第1的大宗师陈北玄。唐一飞似乎说过，陈北玄大师在金陵某个学院读书，难道？找死！你刚才问我是谁，现在你知道了吗？啊！晚辈蒙重，拜见陈北玄宗师。回去告诉杨秦虎，齐家我绑了，至于老齐的婚事，由他自行决。是，陈宗师。老齐，你带刘小静回去吧。谢谢老大。这就是凡人和仙人的区别吗？你知道在你出言不逊后，我为什么还留你一条性命吗？陈北玄大人，只要您愿意饶我一条性命，我愿意把一切奉献给您。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出来！区区一道分身，也想从我手中跑出去？收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看你胸口。我的衣服！啊，这是什么？神魂附体的小把戏罢了。你的体质属于纯阴之体，是鬼怪附身最适合的容器。这鬼符是附身的媒介，应该是从小就画在你身上的，平时不会显出，但气血勃发时就会显形。从小就……看来这件事家族肯定是知道的，而且同意了。而且这种神魂附体，就算纯阴之身也支撑不了多久，最多20岁。马上就是我20岁生日了，他为什么要附在我身上？附在你身上，只是因为他平时无法移动，所以需要通过你这个媒介来感应到外界罢了。这时候你就能动用他的一些小神通，比如能看穿别人心灵等等。难怪爷爷会不顾父亲，把雪代家传给我。难怪在我5岁寿过后，就具备了这种看透人心的能力。难怪雪代家供奉的北庭川大师也一力支持我。主人，感谢您救了我一命。您要我做什么，我绝对服从您的命令。不错，你很聪明。这道神魂的原主人，至少是神海境的鬼神，正是我炼制法宝需要的。主人，我见过那个图案，就在雪代家的神社里。看来有必要去一趟这一国了。父亲，左旭大人在神堂发怒了，已经有3个侍奉的巫女被他杀死。慌张什么？是，父亲大人。随我来。尊敬的左须大人，什么事情让您如此恼怒？我感应到我的分身在华国被消灭掉了。是谁胆敢消灭掉我的分身？我要找到他，撕碎他！是雪代家那个小女孩吗？她却失去了花果，但能够发现并灭掉您的分身的，至少得是御神仙师吧？难道花国现在还有御神仙师的存在？这不可能！我不管，找到他，撕碎他！是大人。这就是神经的力量啊！哪怕死去，也能够凭借灵魂存活在世界，化作鬼神。通知雪代家族，询问他们，雪代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并且传递消息给北庭川大人，我要见他一面。是，父亲。为什么要来东山？不是要去借过吗？我还需要修炼一段时日。到了。
什么也没有啊。开！这难道是仙人住的地方吗？这是我的洞府罢了，跟我来。这绝对是我一生中最奇幻的旅程。那是，这是真龙？它叫白痴，青龙大阵的阵灵。它不是真龙，只是一道龙魂雏形罢了，但要比附体你的鬼神强大得多。可惜白痴还要做青龙大阵的阵灵，否则炼制法宝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拿它当做法器元灵，而不用跑去这国了。北琼阁，主人。主人，这是……这个你无需知道。童山，你将他带到客房休息，我要闭关苦修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，主人。这批经过青龙大阵灵气滋养的丹药，应该可以炼制不少真元丹。起！化！真元丹不愧是中阶灵丹，效果非常强悍。这一瓶足够突破了。空玄中期，感觉离自己越来越近了。主人到底什么时候出关呢？那个该死的大块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要不是房间内还有电脑电视，我说不定就闷死了。虽然这里十分舒适，可我更想报仇啊！你在说我吗？主人，空玄中期已经突破了，距离青帝长生级小城越来越近了。哼，就拿你先试试手。主人，我们需要去入住酒店吗？不用了，他们已经来了。他们？我的妹妹，你回国怎么不通知家里一声？康夫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的好妹妹，你还以为你是雪代家家主吗？爷爷已经下令把你捉拿回去了，乖乖的跟我走吧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犯下大错，触怒了爷爷和北庭川大师，况且和尚斋也不在，就凭你身边这个小白脸，等会我会让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找死！康夫少爷，康夫少爷，杀了他！就凭你们！主人，这样恐怕不妥。雪代家既然已经开始抓捕，说明那个左虚神已经感应到分身被我抓到了。我们直接去雪代家，先找你爷爷，问清楚左虚神的虚实。康夫已经到达机场，去抓捕雪代沙了。康夫做得很好，命令他一定要把那个叛徒带回来。慢着，消息有没有说雪代沙身边跟着什么人？确实有一个华国青年和雪代沙一起。怎么了，北庭大人？左虚神社传来的消息，能够灭掉分身的，必然是华国了不得的大真人。怎么来的会是个年轻人呢？北庭川大人，等康夫把他们抓捕来的时候，您亲自问一下就是。什么声音？发生了什么？家主，不好了，有人打进来了！什么人这么大胆？是雪代沙小姐和一个华国年轻人。看来有华国高手上门了呀。有北庭川大师在，什么华国高手都是垃圾。走，去看看。主人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上！找死！开枪！快开枪啊！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太恐怖了！主人真的是仙人啊！还有子弹吗？救命啊！快跑啊！阁下作为华国高人，这样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还有高人风范吗？我虽杀人无数，却从不无故杀人。北庭大师，别听他废话，请诛杀这恶贼！就凭你们？好，不愧是北庭川大师啊！刚才那一刀虽然斩破了他的锋刃，但双手却被震得隐隐作痛。你就是北庭川吧？
是我。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？凭你还不够资格知道我的姓名。这小子是在找死，居然敢这么和北庭大人讲话！若挡我一招不死，你自然知道我是谁。去！不好！北庭，一刀斩！北庭，一刀斩！北庭川死了吗？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，可惜迟了呀。北庭川大人，北庭大人死了，连北庭大人都敌不过他。爷爷，你终于来了。雪太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是你爷爷呀！你将我献祭给鬼神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是我爷爷呢？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左须神社的千鹤大人找上门来，他是大阴阳师，又有北庭川大人支持，我们雪代家没法反抗他呀。你让我觉得恶心。雪太子，饶了我吧，我是你爷爷呀。雪代杀，留他一命，我还有话问他。是，主人。尊敬的大人，您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不用了，我有更好的选择。搜魂秘法。左须神社，这里的神境强者通过神道转换，以神魂的形态存活了下来。神境强者如果不能踏入先天，最多活到180岁，但死去后，神魂却可以存活数百年。主人，需要我来服侍您吗？你家族接手的怎么样了？在主人您的威严下，雪代家其他人完全不敢反抗，最多几天，整个雪代家就会掌控在您的手中。好，有雪代家的耳目消息，我就不用担心那只鬼神逃窜了。主人，您是神明般的人物，左须神怎么可能是您的对手？这人到底是谁？雪代家连1天都没撑住，就被他踏灭了。千鹤大人，武田大人，这是我的手下带来的情报。这人是谁？难道他就是陈北玄？没错。怎么可能？陈北玄才崛起1-2年，和我们左须神社无冤无仇啊！陈北玄如今距离神境恐怕只有半步之遥，那他此时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千鹤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他想窥测神境？陈北玄若想触摸神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试探更强的人，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左须大人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哪怕再强，终究不是神境，又怎是左须大人的对手？子姬，你命手下的忍者盯住陈北玄，我这就去通知左须大人。是，千鹤大人。只要陈北玄胆敢前来，我一定让他有去无回。哼，哪里来的小虫子，敢跟踪我一路？出来！是紫藤忍族的忍者，他们怎么来了？紫藤忍族？难道整个家族都是忍者？没错，紫藤一族是九州岛最大的忍者家族。传说他们的家主是一个无比妖媚的女子，被称作紫姬。据说她是不逊于血骷髅等杀手组织的杀手之王。我一路行来，那些在后面跟踪的都是你的同辈吧？你休想在我这里套取信息！主人，忍者都是死士，他们哪怕死也不会透露雇主信息的。是吗？那就去死吧！走吧，既然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，那就直接登山，去会会那位左须神。好冷啊！主人，我们到了。尊敬的陈北玄大师，我是左须神的侍从千鹤真红，代表整个左须神社，欢迎大师远道而来。陈北玄大师，请进。哼，好啊。陈大师，这是我们神社
供奉左虚神的神堂。这个神社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许多角落都潜伏着隐秘的气息。大师，左虚神在神堂中等您。好，主人，没事，你在这里等我。这些人看起来都不怀好意，还是离他们远点。雪黛小姐，你想做什么？主人，你一定平安无事啊。贵客远道而来，请入座。在下左虚一邪，贵客从中土上国而来，应该是来找我的吧？我确实是来找你的，你竟然选择了以神魂的方式存活下来。唉，天道不通，已无前路，只能选择通过神道信仰，化作鬼神。200年前，我曾经东渡，拜访过当时华夏第一道宗的天师道，也入过武当山。华夏不愧是中土上国，道法原深，神境辈出。可是就算华夏神境辈出，也不曾听闻有谁能够迈出那最后一步。所谓的天人地仙，恐怕只是推测罢了。你没办法迈出去那一步，所以就干脆学习神道，化作鬼神。不错，化作鬼神之后受香火供奉，神魂凝实，可以再活数百年，为何不去做呢？你从中土远道而来，无非求的就是怎么踏入神境，我可以尽数教你。你从中土远道而来，无非求的就是怎么踏入神境，我可以尽数教你。哦，你要什么呢？不需要什么。我听说你乃华国第一武者，距离神境只有半步之遥，我愿意帮一把，结下善缘。左虚神，若是其他人，真被你蒙骗住了。可是你那点小伎俩，又怎能瞒得过我？神境对我只是时间问题，至于鬼神之道一文不值，不过就是凝练灵魂的法门罢了。至于你想帮我，恐怕是垂涎我这具肉身，想要夺舍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那点半吊子的神道法门，还想瞒我？化神之下皆是伪神，只有化神大能才是真神。哼，等我吞掉你的灵魂，获得你的记忆，占据你的肉身之后，这一切都会是我的。有这样一尊足以媲美地仙的宝体，成为传说中的天人地仙，也并非不可能。你若跪下求饶，说不定能放你灵魂一条生路，让你投胎转世，或者拜入我座下，成为神使。可惜，你哪怕跪下求饶，我都要把你抓去，炼成法宝器灵。小子，你太狂妄了！我现在让你看看，什么是神境的力量。蝼蚁一般，我小瞧你了。中土上国果然是强者辈出，非我这一国能比。不过你终究没入神境，永远不知道神境有多强大。哼，在这座神社之中，我是杀不死的。你再强大，又能奈我何？是吗？一刀不够，那1000刀呢？这是怎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太弱了。陈凡连左虚神都能击败，那杀我们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不用担心，左虚大人在神社之中是不死之身，几乎无法被杀死的。主人好厉害！陈北玄，你激怒我了！我要把你的灵魂放入火焰中，灼烧100年！华国人，让我
我来教教你什么才是鬼神之力，是吗？主人，一定要赢啊！五行术法，去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这才是术法巅峰的大真人呐！陈北玄，有本事不用法术，我们面对面打一架。是吗？那你接我一拳试试。嘿，接招！肉身破阴障，肉身破阴障啊！我终于见到这一拳了。左虚神死了？不对，大人不可能这样轻易就被击败。居然复活了！我说了，在这座神社之中，大人是不死之身。不死吗？陈北玄，没想到你能打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一拳，真是恐怖的肉身呐！不愧是地仙宝体。不过你再强大又如何？我在这座神社中就是不死的存在。你不过区神海境的鬼神，也敢号称不死？你能重组一次，能重组10次100次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死。我是杀不死的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左虚神又恢复和以前一样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挡我多少拳。哎呀！他怎么能打出这么多拳？他的肉身能支撑住？不好，左虚神凝聚的速度越来越慢，而且鬼神之躯已经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状态。可恶！区神海境鬼魂竟然也敢自称不死！等我把你彻底打散了，神魂抓来做法宝元灵时，看你还敢不敢叫嚣！所有人一起上，给我杀死他！找死！众人随我结印，结阵！出！杀！找死！虚空阵！我居然被他随手一拳打退了！杀！滚！找死！杀了他！不对，为何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扑上来，毫不畏惧我？我倒是要看看你在玩什么花样，和心迷雾吗？怎么回事？有鬼啊！快跑啊！这就是你的目的？你以为凭借这个法阵可以阻拦我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绝对不是华国宗师，你所施展的法术、神通、手段，都绝不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能够拥有的。难道你也是某个老鬼转世？你话太多了。一目先天，大擒拿手。陈北玄，我不管你是哪个老妖怪夺舍转世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。这是怎么了？地震了吗？不好，大人要开启阴阳大阵了。这是大人生前布下的法阵，一旦开启，会把整座神社都磨成粉末。什么？阴阳大阵一旦开启，没有神经的力量，谁都没法逃出去。左旭大人居然完全不管我们的死活！陈北玄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好好享受我这数百年积蓄的法阵吧！区法阵，你以为能奈何得了我？大擒拿手！陈北玄，我和你不死不休！你逃不掉的。饶了我吧！不！
称霸九州岛数百年的左虚神，就这样死了。很好，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你既然是吞噬鬼神而成，那就叫做御神敌吧。现。主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左虚神不是被古敌吞噬掉了吗？他不是左虚神，而是我保护中的神将。大人，求您饶我一命，我手中有着整个左虚神社的所有财富，我都送给您。千鹤真红，整个九州岛最有权势的人物，现在就像一条摇着尾巴的狗一样跪在地上求陈凡饶恕。我问你，整个这国除了左虚神社外，还有哪个神社中也供奉着鬼神？大人，莫非您想把他们也抓来收入法宝中？禀告大人，我们结果一共有6座神社，以一是神功最强，他们供奉的鬼神甚至可以长时间离开神宫，甚至传闻一是大神宫中有真正的神明沉眠。 6座嘛，虽然御神敌走的是在精不在多的路线，但是如果6尊神将齐出，就算是真正的神将，也会被撕成粉碎吧。您不会真的要去那些神社吧？与他们为敌，就是与整个结国为敌。您哪怕是神境强者，也不是军队的对手。聒噪！陈北玄根本没想要放过我们。嘿，你以为我能让你偷袭2次？大人，求您饶命，饶命啊！看在你战斗中护着雪代沙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杀你。你去调查其他5座神社的资料，尽快送到我面前，不要想着逃跑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左虚神社被灭了。是谁灭掉左虚神社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。是陈北玄。英龙华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英龙华大人，您是为了左虚神社被灭一事而来？不错，陈北玄欺我这国无人，竟然敢踏平左虚神社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。左虚神在神社之中实力近乎神境，竟然没打过陈北玄。陈北玄的武道已经近乎神明，尤其击破阴障的拳法撼天动地。据说他连续了几次打破了鬼神之躯，最后左虚神大人实在承受不住了。那怎么办？陈北玄如此厉害，就算我们联手，恐怕也不是对手。黑川君，我们这次过来是想请武功大人出手，斩杀陈北玄，重振界国武道。让老师出手？可是老师已经年近100岁了啊！请武功大人出手！哎，好吧，老师就在里面参禅修道。请带我去拜见武功前辈吧。随我来吧。老师，英龙华来拜会您。老师，英龙华来拜会您。你是那个在剑道上很有天赋的小女娃吧？你小的时候来见过我，当时你才12岁，没想到一转眼都这么大了。蜈蚣前辈，那还是30年前的事情呢。蜈蚣弘毅也太老了。是啊，一转眼都30年过去了。黑川社，你也好久没来看我了，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老师，前不久华国出了一位惊世奇才，叫陈北玄，他踏入我们这国，灭掉了左虚神社，并且好像有消灭其他神社的意图。左虚神社是我国最强大的神社之一，陈北玄竟然能踏灭左虚神社，难道他迈入神境了？剑圣大人，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关，击杀此人。只是您的身体……不用担心。
40多年了，老朋友，没想到我还有将你拔出的这一天。嗨！3日之后，我将约战华国天榜第一陈北玄于东京之巅。明白，这才是那位威震皆国的剑圣啊！武功红衣，他是什么东西？陈北玄先生，武功前辈是我国剑圣，地位无比尊崇，您太放肆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指责我？我不管什么武功红一红二的，他想约战就约战，拿我陈北玄当什么人了？你，哼！陈北玄先生，这场战斗，接国财团一同投资，设立了一个基金会，并且向里面注资100亿美元，胜利者将会得到这个基金会的全部掌控权。100亿美元嘛，好，我答应了。3日之后，东京之巅，我们等待您的到来。主人，您真的要答应这场约战啊？100亿美元不拿白不拿，修炼越往后面，需要的资源越庞大，花钱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可是，武功红衣大人可是剑圣啊！他很强吗？非常强的，据说30-40年前，武功剑圣曾来神社拜访过，当时还与左虚神战过一场。武功剑圣奈何不了不死之身的左虚神，左虚神也没法击败武功剑圣，最后只能任他离开。这样啊，这个武功红衣能够与左虚神不分伯仲，可见其实力的确强大。别担心了，乖乖的给主人捏腿，到时候带你去看主人怎么暴打这个剑圣的。是。结果主人只带了子姬，让我留下来管理左虚神社和雪代家。唉，望主人武道昌隆。尊敬的陈北玄先生，我们等候多时了。尊敬的陈北玄先生，陈北玄先生，武功前辈已经在东京塔内等候您，这一片都被我们封锁，没有人会打扰2位大人的交手。是他曾经围观过我和休斯等人的战斗，后来得知是军部的人。你要小心，武功红衣的实力非常恐怖，足以和暗榜最顶尖的强者相提并论，甚至距离神境也只有半步之遥。他随时可能在战斗中突破，一旦发生变故，立刻撤走。放心吧，区区武功红衣还不是我的对手。陈先生，剑圣大人已经在塔顶等你了。你下次再用这种脸色对我，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陈北玄刚才完全没动用阵元，纯粹是凭借肉身之力跳起，太恐怖了。陈北玄君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这里是整个结国最高的建筑，你我2人是站在武道之巅的人物，也只有在这结国之巅，才配得上你我2人的武道。陈君，武道到了你我的境界，已经是尽头了，再向上只有踏入神境，从而超脱这个世间，逍遥自在。我纵横世界数十年，几乎未曾遇见打败我的人，直到今日，终于等来您。你确实很强，只可惜你终究不是神境，况且便是神境我也能杀之，何况是你呢？出手吧。陈北玄，你太狂妄了，神境岂是你能想象的？你自出道以来顺风顺水，所以养成你这般狂妄自大的性格。我曾经亲眼见过真正的神境交手，那样的力量远远比你击杀的左虚神强大得多。左虚神只是一个只剩下魂魄的鬼神罢了，又怎能与真正的神境相提并论？哦，你见过神境？那是很久前的事情了，但好在我今日斩了你，就能跨入神境，从此无敌世间。
我今日斩了你，就能跨入神境，从此无敌世间。就凭你，不要说你只是区区半步神境，便是真正的神境在这里，我都杀给你看。小辈狂妄！嚯！你对内劲的修炼足以媲美神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！啊！不行仙宗秘法，青木气兵，真元外放可不是越大越好。接招！青木气兵终究是真元凝聚，没法与真正的刀剑相比啊！居然斩破皮了，这还是我修成青帝长生体以来第一次有人能伤到我，这样才有意思。蛟龙变！不错，再来！真武36式，第1式翻天锤，第2式锤云手，断山河，古剑流，奥义，折身斩，一拳破阴障。这还是人吗？谁赢了呢？是陈北玄。刚才那股气息有点像神海境突破的样子，但又显得非常简陋仓促，更似残缺的神海境。这难道就是地球上的晋升神境？陈北玄，多谢你了！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一直没法踏入神境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，我仿佛能掌控整个天地的力量。而现在的我，一拳就能把你碾碎。不过为了感谢你，我会留你一个全尸的。不要说你只是个半吊子的神境，便是真正的神境在这里，我又何惧？今天我就杀个神境，给天下人看看。真武36式，第15式日月轮。这分明是仙法！古剑流，奥义，破千军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也是神境？你以为神境很了不起，但在我眼中，又算什么？好强的威压，不能让它融合。这一招对我现在的身体来说负担太大了，但是我必须大如来斩！日月轮回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是神境，我怎么会输？我说了，便是神境在这里，我都杀给你看。嚯！到底谁赢了？肯定是剑圣大人赢了。之前他似乎又有突破，说不定踏入神境了。老师，说不定真突破了，我这国又要多出一位神境强者了。难道陈北玄真的输了？你们在高兴什么？啊，是陈北玄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陈北玄下来？我师父呢？陈北玄，我师父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找死！哼！实力不错嘛，可惜了。难道我也要死了吗？陈北玄先生，
您是站在武道之巅的人物，何必和黑川君计较？武功剑圣是黑川君的老师，他也是一时冲昏了头脑，才对您出手，请您谅解。你怎么敢？我陈北玄行事，岂是一个区区宗师可以评论的？他既然敢对我拔剑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至于武功红衣，他已经死了。大人，现在大家都说您不仅仅是华国第一，更是东亚第一强者呢。不过我一直很好奇，您到底是不是神境呢？还有那个武功红衣，他最后临阵突破，是晋升神境了吗？我不是神境，至于武功红衣嘛，他确实突破进入神境了。不过他之前就被打成重伤，又是临阵突破，没有时间完全掌控神境的力量，只能算是个准神境吧。陈北玄先生，在下是基金会的管理人三井雄。怎么，你是来送钱的？当然，我们这国人一向说话算话。哼，同时我还要代表一些人传达一句话给您：这国不欢迎您，希望您离开，否则的话……否则什么？陈北玄先生，您很强大，甚至放眼整个东亚武道界，都未必有人是您的对手。但请您不要忘记，现在并非武者的时代，不过是财阀们的一个傀儡而已，居然敢这么跟主人说话。不过主人，他们既然敢来警告，说明这国高层已经对您不满了。您要不要考虑回华国？我在这国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，等做完了再离开。难道您还在打其他几座神社的主意？有问题？这些神社在这国实在根深蒂固，每个神社都与各方势力有非常深的联系。再动第二个，这国高层必然要翻脸。可是一头神将远不足以支撑起幻神笛这件法宝啊。哼，既然这国高层已经警觉，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。子姬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我们回九州岛，路过四国的时候，我就出手灭掉赤铜神社，然后趁着这国高层没反应过来，再灭一两座神社，然后立刻离开。是。居然自己找上门了。陈北玄，出来受死！刚才什么声音？我怎么感觉那声音在我脑子里喊的？不会是有鬼吧？鬼啊！来得挺快。主人，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两个人，难道是神仙不成？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不是说鬼神不能离开神社吗？据说一世大神宫有件神器，可以让鬼神离开神社，在一定范围内活动。陈北玄，久仰大名了！啊，这是冥王神社的六臂鬼神。陈北玄，你怕了吗？黑木啊，人家陈北玄可是东亚第一强者，神境高手，怎么会怕你一个区区鬼神呢？黑木神和天狗神，赤铜神。陈北玄，你没想到我们会来吧？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去一个个找你们。今天正好把你们一锅端了，免得我满这国的跑。陈北玄，我自尊鬼神齐聚，你哪怕真的踏入神境又如何？我们又不是没杀过神界，动手！可恶，鬼神的精神压迫太强了。炼神诀，赢！神念化形，不好，一起出手！闪！
一刀就劈开了一尊鬼神。他那柄刀可以伤到神魂，一起出手杀了他，绝对不能留这个人离开。看我的！闪！玄光术！哼，该我了，大旗拿手！四尊鬼神联手之威，竟然就这么被他击破了。陈北玄，你敢毁我肉身，我要杀了你！把你的灵魂放入火焰中，灼烧1000年！蝼蚁一般，1、2、3、4。他怎么会这样强？陈北玄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们！就凭你们这4个废物，也敢来与我为敌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恢复多少次！陈北玄，你别得意！献出法相，天狗要拼命了！连天狗都拼命了，我等还怕什么？再不拼，准备被陈北玄一刀一个宰了吗？哎！哼，一只狗，一棵树，也敢自称为神？陈北玄，为了杀你，让4位尊贵的鬼神阁下献出法相，舍弃肉身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你以为只有你们拥有底牌吗？祖虚神，祖虚神不是被陈北玄杀了吗？他已经被我练成了幻神敌的神将，不然你们以为我为什么要打你们的主意？陈北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驱使鬼神！去！好！一起上！犯我的神圣我见过我都给你！少废话，去！别杀我！我不想死了！四尊鬼神联手都对付不了陈北玄。走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为何主人还没回来？难道出了什么意外？雪黛莎，主人能出什么意外？您回来了。关于那些势力的收编整理，你做得如何？我有努力工作，一切已经步上正轨。好了，子姬，现在该处理你了。主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，叛徒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以为找人解除身上的禁制，我会感应不到吗？能知道我行程的只有你，那4个鬼神就是你联系的，对吧？子姬，主人是东亚第一强者，你怎么能背叛他？他毕竟是外来者，不是我这国人。可我以后还要在这国生活，我没有选择。子姬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。主人，动手杀了他！找死！主人，子姬逃走了。没事，他逃不掉的。我早就在他身上种下了神石。你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离开这国。我处理了紫藤忍族，就去找你。是，主人。必须立刻逃回忍族驻地去，只有那里的诸多陷阱可以阻拦一下陈北玄。看来这里就是紫藤忍族的大本营了。族长回来了。子姬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？犬儿他们呢？我要面见老师，你立刻带我过去。跟我来。老师，我遇到麻烦了，请求您的援助。我不是说了吗？
紫藤忍族不到灭族危机，不要来打扰我。现在就是忍族的最大危机，陈北玄要来了。这个陈北玄是什么人？听起来像华国人。此人来这国后，击杀了武功剑圣，还踏灭了4大鬼神。什么？老师，这个陈北玄是谁？难道是华国的神境强者出事了？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吗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胆敢擅入我紫藤忍族，找死吗？老师，他就是蝼蚁。不好！就是陈北玄啊！主人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你杀了族长和老族长，杀了他！不自量力！蛋！长老和族长都死了，跑啊！今日之后，世间将再无紫藤忍族。主人，我只来得及带一些现金和银行卡出来，其他财产都被界国高层冻结了。没事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力量在手，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重回你手中的。主人，我想跟您学习武道，我不想再成为您的累赘。您纵横日月，结果我连个子姬都没法看住，让他叛变了。好啊，回华夏之后，我就传授你武道，保你数年之内就能超越子姬。真的可以吗，主人？好了，别再叫主人了，到了华国会显得很别扭。你叫我少爷吧。是主，少爷。陈先生，雪黛小姐，游轮的酒会将要开始，宫之羽小姐到时候会登台献唱，两位要去参加吗？宫之羽，好像是近几年新冒出来的歌手吧？参加也行，就当散散心吧。好的，二位稍等，请柬很快送上。听说宫小姐之前是在开国参加一个综艺节目，整个网络上全是正好我们停靠在开国时，她上场了。找个地方坐下吧。是。雪黛小姐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啊！齐先生，少爷，这位就是齐东胜齐先生，齐王孙的父亲。雪黛小姐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啊！我最近在界国，听闻雪黛家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连您的爷爷都去世了，您没事吧？老齐先生挂念了，我很好。这位先生有些眼熟啊。我是陈凡，齐王孙的舍友。哦，是王孙的舍友啊！你看叔叔这个记性，我还看过你照片呢。怎么齐东胜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？难道老齐没跟他说我会庇护齐家的事情？雪黛小姐，我一直想见一见北庭川大师的风采，到时候还要劳烦雪黛小姐代为引荐呢。齐先生，北庭川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北庭川大师乃是界国4大剑道大师之一，谁能杀死他？齐先生难道不知道最近界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吗？界国最近的大事，难道是陈北玄大师与界国剑圣武功弘一的一战？唉，我本以为北庭川大师是最后的依靠，没想到连他都离开了。这是天要亡我东胜集团吗？齐先生，齐王孙不是回家了吗？他难道没和你说什么？王孙回来前，我就已经去界国了。雪黛小姐，只要您点头，这门婚约我们齐家不会反悔的。齐先生，其实……感谢各位参加这次的游轮酒会，我宣布酒会正式开始。我先过去了，酒会后再聊吧。少爷，看来齐王孙没把您的消息告诉给齐东胜啊，否则他不应该对您这副态度。也可能是告诉了，齐东胜没信。算了，不管他，看演出吧。万里飞沙，脚下踏遍，千秋芳华弹指间。这就是宫之羽吗？上一世我还挺喜欢他几首歌的。
重回人间，只为与你再相恋。Uncle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傅海办事，不相干的闪开！你不要命了？那可是傅海的人，敢在这里违背傅海的命令，分分钟把你扔下海去喂鲨鱼啊！齐东胜啊，齐东胜，你还想去借国搬救兵啊？以为能瞒得过我吗？恭迎海爷杨爷！啊，杨清虎，不错，正是我们虎爷。虎爷叫你去赔礼道歉，你不听，还想跑到界国去找剑道大师。哼！现在虎爷亲自来了，你还有好果子吃吗？啊！齐东胜，你与傅海之间的恩怨，我不想管。只要你东胜集团撤走一切势力，并且赔偿100亿，我就放你回去，如何？虎爷，之前是多有误会，您远在东北，何必来插手我和傅海这个摊子呢？你齐东胜大的念头，我能不清楚？你在省城开辟分公司，不就是想染指我东北吗？你莫非以为我杨秦虎死了不成？哼！哎，你感觉他们谁胜谁负啊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在下面做那么久，长得不怎么样，身边却陪着一个超级大美女，谁能不注意到你啊？你再这样说我家少爷，我就把你从船上扔下去。哎呦，少爷，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富家公子啊？哼，要我说，肯定是杨秦虎赢，谁不知道他是天字1号的大人物？哼，那是少爷没出手，否则什么杨秦虎、孙秦虎都得乖乖过来行礼。哼，你就吹牛吧。杨秦虎确实有功夫，毕竟是天榜排名第12的宗师。一句话，你现在拿出100亿来，我立刻转身就走。拿不出来，就别怪杨某不客气了。义父，直接和他开战算了，以为3、2句话就能吓倒我们东胜吗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老齐，你这对一子一女，有我当年的风采啊！哼，找死！虎爷，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好！少爷，这一拳比您差远了呢。谁在说话？那个老头看起来威风凛凛，但一拳连人都没打死，还好意思称什么天榜宗师？苍天啊，我为什么要过来和他们站一起啊？这下我死定了！少爷，我知道您对齐东胜感觉不好，但齐王孙终究是您朋友，您若见死不救的话，齐王孙未必会原谅您的。我的确没打算救他，但看在他是齐王孙父亲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他一次。丁福海，雪黛小姐是我的客人，你有什么仇怨都算在我头上就行了，不要牵连他人。这次是我栽了，我认，但老子不是栽在你的手里，而是看在杨秦虎大师的面子上。虎爷，我卖您这个面子，您的要求我全答应。哦，虎爷，在下东北杨秦虎，不知先生是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杨秦虎在干什么？还是什么来头啊？那个年轻人不是王孙的舍友吗？难道他有什么大来头？对了，几天前王孙给我打电话，说找到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庇护齐家，难道是他？陈凡。啊！这是什么回复？好歹报一下来历吧。晚辈杨秦虎拜见陈前辈，不知前辈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万万恕罪。起来吧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并没有提前通知你，罪不在你。陈前辈，您是刚从这国回来吧？这国的事已了，再待下去也没多大意思。齐东胜的儿子和我是舍友，我之前答应他要庇护齐家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是。虎爷，我们说好了的。还有问题吗？我们回去吧。恭送前辈。
齐东胜只是小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弥补损伤的本命元气。看来回去后得闭关了。雪黛莎，去开门。是。陈前辈，晚辈有事冒昧来访，还请多多见谅。你有什么事？如果是关于齐家的，那就趁早别问。我陈北玄说话一言九鼎，你不信大可以试试。陈前辈都放下话来，晚辈哪敢不听？这偌大华夏，还有几人敢与前辈为敌？其实晚辈这次来是想问一下，前辈对生命神水有兴趣吗？那个可以用来刺激超凡者觉醒的生命神水。不错，正是西方异能界传闻的生命神水。那里的神水已经形成了一个神泉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是吗？我手里的云雾灵泉就是生命神水，这东西对我来说几乎是随用随取的。前辈，您请看，这就是丁福海雇佣的一支采矿队在西伯利亚雪原中发现的景象。哪怕是零下几十度的雪原，神泉都丝毫没有冻结，依旧在流淌着。我就是因为丁福海的这些照片，才答应替他出手对付齐东胜的。等等，这是胎元果，这绝对是我在地球上见过的最强力的灵果，而且它还蕴含着先天本命元气。如果能得到胎元果，不仅可以补回我损失的本命元气，甚至还能把青帝长生体再推进一步。前辈，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确实是生命神水，而且对增进修为很有功效。你是想让我参与进来吗？前辈明鉴，据说那边有狼群汇聚，死了不少人。不过哪怕有再多危险，也不是陈前辈的对手。天材地宝，自然有妖兽守护，很正常的事情。事先说好，既然要我出手，那这神水至少分我一半。还有泉边那株果树也得归我。没问题，那晚辈就不打扰前辈了。最近几天大雪封山，晚辈回去准备一下，大约10天之后就可以出发。去吧。少爷，您真要去吗？那西伯利亚冰原深处能到零下100度，更不知道有多少莽荒时代的凶兽留存下来。无妨，凭我的实力，便是有神境强者来了，我也能杀之。何况区区一些妖兽呢？到华国后，你回青龙大阵修炼清华剑诀，若能练成，便可直窥神境了。是，那少爷您呢？我当然是回家过年了。小凡回来了。小凡，多亏你啊！今年陈家真是蒸蒸日上啊！小弟，我有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聚会，你要不要参加一下？这个嘛，这些小辈的聚会实在没意思。你放心吧，这次聚会来的都是金陵各大家族的核心子弟，你到时候只要露个脸就行。有你的威慑，很多家族的交易谈判都会顺畅许多。陈凡哥哥，果果也要去。那好吧，哥哥给果果个面子。金陵传统的几大家族是乔家、宋家、花家和任家，这几家中以乔家和宋家最强。不过凭你现在的身份，谁都不敢轻易得罪你。这么说，我们陈家现在就是金陵第5大家族了？哪有什么4、5大家族？你别看乔家、宋家这些家族现在风光，但后继无人的。倒是我们陈家，只要你还在，就会一直屹立不倒。这也是他们忌惮我们陈家的原因。我终究会离开地球的，到时候陈家失去庇护，很容易被人踏灭。想要让陈家真正传承下去，看来得传下一些功法武道才行。今年如果没意外，恐怕要以陈家为首分配了。这倒未必。先不说那个陈大师关不关注我们这些小辈，就说宋家，这一次可是有备而来。再有备而来又怎样？中海季家都对陈家低头了，他宋家还不如季家呢。单宋家自然扛不过他陈家，但假如加上一个韩家呢？你说的难道是燕京的那个韩家？不错，韩家有人要来金陵，这可是在整个华国都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啊！
陈家人来了。陈宁身边那个男的是谁呀？没见过。难道陈家知道韩家要来人，特意找的救兵？陈大师怎么有空来光临我们这些小辈的聚会了？你叫乔洛英吧，我记得你。陈家怎么把这尊能被陈大师记得，小女子很荣幸呢。陈大师，请跟我来吧。陈大师既然来了，这下宋家要完蛋了。我看未必，宋家可是有韩家撑腰的。那也要看韩家来的是什么人啊，除非来的是韩俊图或者那几位有名的大少，否则来再多人也没用。我听闻来的是韩二少，他如果来了，与陈大师绝对有一番龙争虎斗。韩二少，你说的不会是韩家那个混世魔王吧？就是他。果果，我给你拨。好，就他也配当苍龙的总教官？苍龙真是越混越回去了，找个毛头小子当总教官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韩少，你别说了，那家伙就是韩洪坤啊，上来就挑衅陈大师，不愧是燕京大家族出来的，底气充足啊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陈大师，这位是燕京韩家的二少韩洪坤，他初来金陵，不太知道您的名头，还请多多见谅。燕京韩家，怎么怕了吗？凭你也配合叶南天并城，简直是在羞辱叶总教官和龙牙。唉，你连我是谁都没搞清楚，就跑来我面前大放厥词，真是自寻死路。你说我自寻死路？跪下！姓陈的，你敢！你既然这般没家教，那就跪在这里，让你父母来领回去吧。这不仅仅是在折辱韩洪坤，更是在羞辱韩家。像他这样的纨绔少爷，最重面子了。陈凡这一手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陈大师，这都是误会。滚！姓陈的，你别以为混了个少将就了不起了，你连登我韩家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敢逼小爷下跪，就等着我韩家来人把你撕成碎片吧！好啊，我等着。果果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大生蚝。快看，宋家家主来了！陈大师，你做的也太过分了吧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质问我？好，我是宋胜华，宋家的家主，这身份够问你吗？不够。姓陈的，我知道你实力极强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宋家也不是好惹的。你得罪了季家、汤家、宁家还不够，现在又要招惹我们宋家，是准备把江南中海的大家族全部得罪个遍吗？我还不信陈家有与天下人为敌的能耐。是啊，就算陈凡再强，陈家再大，如果激起众怒的话，陈家怎么撑得住？况且韩家大少韩俊图就在金陵，你说他若知道你把他亲弟弟逼着下跪，会是什么反应？韩俊图竟然在金陵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嘿嘿，陈家这次算是玩完了。就凭你们这些家族，也配与我为敌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俊少来了，你还敢不敢这么大口气？俊少到了，走，快去迎接俊少！我要走在前面。姓陈的，我哥来了，你死定了！小弟，你做事有点鲁莽了。单单宋家不算什么，但韩家是燕京世家，不是好惹的。我们陈家现在还没到能硬扛韩家的地步。一个燕京世家的小辈罢了，不值一提。看来他也没唐一飞说的那么强啊。哪怕是再强的武者，终究有力穷的一天。能屈能伸，审时度势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快看，韩俊图来了！这下陈家有难了。哦，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这人的气质不简单，区区一个金陵小家族，竟然能养出这种人物。俊图，这位就是金陵陈家的陈凡陈大师，他最近接连把江南和中海的好几个大家族踩在脚下，都有些狂妄过头了，竟然敢招惹到韩家头上来。区区小家族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对了，俊图，他还有个名字，叫什么陈北玄，是苍龙军区的少将。估计他就是仗着少将的名头，才不把韩家放在眼里吧。啊，你就是陈北玄？
你就是陈北玄。韩俊图怎么这么吃惊？陈凡苍龙少将和武道宗师的身份，还威胁不到韩家吧？原来是陈先生当面，俊图之前不知，望陈先生恕罪。原来陈北玄就出自金陵陈家呀，难怪爷爷叮嘱我行事多加谨慎。俊图贤侄，你这是？你认识我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到底什么身份，能够让韩俊图都这般敬重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陈先生名震东亚，借国之事，俊图听长辈说起过，只觉得热血沸腾，恨不得追随先生驰骋借国。你知道，但你这位弟弟似乎不太了解啊。俊哥，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！我要把这个姓陈的小子撕得粉碎，把整个陈家踩在脚底下，让他永世不得翻我。闭嘴！陈先生也是你能折辱的，想找死吗？大哥，你……陈先生，我这个弟弟一向混账，被家中父母惯坏了，这是我韩家的错，我韩家一定会补偿陈先生的。我陈北玄纵横天下，想要什么自己去拿就是了。你们韩家有什么能给我的？况且你应该知道，冒犯我的下场。是，陈先生，这一切都是舍弟的错，我韩家愿意担下所有责任。好，那我如果要杀了韩红坤，你韩家也会阻拦我了？这……算了，我带果果出来玩，不想见血。至于韩红坤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是，回去一定要把韩红坤彻底圈禁起来。还有宋家，我也不想在金陵见到他们。明白，俊少。你韩家欠我一个人情。一定，一定。我是在做梦吗？陈凡竟然能震慑韩家！哥，你刚才踹我干嘛？直接把那姓陈的抓住啊！我们韩家凭什么怕他一个江北土鳖？哼，刚才若不是我拦着你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啊！我是韩家人，他敢杀我？哼，不要说你，就算杀了我，他也一点事都不会有。这不可能！你是韩家的继承人，家里难道不会为你报仇？因为我们韩家惹不起他，为我报仇的后果就是整个韩家覆灭。两害取其轻，你说家主会怎么选？俊少，咱们两家都是老交情了。宋叔，若不是宋端明怂恿红坤惹上陈北玄，宋家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希望在金陵看到与宋家相关的任何东西，否则别怪我韩家不留情面。跟亦菲说的一样，这个男人确实是如神一般的存在。这金陵恐怕真的要归陈家了。小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今天的事一定会传遍金陵，以后金陵世家都要以我们陈家为首了。陈家的兴衰，现在完全系在我一人身上。看来，在去西伯利亚雪原前，得给爸妈他们传授一些功法才行。爷爷、爸妈、安姐姐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小凡，你到底带我们去哪里呀？这东山上面我天天爬，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啊。是啊，里面就有一个荒无人烟的东山坪。你之前拿下这里后，把山上栽满了树，就停下来了，浪费了几十亿呢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小凡让我们上来，自有他的意思。开！这是太神奇了吧！这就是仙法吗？这东山我爬了上百次，从没发现这地方，真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啊！爷爷，这就是我花费了数个月打造出来的东山平药田，为的就是日后我们陈家人的修行资源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特地为我们陈家打造的洞府。小凡，这里可是悬崖峭壁呀，你可能会飞，但我们都是凡人，怎么过去？路来，我们走吧。这景色可太美妙了。这真的能走？有小凡在，不会有事的啊。放心吧，妈，没事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护镇神兽白痴，它不会袭击你们的，放心吧。雪黛莎拜见各位大人。小凡，他是……
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大人，我是主人的侍女，叫雪黛莎。爸妈，她是这国雪黛家的家主雪黛莎，现在跟着我处理一些事务。放心吧，她对我们家绝对忠诚的。是吗？可别是什么小三吧？我得再观察观察，可不能让我准媳妇吃亏。我先带你们浏览一下楼阁内的各项设施，然后教你们修炼法门。小凡，你真的要教我们修仙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了陈家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小凡。我先教你们最根本的筑基之法，筑基养气诀，威力虽然不大，但中正平和，任何人都能修炼。我们都听你的。这份筑基之法足够爸妈他们修炼几年了，到时候再传给他们真正的修仙功法。经过这几天的引导和这里的灵药灵气辅助下，他们的进展都非常快。不过没想到爷爷和安姐姐的进展竟然这么顺利。爷爷心境超然，历经世事；安姐姐思虑单纯，唯精唯一，都适合修炼。反倒是爸妈还被俗事所牵连，所以没法全身心投入。不过不急，我还会在地球上待很多年。现在也是时候去找太元果了。生命深水绝对是最纯净的生命深水，而且还是一整个神泉。超凡者诞生的最大瓶颈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生命神水。如果能得到这个神泉，我们就能不断的制造超凡者，那整个黑暗世界都将由我们来支配。但这个消息肯定不止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抢夺吧。我们虽然损失了金刚巴克、雷王索隆与雷千珏3位强者，但洪门还有4大巨头在，依旧是地下世界的超级势力。这次正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带着暗月部队去夺下这处神泉。用不了几年，我们就可以弥补3位巨头陨落的损失了。你以为就凭你和暗月能够抗衡雷神宙斯吗？奥拉，你跪伏在陈北玄脚下，祈求他的饶恕，最终才逃脱一命，还有脸在这里说话？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好了，洪门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吵架？是准备把整个洪门吵散架吗？从秀可以去，但暗月的人你只能带去一半，一切小心为上。我们洪门再也经受不起一位巨头的陨落了，不然到时候我没法向老祖交代。是。以爷爷他们的修炼速度，至少要3年才能突破筑基期。3年以后，我至少进入了神海境，到时候就真正具备庇护他们的力量。哪怕整个世界与我为敌，我又有何惧？陈前辈，陈前辈，车子已经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恭迎陈大师。别搞这套，我不怎么喜欢。是，陈前辈。陈前辈，这个人是当时那个探险队幸存下来的队长，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大人，我叫王保国。不要害怕，我只是问你几个问题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照片上的泉水和小树的？还有，你们遇到的怪物是什么？我们是在西伯利亚深处的一个山谷内发现的，失去这新的油田和矿产。谁知道意外发现了那处泉水，喝一口，整个人仿佛能长寿般。结果突然有一群怪物冲了出来。什么怪物？搞不清楚，当时风雪太大，又临近黑夜，怪物速度太快了，每一道黑影闪过，我们都有一个人被它咬走。到最后，我是靠安保副队长殿后，才带着相机一路逃了出来。陈前辈，根据我之前和保国的交流，只知道怪物速度比云豹还敏捷，嚎叫声似老狼般，走路类似猿猴，
尤其是双眼血红血红的。知道的信息太少了，没法判断。不过无所谓，任他什么凶怪，我一脚踏碎就是。有陈前辈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这里是离那座山谷最近的城市了。从这里出发，我们需要行走1000公里左右，进入西伯利亚冰原深处。陈前辈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整1夜，雇佣一些当地人引路。冰原深处全部都是白茫茫一片，哪怕有地图，也可能找不到。行，你安排吧。嗨，杨，你来了。嗨，保罗，我的朋友，好久不见。你在西伯利亚应该待得浑身都出茧子了。杨，你身边的人是？这位是陈北玄，陈前辈。陈前辈，保罗之前在黑暗佣兵界是排名前10的雇佣兵猎人，号称战雄，不过现在退隐了。杨，你为何对这个小个子如此恭敬？保罗，你得保持敬畏。站在你眼前的是黑暗世界第1人，位列暗榜巅峰的强者陈北玄。哼，就他，黑暗世界第1人，暗榜巅峰。什么时候亚当暗榜第1的位置被个黄种小个子抢走了？找死！陈前辈，小家伙，如果不是看在杨千虎的面子上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看在杨千虎的面子上，这次先放你一马。我说了，陈前辈是黑暗世界第1人。当是神话，岂是你能不敬的？他真的很厉害。前段时间这国发生的事儿，你总听说了吧？你说他强不强？就是他，圣母在上。保罗，我们来是想要在西伯利亚深处寻找一座山谷。怎么最近来了这么多去槟榔园的人？还有其他人也要去？好几拨人。尽管他们装作游客，但我闭着眼都能嗅到他们身上那黑暗猎狗的味道，甚至还有不少你我的老伙伴呢。前辈，是不是消息泄露了？无所谓，他们哪怕听到什么消息，也未必能找到确切地点，而且有我在，怕什么？以防万一，我们立刻动身吧。保罗，好，我马上给你们安排向导。杨，等回来我们再喝一杯。哈哈哈，好。最近来这儿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他们身上黑暗世界的味道非常浓郁。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是去喝杯伏特加吧。哦，亲爱的保罗，好久不见啊！退休生活怎么样啊？火狐，你这个情报贩子怎么来了？老伙计，有很多大人物要买去槟榔园的地图，他们出价不菲，足够你在南太平洋买个小岛了。哼，什么大人物？这里是我战雄保罗的地盘，便是飞鸿之翼的团长来了，老子都不卖他面子。哼，真的吗？飞鸿之翼卡尔，不止，上帝之剑、风暴女巫社，还有洪门和破坏神的人。圣母在上，大型黑暗组织领袖来了7、8个，单单暗榜强者就有5位之多呀。他们好像都在等什么人，能够让这些顶级强者等待的人，恐怕只有暗榜第3雷神宙斯，暗榜第2愚者，亚当，暗榜第1曾经的黑暗世界第1人。怎么样，我的好朋友？我说了，有很多大人物吧？战雄保罗，我曾经在地下佣兵榜上看过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前往槟榔园的路线和地图吗？大人，您要去槟榔园做什么？整个黑暗世界都知道，在槟榔园之中存在着一口生命神泉。你知道那口生命神泉有多大吗？足有小半个篮球场大小。你想想，里面积蓄了多少生命神水？1吨、2吨、10吨这足以让我们整个黑暗世界为之疯狂，你明白吗？该死的，那2个华国人是冲着生命神水去的。听说有2个华国人也去槟榔园了，他们
似乎是你的伙伴。是的，其中一个是华国的武道宗师杨擒虎。杨擒虎，我听说过他，一个华国有名的强者。看来这个华国的 Tiger 是在替我们探路啊！不知道那个陈北玄遇上亚当他们，到底谁强啊？哼，最好两败俱伤，统统死在冰原里。也只有在这种地方，才能孕育灵脉和胎元果吧。陈前辈，这10天已经深入冰原700-800公里了，距离那处山谷越来越近了。离那处山谷上百公里有一座小镇，当时王保国他们就是在这座镇子上补给的。我们到时候要不要在小镇上停下来休整一下？这么荒芜的冰原上还有小镇？在我们祖辈的时候，那座镇子就存在了，老一辈把它称作血狼镇。据说那镇子上的人可以与狼神沟通，驾驭狼群，所以吩咐我们绝对不可以靠近。血狼镇嘛，直接去山谷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是。这个山谷，老一辈称作狼神谷，据说这里曾经有狼神出现过。以讹传讹罢了，我们进去。从外表看，狼神谷确实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总感觉很危险。不过，便是真的有神灵现世，我也要踏着神灵的尸体，拿到胎元果。生命神拳！嘿！陈前辈，陈前辈，确实是生命神水啊！胎元果，终于找到你了。陈前辈，这些泉水似乎不能带出池子，一带出来就气化掉了。灵液本就如此，它们乃灵气汇聚而成，一旦离开灵脉，会迅速消弭在天地间。要么用玉石的瓶子将它们盛着，这样可以支撑久一点；要么你就乖乖待在这里，直接利用它们修炼。那我就留在这儿闭关苦修。从现在这个趋势看，胎元果至少还要30年才能成熟。不过我有乙木灵气，配合催灵阵与生命原液，可以强行缩短，最多30天就能成熟。阵起！陈前辈，这是什么？聚灵阵和一个警戒法阵，我们要在这里驻足30天。那我们就原地驻扎吧。幸好这里十分温暖，带的补给品也充足。这里的灵气比青龙大阵中都还要充沛10倍，足够修炼到通玄后期了。生命神拳，这些都是生命神拳，都是我的！真是死人性啊！哦，上帝啊！这么大的生命神拳，足够造就多少觉醒者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似乎是黑暗世界有名有姓的强者们。嘿，两个黄皮猴子，给我滚开！这里的神拳都是属于西方黑暗世界的。找死！哈哈，该死！这家伙的肉身怎么如此强大，居然可以抗住宗师一击？现在只能指望这位天榜第一的陈北玄了。这里还有个华国人呢，交给我了，我要吃掉他。黑寡妇，你别被骨头噎死！小家伙，来陪姐姐玩啊！姐姐会让你体会前所未有的快乐。你什么意思？过此线者，死！小家伙，你竟敢威胁姐姐！当姐姐撕破你的喉咙，喝干你的血时，看你还敢不敢这样说话！哼！不自量力！这一击即杀！你是什么人？华云峰、灵塔山、叶南天，大家一起上，还怕弄不死他？我可不想去送死啊！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现在要过去，当我者死！切！大擒拿手！我滚开！陈北玄，你是陈北玄？不错，
正是北玄大师。这片地方已经被我们东方世界包下来了，你们滚吧！怎么办？千辛万苦找到生命神拳，我不可能就这么放弃。放心吧，老大他们还没出手呢。他们怎么来了？黑暗世界的3巨头齐聚，这样庞大的实力，足以让神境都为之变色。陈前辈能是他们的对手吗？陈北玄，我等敬你为神级强者，这生命神拳，你可以拿最大份。过此剑者，死。陈北玄，你只是一个人，再强大，能拦住我们20位强者。废话少说，杀了他！学霸，今日我等就屠神给世人看看。真的要打呀？让我先来吧！能被称为暗榜强者，实力确实不俗，可惜还不够。玉为诀，还给你！该死！混蛋！雷灵体，没想到地球上竟然有人能把雷电天赋觉醒到这种程度，已经接近灵体小成了。但我修炼的青地长生体是宇宙中最顶级的圣体，你便是真的灵体小成，不是我的对手。居然轻松扛下了我的全力一击，先收！我全力使出的雷神之体，竟然差点被他一拳打破。完了！还好赶上了。你这也叫法术？尝尝我的！去！还好，他一次只能释放1枚木术之术。不愧是愚者，连这等失传的法术都会。就这，你能挡得住我1击？不知道能不能挡得住10击呢？咦，我的上帝啊！他施展法术怎么这么快？这就是神级强者的力量吗？可恶！这个是我千辛万苦从古巴比伦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古代王室护符啊，竟然只接得上1击！死吧！迪尔还能占上风，他怎么会这样强大？无论是宙斯还是愚者，基本上都是半只脚踏入神级，可偏偏在陈北玄的压制下，还手失利。该死的亚当，你再不出手，我们就要被这个混蛋给打死了！陈北玄，你彻底惹怒我了。3个嘛，一起来吧！死吧！又一个灵体，接近完整的灵体小成，而且是普通灵体中比较强的一种光明灵体。可惜，再强也只是普通灵体。他的肉身竟然比我还强，这家伙绝对也觉醒了一种神之体，而且比我的光明之体还要强得多，甚至已经完美觉醒了。一起上！就这，先灭掉这个躲在后面施法的家伙。起！剑雨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强者，无论是法术、武道还是肉身，他都全面碾压了我们。凭他们3个，真的能打过陈北玄吗？一起上吧！如果不打败或者击杀陈北玄，那么我们绝对得不到生命神拳，甚至可能都要死在这儿。一起上！拼了！来得好！这才是天下无敌的陈北玄啊！陈北玄的拳头竟然比钢铁还硬！一群散沙！一起上！
肉身破阴障对身体的负荷很强，哪怕是真正的神之体，也承受不了几次。真武剑法，蛟龙变，杀！五谷之术，找死！太强了！他怎么恢复的这么快？圣十字剑术，神法，真武36式，第10式，开藏印。破！我的弓箭怎么催不动了？这么强的一剑，居然被陈北玄轻松化解了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劈我这么多剑，也接我一刀。哼！青木弃兵！该死！人血秘法！老伙计，何苦呢？哎，罢了罢了。外蛇诅咒！这是那个巫毒教最恐怖的诅咒。去！陈北玄！呀！区畜生！我的神魂！暗榜3巨头围攻都对付不了他，这才是真正的无敌啊！生命神权归我，谁有异议吗？我等没有异议。没有异议就滚吧，终身不要再踏入这里半步。是。哎，可惜了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陈前辈，您实在太强了，这一战绝对能震动天下。今日之后，您就是这世界第一人。这些人虽强，却未必能代表西方世界真正的底蕴。那些消失无踪的神境，谁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？以陈前辈的手段，未必不能。怎么回事？气疯了！还记得王保国他们遇见的东西吗？难道是那群怪物来了？他们不是普通的怪物，你等会儿见到就知道了。没想到地球上还有他们存活下来。那群怪物是什么东西？我一拳打在他们身上，竟然只是把他打了一个踉跄，但他一爪却撕破了我的护体罡气，直接在我肩膀上带出爪印来。不清楚，我使用的特制猎魔枪，足以一枪击毙大象，但也只能打伤他们，却没法毙命。他们的肉体都异常坚硬。难道是他们？有可能，但他们几十年前就应该灭族了才是。那可是核武，他们怎么存活下来的？也许不是一个族的。西伯利亚这么大，你怎么知道？只有前苏联发现的那个村落。他们来了！这么多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这莫非是传说中的狼人？不可能！根据古籍记载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教廷就已经把狼人和吸血鬼追杀至今了。不是狼人，那是什么？黑暗彝族的血脉罢了。我没想到地球上还有黑暗彝族的血脉流传下来。阁下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们所说的狼人，应该就是黑暗狼族的后裔，只不过他们血脉不纯，远不如纯正的黑暗狼族强大，现在也就勉强媲美横练宗师罢了。本想要是有纯血或是半血的黑暗狼族出现，可以抓来提取其中的血脉，制造一批超级战士。可是这群狼人后裔的血脉太稀薄，连提取的价值都没有。不会每个都这样强吧？哪怕实力有差异，但也就在细微之间。我之前和他们交手，也必须几招之后才能杀死一个。退出谷内，
否则死。住手！尊敬的人类强者，请宽恕我这些后辈的无礼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一位当世神话。这些混血狼人都是你的后裔或者后辈？是的，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子侄、孙子、重孙子，甚至重孙子。我是这个部落的族长，您可以称呼我为血狼王。尊敬的阁下，您所踏足的是血狼部落的领地，出于对您力量的尊重，我可以允许您离开。只是今日发生的事情，请您不要说出去。啊，他能离开，那我们呢？你们胆敢踏足狼神的圣地，那就留下来，给我的后辈们做血食吧。之前只吃了几个普通人，如果能吃掉你们这些血肉蕴含能量的黑暗强者，一定会进化得更快吧？那些向导已经……哼，果然是黑暗狼族的后裔啊！反复无常，时刻翻脸，毫无信任可言。要我离开也可以，让我带走所有的泉水与那株树上的果实就行。你胆敢觊觎狼神果？那是我族圣物，是狼神赐予我族的馈赠。任何胆敢觊觎狼神果的人，都是我血狼部落的生死仇敌。废话少说，滚出山谷，否则我不介意屠灭你们整个部落。杀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战吧！哼，找死！一起上！他的肉身无法承受多次击破阴障的负担的。是吗？武器，直击！加上之前跟亚当他们的战斗，今日至少动用了近20次破阴障，哪怕以青帝长生体的强大，也有点受不住了。他承受不了太多次了。儿郎们，冲上去，咬碎他的喉咙，撕碎他的血肉，用他的灵魂来祭奠我们死去的兄弟。谁能杀死他，谁就有资格服用狼神果，成为下一代狼王。死吧！用作预伏剩下的边角料炼制的一次性攻击符箓，还挺好用的。青木弃兵！每一头巨型狼人都是狼族中的精锐呀！华国人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，撕碎他！以为我没有帮手吗？2个半步神经，5个。陈凡如果早放出来这5尊神将，恐怕再来1倍的黑暗强者都不够他杀的。华国人，你胆敢屠戮我的族民！我要你死！神级！没想到，相隔数十年之后，终于有神级强者现世了。
那可是半步神境的鬼神啊，而且比一般半步神境还强得多。但在加格尔丹的手下，竟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这就是真正的神级吗？太恐怖了！竟然能伤到我！血狼王的力量比武功红衣还要强大数倍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啊！华国人，你的这些小玩具不堪一击！是吗？你以为只有你拥有不死之身吗？我的这些神将都是鬼神之躯，近乎不死，不知道你能杀他们多少次呢？什么？哼！我杀了你，他们自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就凭你，太恐怖了！快扯远点！自从修成青帝长生体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能够以肉身和我硬拼的强者。再来！我是不死的，华国人，你杀不了我。便是号称不灭的化神大能，都不敢说自己是不死之身。你区区一头杂种混血狼族，竟然也敢称不死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天赋神通，大金刚咒！这怎么可能？法术竟然也会被冻住！没想到在地球上还有能威胁到我生命的力量。刚才那样的法术，你还能用多少次？但我只要在这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中汲取这无止境的寒气，就能一直释放下去。这就是狼神赐予我们的馈赠，是你这样的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。陈北轩终究不是真正的神境，比起加格尔丹这样的老牌神境，有着天壤之别啊！你以为只有你有神通吗？离火金瞳，现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人的眼睛怎么能喷出火来？难道这才是陈北轩真正的实力？你要是纯血黑暗狼族，我还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可惜你只是一头杂毛混血罢了。撑过来了。你以为区区一点极寒冻气，我就奈何不了你了吗？离火金瞳第一变，红莲变！这火竟然可以灼烧灵魂！华国人，你胆敢伤我灵魂，我一定要把你撕成粉碎，一条条的吃进肚中！他神魂太强了，竟然没死，一点不够，那就再来！来得好！再来！我说了，华国人，你是杀不死我的。你以为凭着这点恢复能力，我就奈何不了你吗？我本不想动用这门神通的，是你逼我的。岁月，这是什么？
修成青帝长生体的时候，确实觉醒了2门神通，只是当初修为太低，无法察觉。太古青帝是传说中执掌时光的存在，岁月哪怕在青帝长生体的诸般大神通中，也位列前3。好强的威压！给我死！没用的，当我神通用出的时候，就已经迟了。怎么回事？岁月是无比奥妙的时光法则，哪怕我现在只有通玄修为，还无法触及时光，但只要模拟出一丝来，你便是花上1000万年，也没法沾到我一片衣角。不行，我得立刻离开。我说了，没用的。当我记起神通时，一切都晚了。岁月刀闪！大神通对现在的我还是太勉强了，不过这一刀值了。惊天动地的一刀，出这点效果？刚才那一刀让时光都凝结了，陈北玄绝对是付出极大代价才能劈出那震动天地的一刀，可是怎么会毫发无伤呢？不对！怎么回事？岁月如刀，一刀斩100年时光。可惜岁月这门大神通需要损耗本命元气，还好有胎元果能够把我的元气补足。陈前辈，您太强大了！此战之后，整个世界还有谁敢与您为敌？我等对陈先生心服口服。此行终究圆满了，只要再等10几天，等胎元果成熟就行。怎么了？结束了。陈北玄本不该死的，可谁叫他跑到西伯利亚呢？更何况还有血狼族部落和数10位西方黑暗强者，太诱人了。哪个国家能忍受得住一次性消灭半个暗榜和2个神级啊？我们之前还有拉拢他的计划，怪就怪他自己找死吧。似乎有小虫子活下来了。我去杀了他。区区一个受伤的亚当算得了什么？只是炸弹之父真的能杀死陈北玄吗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没有陈北玄的消息吗？异国的北方军区部队已经撤离了狼神谷，他们断定陈北玄哪怕还活着，恐怕也受到了不可弥补的重伤，说不定就死在了冰原上，被厚重的雪掩埋了。陈家最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没了陈北玄，其他家族都在暗中打压陈家。无论陈北玄是生是死，我们当初都承诺过会保护好他的父母亲人。你们再加派一些人手在陈家周围，玉清，安抚家属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我这一次闭关不知道花了多久，希望爸妈他们一切安好。当时还真是千钧一发呀。不好，收盾！那还仅仅是一枚常规炸弹，如果是核弹落下来的话，我恐怕必死无疑了。好在借助了生命神拳和胎元果之力，将青帝长生体修炼到了小成的境界。我此时距离神海境只差一个契机，只要需要，随时可以踏出那一步。现在修为大成，该找他们报仇了。老劳尔，那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娜塔莎，那只是一场寻常的雪崩罢了。我们快些走吧，赶紧找一个避风的地方，风暴很快就要来了。好吧，但我总感觉好像在那个山谷上面看到一个人飞在半空中。
你们有人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谁？你们看他脚下，没有脚印。难道，大人，今天是2023年7月16日。23年7月了。这么说，我在这里已经待了有1年多了。能一个人在冰原上生活1年多，他果然是个非同一般的强者。你们有谁知道雅库兹克在哪儿吗？我们就是从雅库兹克过来的，正准备往回走。您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回去。不用了，你们速度太慢了。给我地图和具体方位，我自然能找到。好的，您稍等。黑衣、黑发，他莫非就是我在山谷上空看到的那个人？大人，这是地图，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，大约1000公里左右，就到雅库兹克了。大人，您可以带上我吗？大人，我能看出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您可以带上我，我踏遍了整个异国，这远东地区的任何一座城市，我都知道方位。娜塔莎，那你知道异国北方军区所在吗？我知道，总部和分部都知道。好，你随我来，准备好。他竟然在雪地上以每小时数百公里的速度奔跑，而且我在他身边丝毫不感到寒冷。别走神啊！赶紧指方向。好的好的。大人，您去雅库兹克做什么？那里有个叫保罗的，他欠我一笔债，我找他还而已。保罗，雅库兹克的地下皇帝，应该不会是他吧？美女，一起喝一杯。陈北玄，保罗，我的朋友，你见到我为什么这么害怕？尊敬的阁下，我没有办法。北方军区的人找到了我，要您和亚当他们的资料，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呐，否则他们就会把我抓进监狱。凭我之前犯下的罪孽，足以枪毙10次的。你惧怕北方军区，就不怕我了？这朵红莲之眼会让你记得，你应对我心怀着恐惧。放过我吧！我说，出手的是异国北方军区司令部和血狼卫安德鲁。很好，北方军区、血狼卫以及异国高层，这些债一起算的。睡吧，醒来你们将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你应该看到了，我要去找北方军区的人报仇，你还要帮我吗？当然了，是他们先对不起您，您并没有伤害到异国，他们仅仅因为您的强大就动用导弹攻击您，您报复回去是正常的。那走吧，接下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这个小镇已经部署了军队，预计有上万名士兵。他们开始反应过来了。连续损失了12个军官，北方军区高层要是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就是一群蠢猪了。哼，他们估计以为我会借助人群掩护，暗中刺杀，可是我偏不，我就要正面击溃这支军队，告诉他们，我陈北玄来了。站住！那里是警备区，你如果再前进一步，我就开枪了。什么？我的上帝啊！难道我看到了天使了吗？他就是敌人，迅速开枪击杀他，不要让他靠近我们的阵地。要开枪吗？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上帝的使者。什么狗屁的上帝使者？他就是嫌犯，立刻开枪！怎么可能？开炮啊！用枪杀不死，不懂得用炮吗？那么大一个靶子，坦克呢？火箭炮呢？发射！陈北玄，哦，上帝啊！这样都杀不死？大人真是太厉害了！是他，陈北玄，他回来了。将军，
将军，请回话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调动所有兵力，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，迅速向总部求援。就说我们遭遇了陈北玄，需要支援，需要支援！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冲入阵地中。用拳头打爆炮弹，这还是人吗？上啊！别愣着！聒噪！烦！撤退！撤退！总部，请求支援！陈北玄来了，我们拦不住他。陈北玄，啊！快躲开！我是2号指挥瓦里西，现在战况怎么样了？喂！报告总部，国军战败，师长已经阵亡，敌人向着总部冲去了。什么？需要动用核武吗？大人。将军，再不做决定就晚了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拨通紧急专线，就说北方军区要求1枚核武手。怎么回事？陈北玄来了，这么快？你就是谢尔金，北方军区负责人，下令对狼神谷开火，并指示投放炸弹之父的人吗？尊敬的陈北玄阁下，您这样做很容易挑起战争。而且您要知道，就在刚才，我们已经向上提交了动用核武的申请。您确信要与我们为敌吗？不是我要与你们为敌，而是你们已经做出决定了。这一刀是为了杨擒虎。陈北玄居然还活着！哼，神境之下皆为蝼蚁，我原本以为是虚言，现在看来都是真的。我要去拜见老祖，此事已经非我能做主的了。可是大人，老祖不是吩咐不到洪门生死关头的时候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吗？现在已经是洪门的生死关头了。是啊，连精锐装甲师都挡不住他。陈北玄若杀来，偌大的洪门顷刻就要颠覆，这确实是洪门的生死关头了。大人，火车上检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，之前只是隔几站才检查一次，现在每个站点都要停靠检查。没事，我已经施展过法术，他们看到的都是一层幻象罢了，不会发现我们的。而且我们这一路行来，灭掉了他们17个分社，他们怎么会不气急败坏呢？大人，我们一路都没找到剩下的成员了，他们应该是畏惧您，提前逃离城市了。这些人都是精锐特工，不畏生死，不可能是怕我。我更相信他们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埋伏，准备给我来一个大的。也是，如果是伏击地点，应该是较大的城市，方便布置人手，并且是您一定会停靠的。那离我们最近的应该只有巫山市了。巫山啊，哼，到时候看吧。如果巫山市内的成员没有逃，还大摇大摆地待在总部里面，那就代表着他们做好埋伏了。大人这么强了还不忘随时修行，我也要积极用大人传授的法诀修行才行。果然，那些特工没有离开老巢，而是全副武装待在里面。周围埋伏着众多精锐战士，其中有几个这种气息跟血狼族很像，难道他们就是血狼卫？走吧，让我们去会会那些血狼卫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回。
强的火力，居然这么快就到第10层了。大人应该和血狼卫交手了，就是不知道谁输谁赢。别躲了，出来吧！你们身上那股臭味儿，哪怕隔上上百里我都能闻见。你们就是血狼卫吗？安德鲁呢？安德鲁与伊万大人在首都等您。您今天若能从我们手中逃脱，自然能见到他们。是吗？那我就先收拾了你们，再去斩下安德鲁的狗头。这就是血狼卫吗？除了更加凶残好斗一点，与那群杂种狼人也没什么区别吗？刚刚那一拳，便是亚当都未必能挡住。难道是这件防护服？再来！有点意思啊，能够斩金断铁的刀芒，竟然没把钢爪劈开，只能把他们击飞。我还真不信，就凭这些装备，你们就能挡住我。竟然没打破这紧身衣，不可能啊！难道是生物铠甲？像是我曾经在星际文明身上看到的星际宇航服的材质。那种宇航服都是用高级生物技术制造而成，便是电磁炮都无法打穿。有意思，地球的科技看来发展不慢啊，连生物铠甲都出来了。你们若是都到了血狼王那个境界，联起手来，说不定真能威胁到我。来，真以为仗着防护服，我就奈何不了你们吗？也罢，就让你们看看，修仙者当年是怎么踏平科技文明的。生物铠甲最怕火焰，尤其是离火金铜这样高纯度的神通火焰。不好，快退！永别了。大人，走吧。这一战之后，血狼卫们估计元气大伤，恐怕到首都前，我们都不会再遇到什么阻碍了。竟然没有一个士兵驻守检查，大人，好像不太对。陈北玄阁下，有位大人想要见您。朱雀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从您击破的分社的位置分布，可以推理出您的大概路线。虽然他们用各种仪器无法侦测到您，但使用排除法，很容易能锁定您乘坐的列车。阁下，那位大人还在等您呢。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去见见他，看看这一国还有什么高人。娜塔莎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朱雀，你安排人将他安置好，保护他的安全。没问题。朱雀说的那位大人，应该就是血狼卫的真正领袖了。这么说，我很快就能见到安德鲁了。大人，陈北玄来了。哼，久闻阁下大名了，没想到你真的如此年轻。这颗星辰上面已经有多久没有出现新的神级了？见到你，我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叶将军。神境强者，而且不是普通的神境，这股气息，神境中期吗？你是？在下奥列格·尼古拉维奇，第一任血狼卫首领。奥列格大人是一位非常强大的神境强者，绰号血狼王，哪怕在100年前的众多神境中也位列前端。血狼王，你和血狼王加格尔丹是什么关系？在100年前，我与加格尔丹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可是加格尔丹始终恪守我们狼族的隐士条约，不愿意出山，终究落后于这个时代了。陈北玄阁下，你破坏了神境与当世大国之间的约定，如果不是我阻拦，首脑已经要投放核武，将你从世间抹去了。他如果敢的话，尽管来试试。
阁下看来执意要与我们为敌了。是啊，陈凡，上面派我过来，也是希望您能顾全大局。陈北玄阁下，我知道您很厉害，但哪怕是神级强者，也有亲戚朋友。你再强，能够庇护你的亲友吗？他们只是普通人，区区一颗子弹，就能取走他们性命。你在威胁我？好恐怖的气势！陈北玄，你是要挑战我国的威严吗？我平生最恨别人威胁我。如你所言，我有父母亲人，但你没有在乎的东西吗？比如这片土地和你手中的军队，到底是我的亲人目标大，还是他们的目标大？陈北玄阁下，正因为如此，当时神境们才会与大国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规则，大家互不触犯，互相威慑，遵从和平。而你破坏了这个规则。是你们先破坏规则，擅自动用大规模武器，想将我和那些暗榜强者一网打尽。这件事军方确实考虑欠佳。哼，考虑欠佳？要是我没活下来，这将是一次完美的行动吧。阁下，是非对错已经不重要，我们固然先攻击你，但你也杀了北方军区那么多军官和众多血狼卫，你如果能就此住手的话，我们一笔勾销如何？哼，一笔勾销？是啊，陈凡，再斗下去对任何人都没好处，只会两败俱伤的。陈北玄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对你没有办法。现代武器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，现在更不是神境强者就能横行一时的时候。你以为世间只有你一位神境吗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出来？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所以，你在周围埋下了微型核武。要知道，这核武爆炸不只是我，你们都要死的。你们埋了核武？那是最后的手段，以防我战败了的情况下。但是凭你还不够资格，我可不是加格尔丹。是吗？错。哦，哼！陈北玄阁下，你还要再战下去吗？战争一旦开启，到时候就不是你我想停就停的。想一笔勾销也可以，把安德鲁交给我，我转身就走，绝不踏入异国一步。这不可能！安德鲁是我们异国最强大的血狼战士，是血狼卫首领。哦，去！安德鲁！可恶！死吧！死吧！来得好！呵！这就是神境强者真正的实力吗？赢！呵！你不像一头狼人，我仿佛感觉在和一位东方武者交手。修炼到神境以后，武道术法都是相通的。我辈修行只有一往无前，勇猛精进才是王道。固步自封只会灭亡。善，可惜呀，地球上灵气薄弱，你终其一生先天无望。陈北玄，接我这一招！血神九变！这招本来是为了对付你们的叶将军，没想到却用在你身上。好，你也接我一拳！一拳败敌！胸口居然没有伤口！又是生物铠甲！你刚才那一拳是什么招式？这已经不是人间的拳法了。这一拳无名，只是我临时创出。临时创出？没想到你已经到了如此境界。再来！你便是来100爪、1000爪，也挡不住我这一拳。
这个生物铠甲有点烦人啊！破！1年之前，你如果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真未必奈何得了你。当时为了杀一个加格尔丹，都差点让我重伤。可是现在你来迟了。100年前，华国出了个林书明，50年前出了个叶南天，现在又出了你陈北玄。上帝待华国何等之厚啊！说完了吗？我既然是一国的守护者，又怎能低头求饶？染血秘法！既然说完，那就去死吧！先天一气，以木大旗拿手。陈北玄阁下，我国祈求中战。哦，混账！我还能战，血狼卫还能战，怎么能祈求中战呢？1万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下达的这个命令？老师，是宫里那位亲自下的指令。啊！唉，罢了罢了，既然是那位下达的命令，奥列格自当遵从。你们想合战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尊敬的陈北玄大人，狼神谷一役，罪责在我们。您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一概不追究，并且您可以提一个要求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都可以。一个要求？随便什么要求吗？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，我国都会完成它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个也可以吗？啊，如何？好，我们答应。既然如此，东西到手那刻，我就立刻返回华夏，从此我与你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阁下，您要知道，那东西太敏感了，我们没法帮您运回去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老师，老师，我如果再来晚1分钟，您今天可能就得当场战死在这里了。这种血脉药剂终究只是实验室刚开发的，只能终止初期的燃血，到了后期就彻底没有办法了。没事，我来之前就有这样的觉悟，只是没想到这个陈北玄如此强大，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又一次直面叶将军。真的决定要低头吗？我只要拼死拖住他，绝对能把他在核武爆炸前难住。老师，哪怕杀了陈北玄又如何？他只是一个人呐。为了杀他，已经葬送了安德鲁和17位血狼卫了，不能再牺牲您了。唉，又见面了，陈北玄。我的东西呢？这就是你要的东西，详细的使用说明也在里面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朱雀小姐，请代我与血狼卫向尊敬的叶将军致意。我一定将您的问候带到。辛苦亿万大人送我们一程了。你们的顾虑我明白，有我这个血狼卫最后一位首领做人质，你不用担心直升机会坠毁。被陈北玄这一闹之后，那些躲在世界各地的老朋友们，恐怕没法再悠哉悠哉地藏在背后了吧。你该和我说说这1年的变化了。这个怎么有问题吗？难道这1年之中，小琼和我父母出什么事情了？您放心，在苍龙的保护下，您父母自然不会受到丁点伤害，包括你的小女友也没事。只是陈家这1年不太好过。江南省还有敢为难陈家的？您以前在的时候，江南省自然没有。但您消失了整整1年，
许多人都认为您死去了，所以……人心啊！既然我父母小琼他们没事，那这一切都还好说。至于那些敢触犯陈家的，我自然会一一讨回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其他的基本没有了。陈将军，您请放心，有我们的保护，您父母和陈老爷子以及方琼小姐都安然无恙的。那就好。为什么你从头到尾说了所有人，却没有提到安姐姐？安姐姐她怎么样了？安小姐她……安姐姐出什么事了吗？安阳小姐自然没事，只是安家上门把她带了回去。安家？安锦绣阿姨的那个安家？是的，陈凡动怒了。哼，当初是他们安家不要我姐，现在却又强行带走，能安什么好心？大人，您听我说，安雅小姐她是自愿离开的，不是安家强迫的。哼，自愿？安家抛弃了他们母女俩，拆散了一对婚姻，安姐姐怎么可能自愿回安家呢？大人，这里面有些内情，并非您想的那样。不用多说了，等我登安家大门的时候，看他们怎么回答我吧。希望这位绝世强者下手能收敛些。爸，要我说，咱们陈家落到现在这个下场，全怪老三一家。二叔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小凡当时做这些，不都是为了我们陈家吗？是啊，他为我们陈家好，所以我乖乖把陈氏集团董事长位置让给王小云了。结果现在呢，陈氏集团濒临破产，王小云的锦绣也被季家和汤家步步打压。陈氏要是破产了，大家就都喝西北风去吧。好了，老二，你少说两句。爸，这不是我想啰嗦，而是现在陈家确实到了生死危机的关头。你们还指望那小子回来吗？啊，都1年多了，他是铁定死在西伯利亚了。那异国军方是好惹的。陈凡哥哥没死的，他可是最厉害的，怎么可能死掉？爷爷，这种情况下，照我看只有一条路走了，那就是向宋家低头。不可能的，哪怕宋家同意，站在宋家背后的韩二少韩洪坤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陈家的。爸，你错了，韩洪坤与宋家不是不放过我们陈家，而是不放过三叔一家。这个不好吧？三哥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女儿又被安家带走，现在锦绣集团也风雨飘摇。我们陈家要是抛弃他们，这是把他们夫妻逼上绝路啊！此事休要再提，要是传进你三叔的耳朵里，岂不让他们心寒？现在陈家就剩小云勉强支撑着，你却在这里要抛弃他们。你们现在不同意，等有天陈家真被逼上绝路，总会想起我今天的话，到时候便是以爷爷的威望，估计都无法阻拦了。爸，你得拿出个主意来呀！今晚宋家他们已经放出话来，要把我们陈家从金陵撵出去，赶尽杀绝，再不做决定就晚了。我去开门吧，家还没散呢，二叔和我哥的嘴里真是恶心。你找谁？怎么了，姐？不认识我了？小凡。要我说，这宋家既然逼得这么紧，那小安的话也有道理。不如咱们就把老三一家扔给宋。小凡，什么？陈凡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果果好想你啊！哥哥也想果果了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小凡，你怎么回来的？魏长庚派人来告诉我们，你在异国军方的炮火下面。是啊，当时异国北方军区投放了1枚炸弹之父，可惜没炸死我。我躲到了一个地方闭关修炼了1年多，前几天刚出关。唉，老天保佑，真是万幸啊！我出来后，顺手杀了异国北方军区的司令谢尔金中将，还灭了他们17个特工分社。什么？那异国人，他们没找你报复？没事，爷爷，我们已经握手言和了。最后是他们的人亲自坐军机把我送到边境的，当时朱雀也在。握手言和了？
哥哥最厉害了。当然了，哥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，谁要是敢欺负哥哥，哥哥就狠狠打他屁股。小凡呐，二伯错了，之前二伯说的话都是脑子进水了，你千万别和二伯斤斤计较啊。陈凡回来了，这个陈家终究不会倒下。小凡啊，这个家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爷爷，我刚回来，有很多事情想问您。哦，那我们去书房吧。我去泡茶。小凡，刚才的事是爷爷对不起你，我没想到千行和陈安的心会这么狠。那些事就不提了，这些人与我关系不大。爷爷，这次的事给我提了个醒，依靠外部势力终究不牢靠，我们陈家得靠自强才行。以后我们陈家要转换成类似于陆家、顾家那样的武道世家。至于像二伯、陈安这样的人，随便给他们点钱，打发他们在势力外围就是。只有修习功法的人，才算我们陈家真正的核心。这样的陈家才能永久传承下去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宋家他们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给过他们机会，结果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就跑回金陵，对您和陈家这般羞辱，以为我陈某人的飞剑是摆设吗？爷爷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先去见一见宋家的家主。我刚把茶泡好。大哥，之前我们被那姓陈的一言逐出金陵，现在咱们又回到这家中来了，反倒是那姓陈的小子早不知死在西伯利亚哪个雪地中。快在！老三，你喝多了。如今陈家被我彻底踩在脚下，可算出了口恶气。只是这几天洪坤一直没给我打电话，莫非出什么事了？爸，我刚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有人在东山别墅区看到陈凡了。怎么可能？段明，你肯定喝多了。那姓陈的早死在西伯利亚雪原。谁说我死在西伯利亚的？你谁啊你？别以为仗着自己有点本事，就敢欺负到我们宋家头上来。这金陵城中，我们宋家是公认的第一家族，你敢杀我宋家人，就等着被……闭嘴！宋世华见过陈大师。你不是死在西伯利亚了吗？是啊，导弹没炸死我，我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。大家坐，继续吃嘛，别因为我来了耽误吃饭。这位女士刚才说的很好，宋家是金陵第一大家族，这样一个家族如果被灭掉，可惜了。陈将军，秀丽刚才都是胡言乱语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你既然认识我，那就应该知道，我陈凡从来说话一言九鼎。我说不想在金陵见到你们宋家，现在为什么又看到了？陈大师，您听我解释。哼，看来是我离开太久，你们已经忘了我陈某人的手段了。莫非以为我陈某人死了，说的话就不管用了？陈大师，这一切都是我宋家的错，我宋家这就滚出金陵，求您饶了我们吧。爸，你何必这样怕他？他陈北玄再厉害，我还不信他真敢灭我们宋家。韩家会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做？对，韩家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韩家，5天前我在远东斩了1国北方军区司令，这样的大事，韩家会不知道吗？可偏偏韩家一点都没告诉你，你说韩家是什么打算？什么？我仅仅离开1年，你们宋家就违背约定，还想将陈家赶尽杀绝，差点逼死我爷爷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我之前是我心慈手软，饶了你们宋家，结果铸成大错。现在我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。剑来，归元！你怎敢
怎敢伤我宋家？你怎敢？我有何不敢？还有任家、花家和金陵的其他家族，虽然你们只是帮凶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陈北玄是恩怨分明的人。经理，到底因为什么事把我们大家都召集来？四叔，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说陈家的陈大师回来了。陈家的陈大师都杳无音信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知道死在哪儿呢？而且这么大消息，整个金陵一点风声都没有啊！金陵啊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建林啊，你别怕，那陈大师都是死了不知多久的人了，咱们应该立刻对陈家下手，趁机痛打落水狗。陈北玄真的回来了！死鬼！哦，今天召集大家来的目的是商量一下家族的下一步规划。陈家现在已经无力回天，我们要趁早拿下陈家手里的份额。家主，是陈北玄，是陈北玄回来了。炼化这归元剑后，不需要上门，确实省心多了。可惜不能如真正的剑仙般炼化入体内，这把剑终究只是个剑胚。整个金陵就剩这最后一家了。爸，您站在这很久了，天这么冷，被江风吹着会感冒的，快喝杯热茶吧。傻丫头，你爸我修为踏入半步化境，区江风算得了什么？我实在担心，等陈大师回来，我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呀？爸，这不怪您。陈凡一去，生死不知，没了他的镇压，他身前的那些对手找来，我们唐家也只能勉强保住自己。就不知陈大师回来愿不愿意听我们解释了。哦，什么解释啊？远清拜见陈大师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起来吧，5天之前我就回来了，你不知道？我这身份地位，说穿了只是江南一个土枭。这2天虽然接到武道界一些朋友的消息，但之前就有很多类似谣传，所以远清不敢太过相信。你听到的都是真的。陈师神威，一人破万军，这消息一旦传出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步的。什么？好了，我来此不是听你吹捧的。这1年内的事情，你如果不给我一个解释的话，陈某人的飞剑可是不认人的。在来唐家之前，我已经屠灭了宋家，又连斩了金陵16个家族族长的首级。我不希望唐家是第17个。陈师，您听我解释。陈凡，你消失之后，洪门就请动了东南林家的林泰山，统合了整个江北。你在江北那些手下尽数败在了他的门下，就一个徐傲不服，还被他杀了。江北在手，他又是宗师身份，我们唐家能怎么办？要不是顾及军方和朱雀小姐，恐怕现在整个唐家都被林泰山踏平了。徐傲死了。当时林泰山携洪门与宗师之围而来，连魏家都得退避3分，江北其他人都立刻改换门庭，只有徐傲坚持，被林泰山当场击杀。徐傲死了，那许荣飞，这一世，我以为能让你们一世幸福安稳，却因为我的牵连疏忽，连累你父亲身亡。你去把江北所有人，包括林泰山的资料，全都给我找来。是。这是林泰山等人的全部资料。林泰山出身自东南林家，林泰天的胞弟，化境初期被洪门邀请来坐镇江北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部分洪门暗月部队的人，雷千珏的几名弟子，以及楚州的周天豪、天河的韩天生、江州的武器行等人。哼，宗师之威压下，不叛变就得死，这点我理解。我恨的是这些人在徐傲死后丝毫不留情面。
把徐耀的所有家产都瓜分干净，更把我之前留在江北的诸多财产与云雾灵泉同样收入囊中。他们既然选择了背叛，那就要有承担后果的决心。归元，爸，您说陈北玄这是去做什么？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何必问我？恐怕连林泰山他们都没想到陈师会杀回来吧。今晚的江北注定让很多人无眠了，只是可惜了徐耀那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找到你了，洪师傅，这一次唐家派人来挑衅，多亏您出手打退了。哈哈哈，大家都是林宗师麾下的，我责无旁贷。唐家除了唐远清之外，其他人不值一提。而且过不了多久，林宗师会亲自出手，踏平唐家。到时候，这整个江南都是你们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人登门，你去看看。哼，不用这么谨慎，便是唐远清亲自杀上门来，我也能护你周全。你是？我叫陈凡，你应该知道我。2年前，我透过你一个手下叫军阁的人告诉你，我会登门拜访。今天，我如约来了。陈大师，你就是陈北玄，可你不死了吗？你怎么可能从炸弹之腹下逃出来？聒噪！放心吧，很快你就能痛饮高手的血了。搜魂秘法。没想到我才走了1年，整个江北竟然变成这种模样。周天豪、刘国栋、韩天生，还有魏老三，今日就用你们的血来祭奠徐傲在天之灵。这一次多亏了您，才能镇住江北这个盘子。您的恩情，我洪门不会忘记的。江统领客气了，东南林家与洪门历来同气连枝，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。可惜陈北玄竟然从炸弹之腹下活了下来，导致我们这里的事业功亏一篑。现在总部紧急召我们回去，怕陈北玄回来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江统领大可放心，陈北玄想回来，至少得过血狼王那一关，那可是位神境强者，我们时间充足着。先生所言有理，等陈北玄回来，我们一回洪门，一回林家，谅那个陈北玄也不敢杀上洪门总部和林家山门。什么人？周天豪？是什么人？竟然杀了周天豪？恐怕是我们最担心的那个人来了。你就是林泰山。陈北玄果然和林踏天长得很像。你是为林踏天报仇，所以来江北吗？林踏天叛楚家族，已经与我们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尊敬的陈北玄阁下，我来江北这1年，未动陈家人一根毫毛，此来仅仅是受洪门会长的邀请罢了。你与洪门的恩怨，和我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倒是摘得干净。是啊，你没有伤我陈家一人，可是你却杀了我一个朋友。哦，是谁？徐耀。他？陈北玄阁下，我等都是武道宗师，那徐耀、周天豪等人只是蝼蚁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入你我的眼？是啊，徐耀在你眼中只是蝼蚁，随手就可杀之，但你在我眼中不也同样是蚂蚁一般吗？阁下，您真的要为一个蝼蚁得罪我们东南林家吗？这林家很了不起吗？林泰山，你跑得掉吗？归元，飞剑去！这一剑起自金陵，一路到楚州，最后以一位宗师之血为入鞘之计，也算对得起你徐傲当年的一席之劝，和这归元2字了。
小凡，妈，我回来了，你们放心吧，这颗星辰之上没人能伤到我的，别担心。小凡，咱们不修这个仙了，就守在江南，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好吗？妈，现在陈家所有人的命运都系于我一人身上，我如果不修仙，不掌握力量，这1年中发生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在陈家身上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心疼你。好了，老婆，现在小凡回来了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陈家，不如我们好好修炼，以后遇事也能替小凡分担分担。对了，妈，安姐姐她……这件事是我对不住小雅，当时季家他们给锦绣施压，正好安家找上门来，本来小雅是抵死不回的，但安家提出条件，只要她回安家就会保锦绣安稳，最后小雅瞒着我跟他们回去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去安家把姐姐平平安安带回来。爷爷爸妈，这次陈家虽被打压，但也让我们看清楚了哪些家族值得深交，咱们可以定个章程，这一次只要是对我陈家好的都要拉拢扶持，得罪不深的逐个敲打一番再拉拢，至于那些对我陈家一直敌视的就逐出金陵，只有这样才能在江南省真正确立我陈家的地位。方家和苏家那方面你准备怎么做？你离开这1年，小琼经常来登门安慰我们，明德和素素2口子也不时打电话过来，但是听说梧州苏家那边似乎有悔婚的意思，苏家那个苏正德似乎又想和季家联系。妈，我喜欢的是小琼，至于梧州苏家，他们要是自己找死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，只是我这一去就是1年多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不知道小琼会不会怪我啊？小琼，我特地跑过来陪你，是和你一起去找你老公的。你跑到图书馆来干嘛？我没让你来呀，而且既然他回来了，无论我在哪，小凡自然会找到我的。唉，消失了1年多，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的时候，又蹦蹦跳跳的回来了。你是不知道整个金陵和江南被他闹成什么样子啊！这下我看苏家人怎么办？苏家天天逼你嫁给季洛尘，苏家小辈，尤其那叫苏倩的，没事就对你冷嘲热讽。要不是小琼你拦着，我都想抽他了。苏家的所作所为确实令我心寒。混蛋！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等了好久。对不起，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苏家又逼你了吗？我本以为苏养浩是个明智的人，没想到却这么糊涂，任凭自己的儿子肆意妄为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陈凡，你是不知道苏家那些人多可恶，尤其叫苏倩的，经常当众刁难小琼。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你能平安回来就好。过2天，我陪你去梧州一趟。好，你回去吧，我和瑶瑶再逛逛。突然消失1年，之前被打压的势力尽数反扑，看来得建立一个势力，哪怕在我离开后，都能庇护住陈家、陆家、郑家乃至所有人。这段时间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去接安姐姐回来。哼，从朱雀给的资料来看，安家把安姐姐接回去，很有可能是拿她当联姻工具了。上一世，锦绣刚兴盛就被万荣吞并掉，估计安家也没想起还有这样一个血脉流落在外。如果安家是顾念旧情，想要补偿安姐姐，我还不好下手，但想把安姐姐作为货物交易出去，就别怪我陈凡的飞剑不留情了。在市中心建座大别院，真是好大的气魄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先生，请留步。你有请柬吗？我没请柬，是来找人的。你要找谁呢？请在那边登记一下，我们会帮您通报的。我找安雅。安雅？
没听过这个名字呀。哎，小伙子，安家大门可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。房总，您来了，快里面请。先生，我们安家可能没有叫安雅的，您估计认错人了。她在里面，我能感觉到。先生，您再胡搅蛮缠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你找安雅姐姐，莫非你是江南那边安雅姐姐的亲戚朋友？小希，别随便和陌生人说话，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可是姐姐，她认识安雅姐，肯定是从江南那边过来的，说不定是安雅姐的朋友呢。雨晴啊，小希既然开口了，那就带她进去吧。如果是假的，再赶出来就是。这姐夫对我最好了。什么姐夫？还没结婚呢。安雅姐姐怪可怜的，平时都孤单一个人，难得有朋友从江南省过来看她，你就让人家进去嘛。好吧，这位先生，你既然说自己认识安雅，那就随我们进来吧，但是别乱跑。哎呀，你难道是安雅姐姐的男朋友？不对呀，风玉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小希是家里最小的，从小被爷爷和爸妈宠坏了。没事儿。对了，雨晴，你们之前说的那个安雅，莫非就是要与西北傅家联姻的那个？就是他。西北傅家呀，这可真是真正的大家族，尤其是傅正廷，号称人中之龙，能力手腕都是绝佳。傅家傅振廷与燕京那几个顶级公子哥相比，都未必逊色。安雅能嫁给他，简直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真的是安雅姐姐的朋友？我和安雅姐姐关系最好了，你可别骗我哦。我叫陈凡，是她的弟弟。安雅姐姐好像是有个干弟弟，但我没见过。小女孩天真浪漫，心机不深，3两句就能套出话来。联姻的果然是安姐姐，安家加傅家真是天大的势力，要是一般人，还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得逞。安雅姐姐，你快看，我把谁带来了？你带谁来了呀，小希？是你弟弟呢。安雅姐姐，你快出来啊！小凡，是我，安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小凡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还活着？安姐姐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的天，这看起来不像弟弟呀！不会真的是男朋友吧？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。小希看到了肯定笑话你。你是我姐姐，我抱你一下怎么了？安姐姐，你和傅家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是不是安家逼你的？小弟，你别冲动啊，也不能说是他们逼我的。大爷爷答应保住锦绣，我才跟他回来的。再说，安家终究是我家。那傅家的事情怎么说？傅家也只是说说而已，这年头相亲多正常啊。再说安姐姐都这么大了，总该找个夫家吧。安姐姐，你别骗我了，你住的地方这么偏，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把你接回来。安家当年对不起锦绣阿姨，对不起你，如果他们风风光光把你迎回来，倾尽全力补偿你，那我绝无二话。但现在呢，我报你的名字，连门口的门卫都不认识你，他们就是把你关在这里，当做一个奇货可居的金丝雀，时刻准备卖出去。小弟，你放心吧，我本来就没答应这桩婚约，你哪怕不来，我也想明天告诉外公的。安家这是趁人之危胁迫你，敢得罪我陈北玄的姐姐，那就别怪我3尺清风了。安雅，这人是谁？在这胡说！外公、外婆、舅舅还有舅妈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混进来的？不知道我们安雅身份尊贵吗？保安呢？怎么平白无故让人混进安家来？哎呀，他是安雅姐的弟弟，我带进来的。小希，你还小，不知道有些人居心叵测。我们安家高门大户，不知道多少人想攀附进来呢。安姐姐，他们就是你在燕京的那些所谓的亲戚吧？也是逼死我母亲，赶走我父亲，
又抛弃我，让我差点死在街头的人。我是安姐姐的弟弟陈凡，今天来这里是准备带安姐姐回去的。什么？我们家小雅要嫁给傅家的，傅家大厦马上就到，双方都要议定婚约了，怎么能回去呢？哎呀，我们当时约定好的，家里保下锦绣，你就听从家里的安排，你忘了吗？舅舅，我没忘。你没忘？我看你是准备反悔了。哼，用完就撇到一边去，真以为我们安家好欺负的？我当时只是答应跟你们回来，没同意与傅家的婚约。哎呀，到这种地步，你们身为安姐姐的外公外婆，不准备出来说句公道话吗？哼，你应该是金陵陈家的人吧？安雅是我安家的后辈，人生大事自然由我安家安排。况且这对他来说是好事。傅家的公子傅正廷是何等人物，这桩婚约还是我们好不容易为他争取的。老而不死是为贼也。安在成，当年你能狠下心眼睁睁看着女儿去死，我就应该想到你是什么样的货色。混账！你和谁说话呢？没大没小！小子，这里不是金陵，不是你们陈家，况且你们陈家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？糟了糟了，姓陈的小哥哥得罪了安在成的老头子，肯定要倒大霉了。我得赶紧去找爸爸和爷爷，只有他们能劝动这老头。放肆！啊，好大的动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是安雅在的院子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糟糕，小西刚带那个人去找安雅，不会出事了吧？玉清，你别担心，这里是安家大宅，小西不会有事的。安家传承上百年，底蕴深厚，不要说一般毛贼，便是内境高手来了，到此也得退让3分。也是，都把我给急糊涂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赶紧去吧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那小子。他敢得罪我妹妹，扰乱安家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管你是什么人，占着自己嗓门大就敢来安家撒野了？保安呢？还不快过来！小凡，可千万别冲动，这些人还不够你一个手指头戳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？安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是你们安家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本来想给你们安家一个机会，所以在门口没有直接杀进来，没想到你们安家比我想的还要腐烂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少废话，赶紧滚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安家，容不得你撒！哎呦！你敢打人？上！给我把这个狂徒拿下！滚！我之前给过你们机会，可惜你们没有珍惜，现在就别怪我了。住手！董事长，天书，陈家小子，家主和安董都来了，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！看你干的好事！你以为他们来能救得了你？跪下！啊！我的腿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原来是内境高手，但是小子，你以为凭借一点武功就能纵横我安家吗？行凶！安董，交给我吧。是邢守球，据说他的武功已经修炼到了内境巅峰。邢叔他要动手了，那陈家小哥哥……小子，你千不该万不该来安家作乱呢。今日我不杀你，只废你2条腿，让你记住这个教训。慢着，这位小兄弟，你是陈家人？爷爷，这个小哥哥是安雅姐姐的弟弟，你别让邢叔叔为难他好不好？臭丫头，你还敢帮腔！金陵陈家的人，据我所知，安雅只有一个弟弟，似乎叫什么陈凡。可是他早在1年前就已经传来死讯了。我就是陈凡。陈凡，陈北玄，大赦披挂门，邢守球，拜见北玄先生。
原来是陈将军当面，难怪老邢这般恭敬。之前是手下人失礼了，老夫安在清见过陈将军。既然知道是我，为何还敢对我姐姐下手？莫非以为我陈某人不敢动你安家吗？陈将军，安雅是安家人，我们将她接回母族也是经过她的同意，婚约之事也是为了她好。为她好？哼，将她囚禁在这里，为了你们安家的利益，逼她嫁给什么西北富家的公子吗？陈将军，你此言何意？安家先是拆散安姐姐的父母，又在逼死她母亲后抛弃她，现在又来趁火打劫，威逼利诱她回来联姻。你安家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那我就让你们全都交代在这儿。陈北玄，我知道你纵横江南无敌，但你要知道，这里是东河，不是江南。在这，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卧着。陈凡的恐怖，那是你们能想象的。便是安家再强，势力再大，也挡不住陈凡一剑。是什么人胆敢来东河安家撒野？傅振廷，他怎么来了？振廷，你来了。安老爷子，安叔叔，我刚到东河，听说有人在安家闹事，就匆忙过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他就是大闹安家的人。这人好眼熟啊！他是小雅的弟弟，金陵陈家的人，想要带小雅回去，我们怎么劝都不听，还打伤了小雅的舅舅。金陵陈家，陈家不是已经衰败了吗？自从陈北玄死后，陈家也没什么厉害人。啊！西北武家武胜湖拜见陈先生，不知陈先生当面万万恕罪。胡说，你这是何意？武胜湖，天榜位列第8的武胜河是你什么人？盛和正是我弟弟。莫非？不可能啊！他不是1年前就已经死在异国的导弹之下了吗？陈先生一回来，就于万军之中斩杀异国北方军区司令，更以一人之力逼得大国俯首，令世界震怖。只是没想到先生来得如此之快，我等还以为先生刚回国呢。开玩笑的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姐，他们在说什么啊？哼，安雅是我的姐姐，却被安家逼着要嫁给傅家，你说我该不该来？什么？傅振廷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简直找死！陈先生，这是我武家的错，傅家胆敢侮辱当世神话，我必让傅家给您一个交代。不说，你做出这种混账事情，甚至牵连整个家族，不要说打你一巴掌，便是杀了你都足够了。傅家家主能同意让安家的私生女联姻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傅振廷搞的鬼。如果不是傅振廷看上了安雅，安家吃饱了撑的跑去中海找人，陈北玄必定清楚其中缘由，只求不会连累到我们武家吧？不用了，我自会上西北，让傅家亲自给我一个说法。振廷胆敢在知情的情况下觊觎神话，理应付出代价。武家主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陈先生是神境，是当世神话，任何胆敢辱没陈先生的，都得付出代价。他是神境，原来是神境仙师驾临。安在清有眼不识先人，万请先生恕罪。爸，混账，还不跪下，给陈仙师请罪！我逼安家下跪，伤傅家继承人，这就是神境的力量吗？原来他是这样厉害的人物，连我们安家都惹不起。仙师，安女士这2个月来的所有委屈，我武家定会替您讨回公道，请您暂收雷霆之路，让我等有赔罪的机会。是，我安家一定会给仙师一个交代。看在安姐姐的份上，我不愿在安家多做杀戮，你最好是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请仙师放心，安家一定竭尽全力弥补安雅小姐这2个月，不是这20多年的所有委屈。安姐姐，既然安姐姐同意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仙师请移步正堂，我们坐下慢慢聊。
凭什么？我家世比他好，找的夫家也厉害，从小顺风顺水，而他只是个家族弃儿罢了。可他竟然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，连家主在他旁边都得陪着小心。陈仙师，请入座。陈仙师，不知您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呢？安家资产从今以后有一半归我安姐姐。这不可能！住嘴！就依陈仙师所言。好，记住，3天之内这些资产要到我安姐姐名下，否则别怪陈某人一剑飞来。不敢，绝不敢。父亲，一半的资产分出去，这安氏集团说不定都要易主了呀！混账东西！若不是你爸我刚才答应的果断，你怕是小命难保了。他已经废了傅家的傅振廷，难道还敢对我动手吗？安兄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昨晚陈仙师发威，金陵10几个大家族都遭了殃，最后是特殊部门的朱雀出面收拾残局的。什么？天爷呀！当世神话，这就是当世神话。天书，你立刻将一半资产转入安雅小姐名下，绝不允许有半点耽误。是，父亲。童山，主人已经闭关3个月了，你说会不会出问题啊？算了，你就是个机器人，问你也是白搭。主人失踪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回来，结果才匆匆见一面就说要闭关，难道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啊！这是灵气成云，灌溉千米，八面如帐，这是成就神境的标志啊！可是古籍中记载的神境不是灌溉100米吗？这个气旋怎么这么大？比神境的大10倍！进来吧，主人。主人，您突破成功了吗？重生回来3年，日日苦修不坠，今日终成神海。我今修成神海，神魂大成，可以夺舍重修，哪怕肉身毁灭也无所谓了。哼，现在该找季家他们好好算账了。凡儿，你闭关成功了。哼，看来这1年多，爷爷的苦修没落下。我这只是一些小功夫，比不得小凡你那参天神通啊。我终于迈入神海，可以腾出手来收拾一下季家他们了。说到中海的世家，你不在这3个月中，宁家家主亲自登门道歉，汤家家主跪地求饶的表示，愿尽全力弥补我们陈家与锦绣。看来他们被吓得不轻啊！中海世家什么时候这么乖了？莫非听到了什么风声不成？自然是因为陈将军神威如海，威震世界。汤家、宁家这种宵小，不乖乖俯首跪求饶恕，难道准备灭族不成？看来我闭关这3个月发生了些事情啊。陈老爷子好。既然你们有事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一回事？陈将军，您请看。 God like 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？这是海外特殊管理处的神级强者名单，我们俗称为神榜。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上流社会耳熟能详，必须记住绝不能招惹的存在。然而70几年前，核武现世，世间再无神榜。直到3个月前，神榜重开，而这上面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。你上神榜的消息在上流社会估计已经传遍了。你现在明白汤家他们为什么吓成那样了吧？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！不错，当世神境强者并非陈将军一位，但偏偏只列了您一人，这是想让您成为众矢之的。无妨，这点小手段在真正的力量面前只是笑话罢了。这季家估计是找到什么靠山，以为能抗衡我。看来我该亲自登门去见见季家家主了。陈将军，中海终究是国际大都市，您行事最好收敛一点，不要让我们难做。我自有分寸。少爷，
我们直接去中海季家吗？不用，先去锦绣集团。我闭关3个月，还没见见老妈和安姐姐呢。是。哇，不愧是国际大都市啊！老妈看来在中海混得很厉害呀，这样一栋大厦没几十亿拿不下来。那是，如果不是锦绣集团出手，一般公司都拿不下来的。这中海的黄金地段，可不是有钱就行。哦，你对锦绣很了解。我家公司与锦绣有着不少关联，经常见王董和安助理。几位想找谁？我找一下你们的王董和安雅。很抱歉，见董事长和安助理都需要预约的。小兄弟，这中海追安助理的人，足以从锦绣大厦排到江南去，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！哎呦，冯少，你来了，快，去我办公室喝茶。何总监，安助理有空闲时间吗？我正想约他聊一些公司的事情。这个，冯少你也知道。安助理协助王董管理整个集团，事务繁忙。不过既然冯少您来了，我肯定给您安排。哎，这是总裁专用电梯啊！难道王董下来了？奇怪，王董不是在主持董事局会议吗？王董，安助理好。安助理，我是冯小凡。安姐姐，妈。什么？这是太子爷来了。什么事情？能让董事长连会议都不开就跑下去了？难道是来什么大人物了？连安助理都跟过去？各位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陈凡。大家好。难怪之前没见王董把他带来，就这般纨绔样子，丝毫不像成大事者。估计是从小娇生惯养，这锦绣日后若传到他手里，要败家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开会。关于2环的锦绣园3期工程，已经耽误了几个月了，需要立刻复工，才能力争在年底前修好，赶上10月黄金周成交期。王董，关于锦绣园3期，当地区政府始终以检查未完成的名义，不允许我们开工。是的，王董，我听说东城区政府一直在刁难我们，据说背后是季家的人在使力。又是季家？王董，要不我们给季老爷子道个歉吧？咱们低个头，季家应该会摊摊手的。是啊，王董，季家在中海是屈指可数的大家族，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，真惹恼季家，公司业务很难开展的。这个，季家还在不知死活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这次来就是解决季家的。好，季家就交给你了，下手别太狠啊，闹大就不好了。什么？董事长平时精明，就是太溺爱儿子了，这样下去迟早会出大问题的。你这次是特地为了季家来的？季家只是小问题，主要想来看看你和安姐姐。我准备出去游历一番，估计得去个1年半载，怕你们担心啊。王董，很抱歉，今天旋转餐厅被人包了，要不我给您安排一个贵宾厅吧？包了？我提前让秘书订的时候，可没说餐厅被包了。你们酒店就是这样做事的吗？把你们老板叫来。王董，您听我解释，那位贵客是我们老板的朋友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哟，原来是王姨来了。我说谁敢不给我面子？看到这么多保镖在这儿也敢闯进来？是奕成啊，奕家最近跟季家走得很近。王姨，我在招待几个从岭南过来的贵客，对不住了。你，奕成，这就是你们中海的女首富啊！果然长得漂亮，韩亮调顺的。找死！你敢打秋生？保镖呢？还不出手？滚开！你，王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滚！好，王小云，今天这个亏我一家记住了，总有一天我会加倍奉还。
我们走。你妈我平时没这么霸道的，但她敢打扰我和宝贝儿子吃饭，就别怪老娘发火了。哼，老妈威武。王董，您刚才打的那群人都是岭南那边有头有脸的大少，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无妨，区区几个岭南的大少罢了。酋长没事吧？老邱没事，只是脸被抽肿了，脸骨似乎也裂了。那个贱女人下手太狠了。哼，这要是在岭南，老娘分分钟弄死他们。别冲动，这次我们跟着太子来，乃是有大事的，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坏了太子的大计。不错，破军国带我们来中海，是准备把乾隆族的势力扩展到中海和江南。不过老邱被打，破军哥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难怪我家老头子说他是这一代最出色的人物，这林破军了不得。小弟，妈刚才打电话，今晚公司有事不能陪我们了，还说明天画家准备在八景山宴请宾客，让我们带他去一趟。中海画家的华云峰，我可是久仰大名了，见一见也好。先不管别的了，咱们今晚去把那条美食街吃完。你呀，哟，李总，您也来了。画家的请柬，谁赶不到？你打听到画家这次举办酒会所谓何事吗？据说和岭南那边来的人有关。季家家主来了，还有汤家、宁家。华老爷子面子大呀，居然来了10几个大家族的掌舵者。等等，站在他们前面那个年轻人是谁啊？诸位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来自东南林家的林破军，林公子。诸位，破军此来是为了整合中海的各家商会，建立商盟，这样我们对抗海外的老牌财团才有谈判的力量。要组建中海商会，那至少也得是个中海首富级人物牵头才行。凭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差远了吧？林公子的话很有道理，我石某是赞成的。那可是中海的首富石弘毅呀！这林破军到底什么来头？太子果然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有石弘毅出面，这半个中海都顷刻拿下了。哼，太子早就整合了岭南，现在只要压服画家，这中海商界自然就归我们了。中海画家、天南陆家、江南唐家，把这3家掌控住，整个华东地区的地下世界就尽归我手。也只有整合了半个华夏的商界与地下世界，才有与燕山叶家一战之力。只是太子，江南陈家那边，陈北玄虽然威震华夏，但我林家也有神镜在世，想来陈北玄应该会卖我林家3分薄面。那是，不好，这中海商盟要是建起来，我们这些中小家族岂不任他们宰割了？老师，看来林破军大事已成了。没想到林家布局这么深呢。他怎么来了？老师是谁呀？大人物，惊天动地的大人物，你一直想要见的人，没想到啊，连他都来了。林家的这盘棋下错了。是他。锦绣集团，几位请进。小凡，雪带沙参加宴会，还带一把剑做什么？我是主人的侍从，自然要时刻武器随身，保护主人。他修炼的是清华剑诀，需要与宝剑随时沟通，这样才能练成真正的陆地剑仙。哎，那不是锦绣集团的安雅吗？他也来了。林家太子要组建中海商盟，以后锦绣的日子也难过喽。是啊，汤家本来就跟锦绣不对付，现在更是有了林家做靠山。林家太子，中海商盟。哼，我说季家哪来的胆子？原来是抱上了东南林家的大腿。就是他们昨天打的我。3位，是你们打了我的伙伴吗？我正想找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自己却送上门来了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阁下打伤我同伴，现在若能赔礼道歉，取得我同伴的原谅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原谅可以啊，
让那妹子陪老子3天3夜，我就原谅她。真是找死！跪下！什么人？胆敢挑衅我林家？在下东南林家护卫王启山，不知尊驾是？一条狗还不够资格问我？放肆！七叔，他是小子，等我拿了你，去太子面前问罪，看你还敢不敢口出狂言！不孝全！你也跪下吧！他是陈凡呀！他果然是可以抗衡林破军，不是抗衡东南林家的人。哼，他一来，除非林家先祖到此，否则林破军也无力回天。在下林家第5代子弟林破军，树明宫的嫡玄孙，不知阁下是谁，与我林家有何仇怨，要下此重手。好强的剑气，敢与我林家为敌，莫非是燕山叶家的人？这个问题，如果是林树明来问我还差不多，你只是一个小辈，还不够资格。大胆！我家先祖的名号也是你能叫的。太子，他就是陈凡。陈凡？陈北玄？太子，你曾经答应过愿庇护我季家，陈北玄就在这儿，请您为我季家主持公道。陈凡是神境，林家也有神境，既然是对等的实力，就得靠谈判解决，对吧？我主持你妹呀！不过众目睽睽之下，绝不能退让，否则背后这些中海的世家必然要跳反。原来是陈仙师当面，我家先祖对仙师也屡次赞赏。之前听闻仙师与季家有些矛盾，不知可否看在我林家的面子上，就此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便是林树明在我面前，也不敢这样说话。好，陈北玄，你是执意要与我林家为敌了？我林家可是有神境存在，如今又有大半个中海在我身后，我林家的势力、底蕴、实力都远超你的想象，你最好掂量掂量。就凭你，还是凭你背后的这群土鸡瓦狗？你们想要与我陈北玄为敌吗？陈北玄，你不用白费功夫了。你虽然很强，但又怎知我林家的势力之大？中海夏家夏凌风拜见陈将军。夏家家主，夏家本来就是林家的对手。中海高家高成雄拜见陈将军。中海楚家楚少峰拜岳家拜见陈将军。中海商家汤家汤建民祈求陈将军恕罪，跪求陈将军饶恕。你们，东海华家华云峰什么？率弟子儿孙诸人恭迎陈仙师法驾，仙师莅临华家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云峰有事远迎，万请恕罪。你就是华云峰，修为不错，这天榜第4委屈你了。老朽这点修为，在仙师面前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居然能一眼看穿我的修为，我却看不穿他的境界。罢了，我只是替人来参加酒席的。华老，您这是……好，陈北玄、华云峰，还有你们这些墙头草，等我回家禀告先祖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不知小儿，便是树明公在此，也得礼敬3分。你这般行事，你父亲知道吗？树明公知道吗？多谢华老点拨，破军明白了，日后一定铭记于心。事后，你先想想今天怎么走出中海吧。陈凡竟然想对林破军下手，他可是林家的嫡子，这必然会引发神境之战呐！陈仙师，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了破军一命。无需多言，我意已决。小子，我也不欺负你，
我这个侍女学剑只有1年零9个月，你若能击败她，便可安然离去；若不能，就留下命来，让林树明来找我吧。好，我林破军学剑30年，以剑道入宗师之境，便是放眼年轻一代也难逢敌手。你竟然让一个侍女来折辱我！老师，他修为才内境巅峰，能打得过林破军吗？也许陈北玄有什么特殊法门吧，为师也不太清楚。领教阁下高招，御剑术，接招，清华剑法！怎么可能？内境武者怎么能打败宗师？你败了，受死吧！住手！谁敢伤我林家子弟？这是神境强者的分神，是树明宫。不孝子弟林破军，拜见先祖。子弟败于敌人之手，给林家抹黑，失了林家100年声望，求先祖出手，洗刷林家耻辱。你退下吧，与一位神境分身为敌，你还差些火候。是。没想到你这么看重这人，竟然还制作神符令牌，让他随身佩戴。哼，不过不要说区区一缕神境分身，便是你真身在这里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神念之刀，下斩九幽，上斩天神。道友，请听我一言。是。这就结束了。当时林家神境，不愧是当时刀都挡不住。怎么可能？先祖是无敌的，怎么可能会败？这不可能啊！哼，你这话去地下再问吧。林破军这一生终究太过顺风顺水，不识时务，难免落得此下场。神境之下皆为蝼蚁，我原先还不懂。陈仙师，请入正席，让我等好好款待仙师。好。陈仙师，您能莅临八景山，画家不胜荣幸，老朽敬您一杯。陈仙师，老师，那些跪在院外的岭南世家众人以及林家人如何处置？既然是你华家的地盘，那就由华老决定吧。所有人逐出中海。老师，这是要得罪岭南所有世家呀！哼，按我说的去办。是。华老此处独具匠心啊！华某在这里只能俯瞰中海，哪比得上仙师高居神榜之上，俯瞰世界的气魄？华云峰，你将我留下，恐怕有要事吧？直接说吧。仙师，您这次下手太重了，别人不算什么，但林破军是林家的麒麟儿，树明宫极为看重他。哼，林家先派人与洪门合作，威逼江北，又派着林破军来整合中海势力，支持季家。我若不出手，这中海还有锦绣的立足之地，难道要等他日后打到江南去，杀到我陈家吗？况且，就算林树明来了又如何？以为我斩不得神境吗？树明宫是不同的。哦，有何不同？树明宫出生在18世纪中叶，学文不成后入了青城山修道，得剑仙大道，更是在不久之后便成就了神境，但还不是公认的天下第一。直到后来，接国上一代剑圣渡边武夫渡海西来，于半年内连败陆家、顾家、武家、八极和太极，最后是树明宫仗剑而出，击败了渡边剑圣，这才被尊为华夏第一高手。树明宫只要一动，一定会雷动9天，一击致命。哼，
确实不凡，但还不足为惧。陈仙师，您确实威震世界，但您若继续下去，很容易引起林家、洪门甚至昆仑的攻击。到时候，您不怕被叶南天所杀吗？丹青，住嘴！陈仙师，轻恕丹青不敬之罪，他还年轻，不知神境之危。若非看在华云峰的面子上，我定不饶你。别以为仗着自己那点体质就敢放肆。他居然看穿了我体质的秘密。华云峰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只要他们没修炼到先天境界，就算一起上，我也丝毫不惧。华云峰，你此时修为距离神境只有一线之隔，我若助你入神境，你答应我庇护陈家50年如何？什么？神境之难，难如上青天。百年以来，也就出个叶擎苍与你陈北玄而已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成就？你别管我怎么做，只要你答应我守护陈家50年，我就助你入神境。老师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神境哪是那么好成的？从来没听说过神境也能由外人造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善，口说无凭，立誓为证。你若违背，必然遭到誓言天谴，神形俱灭。好强的契约！我若是背叛，这枚符箓估计会把我的灵魂与肉身全部炸成粉碎。陈仙师，契约已立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是否需要天材地宝或者丹药？我陈北玄想要一人入神境，哪需要什么灵丹妙药？就是现在，我助你入神境。阵起！啊！运转功法，静守心神，摒弃杂念。是。仙师，快到极限了！开！九灵真法，刺激潜能，精气神三者合一。今日我助你入神境。灵气成柱，灌溉百米，这是传说中入神境的标志啊！你还没见过我家主人入神境，那气势，灌溉上千米，冠冕如云，岂是现在能比？生死有命，今日我入神境。弟子华云峰参见师尊，谢师尊助弟子入神，此恩此情，弟子永世难忘。起来吧，你还不够资格入我门下受我真传，现在就做个记名弟子吧。弟子拜谢师尊。对了，你还有个大师姐，今年大约20岁了，比你先入门2年，现在在中州吧。你有时间多照顾她一下。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师，弟子一定如对待老师一样对待师姐。老师不仅拜了一个24岁的师傅，还有个20岁的师姐。小青，还不快来拜见你师公？是。董事长，季家知道错了，想要登门给您道歉。董事长，锦绣3期工程的所有检查已经全部合格，可以立即开工。我知道了，没想到小凡去了一趟华家，就把事情解决了，不愧是我儿子。如今中海有华云峰在，没人再敢招惹锦绣了。堂堂神境强者镇守，便是林树明亲至，都得忌惮3分。也不知道之前归顺我的林州陆家、药神谷和港岛郑家他们现在情况如何？还有于文静、阿秀和许荣飞，希望他们都安然无恙，否则的话……干什么呢？陆家门口不许随便停车。陈先生，陆燕雪和陆燕武还在吗？在的，在的。燕武小姐还在，只是燕雪家主。陆燕雪怎么了？陆家拜见陈仙师，
愿仙师法力绵延，寿元千载。都是故人，无需多礼。燕雪人呢？怎么不来见我？燕雪在您失踪大约半年之后，被一个路过的女子带走了。什么？那女子身穿道袍，她一眼看中燕雪，说燕雪具备千年罕见的冰灵根，是他们雪神宫梦寐以求的种子。哼，你们就这样任她带走自家家主？仙师恕罪。我们也是情非得已。当时您失踪已久，传说您已经……正好有一位陆家仇人修成宗师登门寻仇，我们陆家根本无法抵抗。结果那个女道人一出现，就吓退了那位宗师。他答应庇护陆家，燕雪才决定跟他离开的。后来我们分析，那道人可能是大宗师，或者更高的神境。血神宫，女道人，神境。罢了，既然是带去做弟子的，应该暂无大碍。等过2天，我问一下朱雀。仙师，您远道而来，允许我们陆家招待一下。不了，我还要去看看药神谷的情况。想要寻找到血神宫这种隐世的教派，估计只有像药神谷这样传承了数百年、交友甚广的宗门才有记载。老丈，这里人怎么这么少了？药神谷封山了，山里面的道长们不接受人求药，自然就没人来镇子了。看2位公子小姐也是去药神谷求药的，速速回去吧，否则进了山也是吃闭门羹。封山了？药神谷传承数百年，还从未封过山啊！拜见陈仙师。拜见陈仙师。丹王呢？他怎么没来拜见我？谷主大人已经在1年前逝去了。什么？禀告陈仙师，在您逝去的消息传来不久后，西南鬼巫教就联合血巫教、灵巫教等教派攻入了药神谷。谷主大人以一敌3，拼尽了性命，才逼退了巫教联军，并于当晚圆寂了。谷主圆寂前已经指定静怡为下一代谷主。鬼巫教，当年我杀了鬼巫教的少巫主，本以为震慑住了鬼巫教，没想到……这不怪大人，巫门历代都想夺取当年黑巫教老巫神留在我药神谷中的宝物。什么宝物？当年老巫神有求于药神谷，所以不但帮药神谷布置了一个护山法阵，还留下了黑巫教正派7大巫器之一作为酬劳。那件巫器乃是一具鼎炉，名叫地巫鼎，据说是当年一位修到地巫境界的大巫炼丹之器。地巫鼎，巫门的地巫是媲美地仙一般的存在，一位先天修士炼丹的鼎炉，的确是了不得的宝物。可惜地巫鼎已经被鬼巫教等人夺去，否则我等还想献给陈仙师的。这种仙鼎也只有在仙师手中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。无妨，待我杀入鬼巫教，亲自取回来便是。我准备把药神谷当做自家的分堂培养，你们愿意吗？仙师想要建立门派吗？我药神谷自然愿意加入仙师门中。那仙师宗门叫什么呢？这个门派就叫北穹吧。如今北穹派我为门主，座下有2个弟子，一个叫阿秀，大约有化境修为；一个叫华云峰，你等应该认识，前不久刚踏入神境。你们药神谷就作为北穹派外围的炼丹堂，静怡担任炼丹堂堂主，你们几位都是炼丹堂的副堂主与丹师。主人，那我是什么？你就当门派护法吧，与各堂堂主同级。谢谢主人。我们北穹派没有太多的规矩，但入我门墙，生死由我。我建立此门传你们道法，是为了护佑陈家，所以北穹派第一铁律：陈家人不可犯。我等明白。炼丹堂弟子拜见门主。禀告门主，您之前所说的血神宫，弟子隐约想起来，好像听上代老谷主说起过。哦，
这雪神宫是什么来头？雪神宫在大雪山深处，宫内全是女人，她们每隔数十年会旅足凡尘一次，搜寻合适的弟子。那雪神宫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雪神宫无比神秘，只知道她们容貌绝世，而且修为都极高。门主，关于雪神宫，我想像黑巫教、天师道这样传承数百年的大教，必然知道更多。我知道了。若是好好待燕雪，自然好说；若是有半点对她不好，就别怪陈某踏你雪神宫山门了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会教你们一些修仙界的基础炼丹法门与功法，以及给你们每人一枚神魂令牌。神魂令牌？若有人敢背叛北穹派，我可操纵令牌，瞬间让其神魂俱灭。若令牌要是凭空破碎，我也会知道此人死于何处，为他报仇。现身仙师。主人，我们去哪儿？去荣城东南角的白氏公馆。当年于文静跟着白无忌去了西南，不知道他在西南6大术法家族中修习的怎么样了。现在我创建了北穹派，如果文静同意，还可以让他拜入北穹派。怎么没有于文静的气息，只有白无忌在这里？两位，这里是私人领地，不允许擅入的。转告白无忌，就说江北故人来访，我姓陈。好。苏家主，人是在你们家丢的，你得给我们白家一个交代。文静是我们苏家弟子，他被抢走，你以为我们苏家不心疼？可鬼巫教势大呀，老屋主亲自登门锁人，我们苏家也是没办法。罢了罢了，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？玄阴之体又如何？反正种巫之术已经被破了，鬼巫教也造不出第二位真人来。不错，总不能为了个于文静就让我们和鬼巫教开战吧？你们，你们知道那于文静是什么人吗？她不就是西南苗疆一个山寨的小丫头吗？于文静是陈北玄托付给我的人。陈北玄？若陈北玄登门问罪，我西南6大家族拿什么给他交代？家主大人，门外有一男一女求见，他说是您江北的故人。对了，他姓陈。什么？难道那人真来了？没想到于文静的来头这么大，当初是我苏家拱手把她献给鬼巫教的。陈北玄要是知道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想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。白家主，故人来访，你就是这样待客的？晚辈白无忌拜见陈仙师。参见仙师，恭迎仙师法驾。白家主，当年我将于文静交于你手，并说过，于文静若有一丝一毫的伤害，就拿你试问。你叫素云芝，太阴素家家主，文静就是拜入你门下的吧？那现在他人呢？这是鬼巫教杀上门来，说要是不交出于文静，他们就要灭我苏家满门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你有本事，你去找鬼巫教的麻烦啊！于文静被鬼巫教带走了，好啊，敢对我陈北玄的朋友下手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仙师息怒，陈仙师，于文静之事大家都不愿看到，也不怪我6大家族。于文静若是没事就算了，若有不测，我就踏平你6大家族。这是哪来的规矩？明明是鬼巫教抢的人，凭什么怪在我们6大家族头上？我陈北玄的话就是规矩，你若不服，先修到神境再说。于文静若有事，我首先拿你们苏家开刀。前面就是鬼巫教总坛了。陈仙师，我们6大家族前来相助，愿为马前族救回于文静。仙师，带晚辈等人去捉了老屋主，向仙师请罪。
炸开这道石墙，我们就能到达鬼巫教的老巢了。开！好啦，所有人退后。石老真人的玉土之术越发精妙了，我等望尘莫及啊！我们也进去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似乎有炸药开山的声音，山脚下发生了什么？不好了，西南6大家族联合攻上来了！哼，区区6大家族也敢攻上我鬼巫教总坛？立刻传令下去，命令所有弟子和护卫一起御敌！诸位长老，随我去开启万鬼大阵。这一次要让6大家族有去无回！阵开！不好，是鬼巫教的后山大阵——万鬼噬心阵。这么多鬼啊！怕什么？诸多家主真人在此，更有仙师坐镇，便是再来10倍的恶鬼也不够杀的。杀！上早就看鬼巫教不顺眼了。杀！注意警惕，小心他们下招！扣火术！不行，太多了，根本打不完。陈先生，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幻神笛！这竟然是一尊半步神境的顶级鬼神！不是一尊，是5尊顶级鬼神。去！鬼魂全部消散了。这绝不是石老鬼的手段，他还没有这个本事，能够驾驭鬼神。难不成？快，立刻召唤祖师！鬼巫教今日遭逢大难，弟子不敌，请求祖师出手！如果于文静死了，陈北玄仅凭一尊神将，就能灭我苏家满门吧？走吧，我们上去。祖师，您难道要放弃我们吗？是谁胆敢攻入我鬼巫教？是祖师，祖师显灵了！祖师这就死了。这可是一尊半步神境的鬼神啊！于文静在哪儿？你是陈北玄？禀告阁下，于文静。大长老，你要背叛我们鬼巫教吗？聒噪！你若将于文静的下落告诉我，我可以给鬼巫教留下一点苗裔，否则就别怪我踏平整个鬼巫教。禀告阁下，于文静已经被老巫主带着去参加巫门大会了。巫门大会？陈仙师，外面的鬼巫教教众已经全部投降了。这些人也交给你们处置吧。你们知道巫门大会吗？巫门大会？于文静被老巫主带去巫门大会了。这巫门大会是干什么的？巫门大会类似武道盛会，每一届大会都会选出一位巫王，统领巫门各道，各家巫道教派都会参加。巫门大会的地址在哪儿？在华国边境一个叫巫山镇的地方。果然，我曾听闻就是在巫山镇。既然如此，我立刻启程。巫门大会不仅所有的当世大巫齐聚，而且还有巫门的祖传法阵镇守。陈仙师此去，真的能行吗？哼，陈北玄若败了，死在巫山，不能来找我们麻烦，岂不更好？站住！两位，巫山镇最近正在举行巫门祭祀大会，不欢迎客人，你们请回吧。本尊前来参加大会，你们敢阻拦？不知巫门前辈降临，万请恕罪，前辈快请进。主人，您为什么要从正门进呢？凭我们2人的力量，直接攻打进来就是。我感觉这山谷内有一股异样的气息，
先不用打草惊蛇，而且此行主要是救人，先救到人再说。7位修法真人，300多个术士，这巫门真是鼎盛啊！找到了，有红莲火种的印记，必然是鬼巫教老巫主。于文静呢？怎么没有他的气息？难道死了？这不可能，他若死了，我必有感应。难道他被秘法隐藏起来了？地球上还有能瞒过我神念的法术？哼！既然于文静不在，我就无需顾忌太多了。站住！这里是巫门重地，没有情节，擅入者死。我来找人。找什么人？老七，要是你感觉这两人什么来头？那我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那少年见吗？身上一点内劲和法力都没有，只是普通人。倒是那个卑贱的小妞，好像是一位了不得的剑道高手。咱们巫山什么时候来了个如此厉害的高手？不过这小妞实在太嫩了，要是能抓起来调教一番。龙哥，你莫非想……这个卖个2、3千万美金不是问题。他剑术再强，能扛得住地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他敢杀巫门的人？大胆！竟然敢在巫山镇杀我巫门弟子，留下命来！辱我主人者，死！凝血神爪是血巫教巫主座下3弟子游天鹏，他一身修为已经到了入道中期，凝血神爪练得炉火纯青，看来那小丫头有难了。哼！太可怕了！这不可能啊！大家一起上，杀了他们！清华剑法，去！宗师，这女子竟然是一位化境宗师，她莫非是这国剑道大师英龙华不成？不可能，英龙华已经40多岁了，哪有这少女年轻？走吧。会场里面可是有巫门19脉巫主啊，还有众多修法真人和长老，这2人真不怕死啊！黑巫主，您以不满30岁之龄登临黑巫教巫主之位，执掌大教，威震敝国，实在是让我们这群糟老头惭愧呀！鬼巫主，这一次你和灵巫主、血巫主联手，从药神谷中夺得了第5鼎，父神甚是高兴。尤其你献上的那个玄阴女子，竟然还是处子之身，有了她，正好可以补全父神的7煞阴神法。你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酬劳？为大巫神做事儿，乃是我等晚辈的荣幸，哪敢要酬劳呢？只是我教之前不小心得罪了陈北玄，要是能请大巫神出来说和一下就好了。哼，陈北玄算得了什么？当年我父神位列神榜，如今又苦修60年，再加上7煞阴神法即将大成，便是遇见叶擎苍也能一战，何惧区陈北玄呢？大胆！什么人？竟然敢来我巫门地盘撒野！老巫主，故人来访，为何不出来迎接呢？是你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闯入我巫门大会！拿命来！找死！一起上，拿下这个小妞，作为献给巫王的礼物。他在哪里？不说，哼！上啊！滚！他在哪里？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强的高手？武道、术法、精神力几乎无一不通，而且还如此年轻，莫非是昆仑这一代的青龙？不可能，青龙虽然号称法武双修，但绝不如此人年轻。鬼巫主，这人既是你的仇敌，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他就是陈北玄。什么？陈北玄？我巫门与你素无仇怨，你为何要杀上门来？以为我巫门好欺负吗？他在哪儿？
陈北玄，你敢无视我！聒噪！我小心！去！这尊人皮小骨可是黑巫教顶尖法器之一，仅次于7大巫器的宝贝。他在哪儿？陈北玄，我巫门19脉有数十位真人，麾下弟子千万，更有巫神坐镇。你真要与我巫门为敌吗？陈北玄，你不是问宇文静在哪儿吗？他已经被我献给了大巫神，此时恐怕已经被大巫神吸干精气，练成神法了。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哼！宇文静若有事，我会踏平巫门，让你们神魂俱灭，彻底从世间将巫门抹去。连魂魄都燃烧殆尽了，太可怕了！陈北玄，你就不怕我父神报复吗？哼，我怕。血爆大法！陈北玄，大胆！父神，斩！你怎么敢？去！主人，会场内的人已经全部解决了。这群人在边境不知犯下了多少罪孽，死不足惜。收！如何找到黑巫教，还得靠这些灵魂带路呢。主人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当然是踏灭巫门。龙哥，你说这会场里发生了什么？一开始杀声大作，但很快就悄无声息了。你笨呐，自然是那对男女杀进去，巫门长老们出手把他们拿下了。他们能在这么多巫主手下支撑好几分钟，可见绝对是高手。那小妞死得太可惜了，若能捉住卖出去，必然要卖出天价呀！龙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会场之中19脉巫门高层齐聚，怎么可能放任他们安然离开？归元！什么东西？主人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杀上黑巫教总坛，找到大巫神，说他真杀了宇文静，我就让整个巫门为他陪葬。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，我此去救人，兵贵神速，带着你探累赘。唉，被主人嫌弃了呀！谁敢杀我子孙，灭我分身，不怕本身报复吗？啊！我找出那个人，挫骨扬灰，以解心头之恨。是祖师。今天没有多少肥羊入境啊。往常这个时候，有不少华国商人会进来，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不少好处呢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里是 B 国边境吗？是。好。长官，怎么办？整个关卡都被那个人冲垮了。还能怎么办？立刻上报滴血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阁下，根据前线报告，似乎是有华国的超级强者入境了。华国的超级强者怎么会到我们 B 国来？而且还是正面冲撞关卡。我会立刻上报给部长与总统，并且通知黑巫教的尊者们，传我指令，命令坐镇西北边区的莱昂将军马上组织军队，一定要拦住那名华国强者，如有必要，可以动用武力击毙他。是，阁下。华国的强者胆敢攻入 B 国，难道不知道 B 国是我黑巫教的地盘吗？金尊者，您的意见呢？新巫主陨落在了华国，巫神震怒，现在又有华国强者杀入境内，真以为我黑巫教是你捏的？立刻调动所有军队，不惜一切代价歼灭那人。我也会让本地分坛的巫师们助你一臂之力。是，尊者。敌人将在10分钟之后进入预设阵地。火炮准备，坦克准备，狙击手准备，
随时开火！开火！金尊者，请放心，在我的炮兵营下，便是一只蚊子都飞不进。不错，国防部有点小题大做了，几百人就能对付，还非要我调动大军，这军队开拔不需要油钱吗？将军，你快看！啊！凌空虚度，御空而行，这是神境。开火！所有人立刻开火！坦克营呢？立刻把他们调来，一定要围杀这人！这也太恐怖了！上啊！所有人全部开火！敢退缩的，军法处置！当年大巫神就是这样纵横战场的吧？独自亮丽。好痛！多谢尊者，尊者，请出手击杀那个华国人。已经晚了。那尊者，我们怎么办？陈北玄此来，未必是冲着我们黑巫教而来，说不定只是路过。你无需害怕。你是黑巫教的人？黑巫教大巫神座下，巫贤尊者金巫贤拜见陈仙师。不知是仙师到此，还请恕罪。黑巫教的人都该死。黑巫教终于到了。来人，立刻止步！你是在向整个 B 国挑衅！若再前进一步，我们会立刻开火！开火！这是神灵降世啊！神灵降世，罗汉下凡了！神灵降世，神灵饶恕！华国陈北玄前来拜会黑巫教大巫神。你们说，外面出什么事情了？今天那个祭坛上的老怪物比平时暴躁许多。不知道，我被抓来几个月了，老怪物平时半个月都未必苏醒一次。不过自从这个华国少女来了后，他就经常苏醒。我听他们的人说，似乎人已经凑齐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举行仪式。你们说老怪物会怎么对待我们？显然是要修炼什么邪恶的法门，又或者举行罪恶的仪式。文静，你不伤心吗？我从小就被人当祭品养了10几年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可惜终究没有再见他一面。你一直说的他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的，他是我曾经的同学，一个非常神秘的人。小凡，恐怕这辈子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。华国陈北玄前来拜会黑巫教大巫神。这是巫神大人，陈北玄杀来了！混账！没有耳朵吗？来提醒我！你们守在这儿，老祖去会会陈北玄。真有人来救我们了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听那人的语言，好像是华国语。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好像是说华国陈北轩来拜会什么黑巫教大巫神。不，他说的是陈北玄。那时于文静他还活着。陈北玄，敢杀我子孙，闯我总坛，我绝不放过你！哼，大巫神，神灵，这绝对是真神降世！陈北玄，你为华国神话，我为巫教巫神，你为何要杀我弟子，灭我子嗣，闯我总坛？你捉住的人中有一个叫于文静的女孩，是我同伴。什么？为了那玄阴之体的凡俗女子，你就要攻上我黑巫教总坛？我陈北玄要护的人，就算是凡俗之人，也不是尔等能动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陈北玄，你莫以为只有你一人能横行世间，今日就让你瞧瞧真正的神境！
黑煞阴督长。他才20几岁，真气怎么会这么雄厚？当年除了你们的叶擎苍将军，你是第2个给我这样压力的人。叶擎苍，风破，我陈北玄，你山来！黑煞阴雷，这7枚黑煞阴雷，我花了3年苦功才炼制而成，便是整个黑巫教都没有几枚呀！雷电，招来！什么？上品法术御雷真诀，滋味如何？北玄，你敢伤我肉身，此仇此恨，倾尽3江5湖之水也难以洗净。你废话太多了。陈北玄，世人都说你肉身无敌，能以肉身击破阴障，但我七煞神魂法的恐怖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是吗？这已经不止1倍音速了吧？这是2倍音速。北玄，我苦修数十年，凝练出的这7道煞气元神，岂是这样就能击杀的？我距离7煞元神大成仅仅1步之遥。你除非能同时斩杀我7道元神，否则这辈子都杀不死我。雕虫小技也敢号称元神？嚯！该死，他怎么这么强？唉，终究是差1分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同时破7次阴障，还是有点吃力。这是你逼我的！准灵器，陈北玄，这乃是我黑巫教镇派7宝。你若就此退去，我们的仇怨一笔勾销；否则7大巫气一起上，就别怪我收不住手了。若是一位地仙在此驾驭这7件法器，我还会退避3分。至于你，哼，混账！7煞阴神阵，起！你陈北玄也不过如此。归元，斩！这是飞剑！哦，混账！陈北玄，此仇此恨，我一定会报！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大巫神这就死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祖绝不会这样轻易被打败。交出余文静，否则我踏平黑巫教！快，立刻启动护山大阵，绝不能让陈北玄冲进来！七煞毒障阵，起！便是大巫神驾驭7件巫器而布的法阵，都被我一剑斩破。凭你们这一道黑煞护罩，就想阻我，真是冥顽不灵！归元，斩！我黑巫教这就亡了。陈凡，走吧，我带你们离开。会长，我们怎么办？老祖已经出世，这一切都交由老祖解决吧。老师，这网络上的视频难道是师祖？
应该是老师与大巫神的战斗。出人入神，一剑杀神，这陈北轩莫不是已经超越了神境？您是文静的同伴吗？我叫安迪，和文静是好朋友呢。您看起来年纪好小啊，但是居然这么厉害。尊敬的大人，非常感谢您将我们救出魔窟，伊文斯家族绝对不会忘记您的大恩。我是为于文静而来，你们只是顺带的，在这里住一晚后，你们就各自散去吧。尊敬的大人，总统阁下携诸位部长与将军前来拜见您，正在楼下等候接见。让他们上来吧。帝国总统胡丹胜拜见大人。我此来为的是黑巫教，但你却派兵阻拦我，是何用意？大人，这一切都出于黑巫教的指令。黑巫教统治这里数十年，我不得不听从老祖命令啊。哼，是吗？大人，为了补偿您，我国愿意拿出1/10的财政。不用。晚辈胡世蕃，曾任黑巫教2长老，拜见陈仙师，愿仙师法力永享，寿元1000载。我杀了大巫神，踏平你们黑巫教，你还敢来见我？神境之威，我便是想逃，也逃不出您的掌控。而且仙师眼前还有一笔最大的财富，需要我帮仙师掌控。哦，说说看。黑巫教以及整个帝国。陈仙师，黑巫教扎根帝国60年之久，枝干还在，只要派人掌控，迅速就能操控出整个帝国国政。您将是万万人之上的存在。这些对我没有意义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不能打动我，你就跟着大巫神一起去吧。啊，仙师，我还有一个消息，涉及到地仙的秘藏。哦，你说说，什么地仙秘藏？听老祖说，那是一位1000年前的地仙修炼的洞府，老祖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地方。当时地仙已经陨落，里面必然有诸多法宝，但那里被阵法守护，一直没办法打开。可是就在前段时间，东南林家派人来交谈，好像说林家找到了打开秘藏的方法。地仙陨落的骸骨以及丹药、灵药等等，都是我急需的。尤其是一位地仙修炼之所，必然是灵脉所在。好，将地址告诉我，我不但饶你一命，并且会让你坐着黑巫教的巫主之位，许你拜入我北穹派门下，为黑巫堂堂主。多谢仙师，今日之后，黑巫教必然闻仙师之令而从之。仙师，那地仙秘藏就在婆罗洲。婆罗洲，东南亚地界吗？也对，地球上灵气枯竭，灵脉溃散，只能去蛮荒地带寻找灵脉。禀告陈仙师，这地仙秘藏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阵，阵法一开，无人能闯进去。据说这阵法每隔12年会受到天文潮汐影响，力量降低到最低，是唯一闯进去的机会。今年恰好又到了12年的轮回关头，按照时间计算，应该在10天之后。好，那就10天之后出发。和你一起的那6人，我会命胡世蕃他们把人送回去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是待在这里等我回来，还是先把你送回去啊？鬼屋主来带我的时候，姥姥就被他打死了。太阴宿家，我也不想回，我想留在这里帮你。也好。黑巫教这么大的场子，交给胡世蕃一个人，我并不放心。若有你在这里看着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他是我的第3弟子，将代替我坐镇黑巫教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的话就代表我的意志。啊！不行的，小凡，我修为才刚入道中期，大长老他们都是真人，我怎么能在他们头上呢？我北穹派的规矩，宗主弟子高于各堂堂主。你是我的弟子，能掌控他们的生死，何须害怕？这是他们的神魂玉牌，他们若有异心，你直接捏碎令牌，便是他们修成神境，也会神魂俱灭。这神魂玉牌你拿着吧，
以后黑巫教全凭你来差遣。好。拜见门主，拜见大小姐。今日之后，我等一定遵从大小姐的命令。接下来，我会教你操纵神魂令牌，并且传你一门太阴炼神剑，让你修炼。好。主人，这次是去婆罗洲。不错，这一次若能找到地仙洞府，凭着里面的灵脉，我足以把修为再推高一层。随着修为的提高，我对灵气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。这是老祖出关了！不孝子孙洪千帆拜见老祖。起来吧，我闭关这么多年，你能维持住洪门的基业，也算难得了。雷兄身陨于陈北玄之手，其他巨头也死伤惨重，洪门威严扫地，子孙对不住老祖。这不怪你，连大巫神都死于陈北玄之手，你能与他周旋这么久，也算难得。那老祖，您此次出关是？又到了12年一次的地仙开门，林兄传信邀我等齐聚婆罗洲，共开仙府，顺便杀陈北玄。龙堂第12任堂主参见龙主，祝龙主法力元深，寿元千载。原来龙堂已经传承到第12任了吗？龙主，您此次出山是为陈北玄吗？就地重开，故人相邀，不得不去。龙堂与洪门林家历来同气连枝，大巫神仅因为一个女子，就被陈北玄打得生死教灭。我难道坐视不管，等着陈北玄踏我龙堂山门吗？恭迎老祖出山！我此次出山，不杀陈北玄，誓不罢休。欢迎两位，我们这里提供各种各样的探险服务，无论是去深海潜水，还是原始丛林冒险，应有尽有。我想找一个精通婆罗洲地理的向导。婆罗洲的嘛，哎，这很容易啊，给我安排个去婆罗洲的向导，要老手。经理啊，最近去婆罗洲的人太多了，安排不过来，现在都是几个人组队一个向导了。这看来没有向导了，我们去下一项。等等两位，也不是没有向导，只是不知两位能不能组队呢？组队？是的，最近是旅游旺季，向导紧缺，现在还有一支队伍没出发，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。也好，反正只需要向导指点一下方位，到了婆罗洲后就可以自己去寻找地仙秘藏了。那太好了，负责领队的向导绝对是我们探险社经验最老道的，整个婆罗洲他都了然于心。不过队伍中有一位身份尊贵的女士，是我们这里的拿督，请两位尽量不要触犯，否则是会处以鞭刑的。身份尊贵的拿督？拿督是我们这里的贵族，在他面前千万不可以失礼。尊敬的拿督阁下，不知道可以让他们参加到您队伍吗？让他们参加？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婆罗洲中部的无悔谷，那里是婆罗洲最危险的地方，凭他们两个可以吗？无悔谷，这不就是地仙秘境所在地吗？我们此次的目的也是无悔谷。就你们？哼，你如果能打败我的保镖，我就同意你们参加，否则我才不要带你们两个累赘。他叫赛莎，你们要是能打败他，我就允许你们参加此次冒险。小雪，是。你要一个女人去打赛莎？看招！他怎么这么强？这个看起来柔弱无力的女生，竟然轻易就折断了赛莎的手。还要再来吗？小姐，那个女子是个武道高手，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。行，算你们通过。诸位贵客，准备出发吧。
诸位贵客，我们再往前面就是原始丛林了。你们真的不带任何东西就进这原始丛林吗？不用，一个小丛林罢了。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以这个距离来算，离无悔谷越来越近了，最多还有300公里。主人，这里面真的有地仙秘藏吗？会不会充满危险？你尽管放心，便是那地仙还活着，也奈何不了你家主人。哦，停下！你们是何人？也敢来闯这林子，不怕死吗？看来郭家见过灵王。原来是郭家子弟，既然这样，就饶你们一命。哇，谢叔，这就是咱们东南亚4大降头师之一灵王吗？坐骑白虎，容貌枯瘦，不是灵王是谁？可是谢叔，灵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传说无悔谷中有仙人的宝藏，可惜数百年来前去寻宝的人都命丧黄泉了。灵王显然也是冲着无悔谷去的。这一路来遇见的强者不计其数，看来都是冲着宝藏去的。暖暖，咱们要不还是回去吧，这太危险了。都走到这里了，还能回去？至少得看一眼无悔谷吧。而且那些强者总会给我国家一点面子的。这就是无悔谷吗？小姐，咱们已经看到无悔谷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不，都到这里了，至少得去山谷那看一眼吧。这就是无悔谷，好一个阵法！无悔谷乃是举世皆知的险地，有去无回。你们真要进谷？灵王，你别装了，我们汇聚在这里，不就是听到消息说这里是地仙陨落的秘藏所在吗？不错，我确实听到消息才来这里，但这消息怎么传出来的，我却不知。地仙这等存在，应该是那些神境强者们惦记的，关我等何事？你们说，这消息是不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？故意放出来，为的是什么？策局，引人上钩。又有人来了，一群普通人也敢来，真当这里是闹着玩的？我的天，灵王、赤蛇尊者、古太拳王，这么多强者都来了，绝对有大事情发生。地仙秘藏就在这里面，该试着入阵了。不愧是地仙秘藏，这个阵法不简单，只能先用神念解析阵法的运转流程。那个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找死！谢叔，有办法救救他吗？小姐，这是他自寻死路，不关您的事情。原来是3个大阵连环，阵中套阵，我明白了。你刚才在叫我？怎么回事？那不就是个普通人？赤蛇尊者这是怕什么？难道印尼乃扎猜拜见北玄仙师？拜见北玄仙师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早该想到了，带着一个卑贱侍女，姓陈的华国人，除了陈北玄，还有谁？你刚才似乎对我说我在找死。不，我说错了，求仙师饶命！你的蛇想咬我，我杀了他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绝对没意见。是那头畜生找死，仙师杀得好。我要进无悔谷，你们有意见吗？绝没意见。也只有陈仙师这等站在世间巅峰的强者，才有资格取得地仙秘藏。你们也知道地仙秘藏？这消息不应该是绝密中的绝密吗？这消息是在最近几天传起来的，我等也是因此才匆匆赶来的。哼，看来这是有人故意传开，引我入局的。陈北玄，你终于来了！又一个神境，好像是洪门传说中的那位老祖。就凭你一人，也敢来与我为敌？
陈北玄，你确实强大。若论单打独斗，我绝不如你。但我既然敢设下此局，引你入内，又怎会独自前来？是特种部队的飞机。呵呵，谢兄，来得何其迟也！久未出世，去见了几位故人，略耽误一点时间，还好未无正事。龙堂谢家子弟谢敬堂拜见龙主。敬堂此生能见到先祖一面，死而无憾。唉，痴儿，起来吧。神境中期巅峰，他比你略强，但就凭你们两人，想对付我，还差得远。如果再加上我呢？原来真的是局呀！原来我们只是一些被诱而吸来的可怜虫，人家布下这个千古杀局，针对的是陈北玄。踏天而来，横绝长空，这简直像神话故事里般。林树明，不像啊！我家主人何等人物，你还不够资格让他出关。杀你，凭我掌中3尺长剑就够了。陈北玄，你若能立下神魂誓约，发誓永不与我等为敌，我等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否则就别怪我们3人联手以大欺小。我与洪门有仇，与林家有怨，却不知道与龙堂有何纠葛。阁下为何而来？故有相求，不得不来。而且你太强了，今天死的是大巫神，明天说不定就是我龙堂。好，好，好！今天我就拿你们开刀，让世人知道我陈北玄不能惹。庶子无礼！今日以你之节，祭我长剑。不好，快退！我们也走远点，神战一旦开启，我等就如同蝼蚁一般，瞬间就会被余波撕裂。小雪，你也随他们去。陈北玄，你该荣幸，能让我等联手围攻。你是继叶擎苍之后的第2人。是吗？当年叶擎苍没除掉你们，今日让我来替他完成。哼！不好，他竟然一步踏在了我等气势最薄弱处。魔云手！斩！大而无当，不堪一击。嗨！剑术不精，再学10年。这是我平生最得意一剑，竟然被拦腰打断。赢！别出心裁，略有可取之处。陈北玄一拳一掌一吼之间，竟然破开了3位神境的联手围攻。陈北玄，我确实低估你了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便是比起50年前的叶擎苍，也毫不逊色。之前的停战协议依旧有效。少废话，来战！这绝对是个惊天动地的法术，不能让他得逞。一起出手，七幻影，千幻魔云，游龙剑，千雷。陈北玄以1敌3，竟然一击就击败了3位神境，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啊！可惜了，现在终究只是神海初期，力量分散太厉害，一击不足以击杀他们。天师道大天师姚道一是你什么人？不认识。他竟然不认识姚道一？雷法历来是天师道嫡传，从来没有流露出去。算了，别管这些了，全力出手吧。再留手，恐怕今天我等都要死在这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底牌？尽管使出来吧！原来是这种原始落后的合击之术。斩！这合击术的力量足以媲美4、5位神境初期，这陈北玄竟然凭1人之力破开了。再来！
日月轮，小心！是他在这国击杀武功红衣的招数。这是你逼我的血剑术。去，和日月轮回。这一招，陈北玄必然要撤招躲开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不躲？仙剑合一。这全力一击，付出了林狼牙的肉身。如果还杀不死陈北玄，那我们就真没办法了。陈北玄，你非要和我一命换一命，何苦呢？我等都是神境强者，有什么不能谈的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竟然没死，冰肌玉骨，琉璃玉体，这是修成地仙佛陀了。自从肉身大成以来，你是第一个伤到我筋骨的，仅凭此，你就足以自傲。我以血炼之法修炼飞剑，不仅肉身遭受重创，神魂也受损了。陈北玄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我们也走。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封天印！哪里逃？死定了吗？多谢谢兄。你敢拦我，不怕死吗？百年故友，不得不救。况且，我哪怕不救，阁下就会放过我吗？既然知道，那就上来领死吧。阁下想要我这条命，就来无悔谷取吧。雪黛莎，我今无悔谷呢？以一己之力力敌3位神境，这一战绝对会轰动世界呀！为了爸妈他们的安全，我要么斩了龙主，要么收服他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这家伙坐镇此地域数10年，恐怕对无悔谷法阵早就了然于心了。我只要1刻钟就可以破解这个法阵，但1刻钟后就不知道龙主逃到哪儿去了。还是先破阵吧。这地仙秘藏一共是3个阵法。第一个迷雾法阵，剑气雷音，开！这是原始的5行阵。哼，若是其他阵势，我还要费点手脚。但我修行的可是5行仙宗的至高绝学——青地长生体。来吧！等的就是你，太古青帝，以木符咒，敕令降服。5行阵相互相连，一阵被破，其他的法阵立刻也为之紊乱。啊！那2个法阵，我们几个神境联手，花费数10年的时间才找到破解的办法，但陈凡这么快就破解了。你竟然这么快就通过云龙沙阵与5行阵？对你来说，可能需要几10年时间破解，对我而言，最多费点手脚罢了。这就是第3座法阵。这洞府的主人难道是？这座洞府应该是华夏最后一位地仙藏剑上人的洞府。法阵的最后一阵就是这座剑阵。藏剑上人当年凭着这9柄飞剑打遍华夏无敌手，想要破这座剑阵，估计要9位神境联手才行。可是这世间哪那么容易凑足9位神境呢？原来如此。这9柄飞剑中都蕴藏着澎湃的剑气，一旦激发，每一剑的威力恐怕都不逊色于林剑谱的血剑术。这养剑壶当年就是藏剑上人的法宝，莫非？上古神剑，听我号令，收！这莫非是藏剑上人的那个养剑壶？不是失踪了吗？我也是在港岛无意中得到的。跟我进来，别想逃跑。
看来只能听他的了。藏剑上人还活着，1000多年过去，便是金丹也会陨落。区区先天怎么可能活着？这只是他的地仙之体罢了。先天道体，冰肌玉骨，数千年都不会腐朽。他的神魂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咦，他手里拿着一本古经。仙门壁，天路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修成地仙之子，492岁矣，大限将至，未尝发现有离开此界之法，唯于那处似有仙门，可惜早已封闭。通天之路，至此绝矣。藏剑上人应该是地球最后一位地仙了，他当年找不到离开的方法，作化了。现在看来，大约有3种法门离开地球。第一种就是找到藏剑上人所说的仙门所在，重开仙门，踏上天路。第二种则是修成金丹，肉身横渡宇宙虚空，直接飞出地球去。可这太艰难了。最后一种就是等10年之后，老师路过地球时带我离开。不过这都是先天之后的事情，我现在才神海初期，应该考虑如何入先天才对。那卷古经恐怕就是藏剑仙人的功法秘籍，可惜我不是陈北玄的对手啊。洞府你也进了，地仙你也见了，现在该做出抉择，想生还是想死？求仙师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愿立下神魂誓约，绝不再与仙师为敌，任仙师驱使。好，收服此人，陈家必能保住。那就定下神魂契约吧。小人谢言，拜见主人，愿主人仙福永寿，法力绵延。这个就作为你入门的礼物吧。主人，您就将它赐给我了。区区一门九流剑经，算不得什么。你好好做事，以后我未必不能传你真正的修仙大典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作为北琼派的护法，地位与门主弟子相同，仅次于我。是，门主。门主，这个地仙秘藏名不副实，除了一卷古经外，也没留下什么宝物来，太穷酸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这才是地仙洞府真正的价值所在。一条灵脉，真正的灵脉，比狼神谷中的灵泉足足庞大10倍的灵脉啊！这灵脉周围的几株草药全是上品灵药啊，再加上黑巫教得来的地巫鼎，我可以炼制一炉真正的丹药了。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你就在此为我护法吧。是，门主。天啊！天师道大天师姚道一出事了，武当古道妹的李长生也出事了，还有 C 国的降头之王，这是 J 国的大鬼神。这些神境强者们怎么像萝卜一样接二连三的冒出来？哼，因为他们坐不住了。陈北玄连斩神境，彻底凌驾于普通神境之上，这些老怪物准备相互联合对付他了。而且还有不少神境强者窥探北琼派的地盘，上门攻打。何人敢来闯我北琼地盘？华云峰，你竟然已经入了神境！不过我没搞错的话，这里是陈家地盘吧？你何必多管闲事？我华云峰已经拜入了陈北玄门下，成为了北琼派的门徒，劝阁下收手，不要平添不必要的伤我。华云峰一个神境拜了陈北玄为师。什么？雪黛莎居然杀掉了神境的降头之王，还有这个叫阿修的小丫头，居然是陈北玄的大弟子华云峰的师姐。不止这些，还有药神谷也宣布加入北琼派，改名为炼丹堂。黑巫教也宣告他们已经成为北琼派黑巫堂。这个陈北玄什么时候创建了个这么厉害的北琼派啊？我这个龙堂龙主都要变成烧火童子了。用地巫宝鼎，再加上9981天的熬炼，这炉丹药终于快成了。门主，这是丹药成了。门主，这丹药莫不是成精了？上品灵丹
岂是地球上的丹药能比的？到了他这等层次，已经生出一丝灵性来了。我相仿啊，竟然炼出了9枚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最多5枚呢。门主，您炼的是什么丹药？此丹名为赤焰灵丹，乃是上品灵丹中最珍贵的丹药之一。它与我们平常炼的丹药有什么不同吗？你们那儿哪叫丹药？真正的灵丹不只需要珍贵的药材，而且炼制手法非常苛刻，至少要达到神海才能炼制。但一旦炼成1枚，就足以让人突破神境。1枚就能造就一位神境？有了这赤焰灵丹，再加上这灵脉中的灵气，足够我修炼到神海中期了。而且这9枚赤焰灵丹，足以再炼一门神通。只是该练哪一种呢？我此时仅仅具备先天之体，但没有护体神通或者护身法宝，根本没法硬扛核武。地球的修炼环境太贫瘠了，几乎找不到炼器材料。我想要一件防御法器，都只是奢望。那就选护体神通吧。9枚赤焰灵丹够修一门下品护体。就它了。赤焰战甲，我要开始修炼了，任何事不得打扰我。是，门主。门主开始修炼了，我也赶紧去研究九离剑经了。到了今天，九离剑经总算小成了。啊，门主又突破了。耶，气息怎么徘徊了一下，又收回去了？灵池竟然被门主吸干了！本来想一口气突破到神海后期的，可惜灵液没有了，最终只能修炼到神海中期巅峰。门主，我修炼了多久？您修炼了1年半左右。一转眼竟然1年半了。这次修炼主要目的完成，该出关看看了。是。终于出来了。1年半未出，这世间变迁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忘记我。门主，附近的昆市中有一个谢家庄园，算龙堂分舵，请让弟子招待一下。谢岩身为龙堂之主，一声令下，很轻易就能查到陈家人的消息。也好，启程吧。别打了！啊！里面怎么有打杀的声音？奇怪，怎么有股气息很熟悉？是那个郭暖暖。再来一招，就结束了。快住手！既然是暖暖的话，我自然要听从。怎么，你改变主意了？我死都不会跟你回去的，冷童。黄金，你也投靠了冷家吗？霍姐，你与冷童大哥的婚约是2家长辈同意的。霍伯伯也点头了，你何必抵抗呢？我爸是被你们逼着点头的，但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暖暖，你说错了，不是我们逼迫你爸，是你爸主动要将你嫁给我。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？什么？龙主已经被那个陈北玄杀了，龙堂摇摇欲坠。呵呵。你们郭家还有什么依靠？你胡说！龙主绝不会死的。当时姓谢的冲入无悔谷，是我们亲眼所见。这么久都没出来，他死定了。龙堂注定归那位大人所有。暖暖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保证你们家绝对没事。便是那位大人占据龙堂，也得倚重我父亲这样的大宗师。冷童年纪轻轻，修为就超过了我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拼死一战，找机会让小姐逃脱了。谁说我死在无悔谷的？龙主，谢家后辈谢敬堂拜见老祖，上天保佑，让老祖平安归来。起来吧，谢岩，看来你不在这段时间，龙堂似乎不太平静啊。门主，这是我的错。请允许我清理门户，问清楚事情真相。去吧，你既是我门下护法，
若有问题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龙主与陈北轩不是敌人吗？龙主饶命！龙主饶命！你叫冷瞳，你父亲是冷剑锋。当年你冷家先祖拜入龙堂，立誓永远效忠龙堂，永不叛变。今日为何要攻击我谢家庄园？攻击龙堂龙主家族，是为背叛龙堂，违规者死！谢敬堂，把这段时间龙堂发生的事都告诉我。是，龙主。该死的达信与苏哈比，居然敢打压龙堂！这两人是谁？降头之王达信是现任国王的叔叔，当时降头之术的集大成者，堪称替国皇室的守护神。而苏哈比则是古神庙的祭祀，据说得了海神的传承，于是自称为海神的代言人。我才闭关1年半，这些神境竟然纷纷出世了。之后还发生了什么？在我们连续败北、损伤惨重的时候，一个自称吴冠超的神境强者来到了总坛，声称只要龙堂臣服于他，他就能保住龙堂。家主大人强烈抗议，就被他一掌击杀，说是还老祖您当年的一掌之仇，求老祖给我谢家报仇啊！好一个吴冠超！这个吴冠超是什么人？他是60年前的南阳第一高手，吴家的绝世天才，曾向我挑战，被我一掌击败后就消失不见。之后吴家就臣服于龙堂，成为了龙堂支柱。没想到现在他又出现了，还想灭我谢家。难怪吴家叛变那么快，因为吴冠超就是吴家先祖。不过60年前吴冠超只是化境巅峰，现在竟然修成神境，必然有什么奇遇。无妨，我跟你去一趟，见见这位吴家神境。不过得注意隐藏身形，若走漏消息，让这吴冠超提前逃跑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门主所言极是，多谢门主。斩剑堂弟子听令，迅速封锁住整个谢家庄园，收缴所有的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，不允许走漏一点风声。是。至于你们，先待在庄园中，等龙堂之乱平定后再出去。陈先生，你能带我去新州吗？我父亲也在新州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为什么要带你去？我求你行吗？好好待着，别乱跑。陈北玄，我有一架私人飞机，就停在昆殿市机场，我可以载你们去，这样就不会引起龙堂和吴家的注意了。私人飞机？陈先生，老左，小姐确实有一辆私人飞机，当时买的时候挂靠在郭家的名下，龙堂的人应该不会查。那行吧。马上就到新州了。门主，吴冠超在不在新州？应该在，不过这气息很怪，我的神念不敢靠太近，怕惊动他。我们是直接杀去龙堂总部，揪出那个吴冠超和冷剑锋，还是设下陷阱，瓮中捉鳖？不是我们，是我和谢妍，没你。我是郭家的人，来找我父亲郭守康。稍等，核实完毕。不过您只能带2个护卫进入。你们2个跟着我。龙堂还挺气派啊！为了开拓这片基业，随我一同来的老兄弟战死了一大半，最终才让龙堂立足在这里。这不是郭暖暖吗？怎么来龙堂了？莫非想通了，愿意做冷伯伯的儿媳了？冷伯伯好。暖暖，你回来了。爸，我刚和你冷伯伯商量，什么时候给你们完婚呢？如今龙堂在新任龙头的掌控下，百废待兴。你嫁给冷瞳后，正好参与到龙堂事务中来。我家冷家联合绝对是大喜事啊！要请我们喝喜酒啊！龙堂从来只有堂主，什么时候多出一个龙头来了？混账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区区一个侍卫也敢插嘴？郭暖暖，管管你这仆人！吴龙头乃是大家公推的龙堂大龙头，地位尊崇，他再放肆，就别怪冷叔叔执行龙堂刑律了。冷剑锋啊，冷剑锋，你祖辈为了龙堂基业而战死，是何等悲壮英勇！没想到后辈
却如此不堪。你是？你再看看我是谁？哼！龙主，你不是死在无悔谷中了吗？我谢岩纵横天地100年，区区无悔谷，怎能拦我？哼！冷剑锋，你胆敢背叛龙堂，按刑律当诛！不要！龙主饶命！龙主饶命！吴冠超，给我滚出来！是谁？胆敢直呼龙头的名字？这是龙主，真的是龙主啊！兄弟们，我们龙堂的龙主真的回来了！我等参见龙主，恭贺龙主归来！就算龙主回来了，也未必打得过吴龙头，而且还有他们呢。爸，你错了，有他在，便是来再多神境又如何？吴冠超，到了现在这地步，你还不出来见我吗？姓谢的，没想到你竟然能从无悔谷中出来。吴冠超，我待吴家不保，你为何要占我龙堂，杀我谢家子弟？哼，废话少说，上来领死吧！不识好歹！哎，怎么可能？这段时间你修为不退反进了，受死吧！该死的，他修为怎么长得这么快？而且他不是修炼银波功吗？怎么会飞剑之道？我现在还未修炼到天雷的境界，绝非他对手。不管了，拼一下！去！谢龙主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区区一个神境初期，他若还解决不掉，这1年半的苦修就是喂了狗了。突然呛了。龙主无敌，龙主威威武！刚才那一击，你已经没有能力再用一次，现在领死吧！姓谢的，你以为凭我一个人就敢占你龙堂吗？不好！没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样的洪荒异种，这头黑林大石的实力，估计已经踏足神境。是降头之王达信和海神大祭司苏哈比。谢兄久违了，原来是你们！3位神境，这是必杀之举啊！谢兄，你一向以足智多谋著称，研究无悔谷数10年，我等就预料到你可能逃脱，所以特地布下这个局等你来钻。谢兄，你如果立誓龙堂永不出新州，我等就罢手言和，如何？你们若就此罢手，立誓永不犯龙堂，我或许会饶了你们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谢岩，凭你一人，又怎是我等3人的对手？你有什么底牌，就尽管使出来吧！3位神境啊，我龙堂今日难道要亡了吗？他的底牌是我。啊，这……爸，谢龙主已经拜入了陈北玄门下，成为北琼派的护法。我们龙堂现在也属于北琼派了。什么？他是陈北玄？陈仙师，我等与你无冤无仇，反倒是谢岩曾围杀于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谢岩已经拜入我门下，龙堂自然归我北琼派所有。什么？快走！可恶！在我陈北玄面前，你们逃得掉？来！这是什么法术？这是神明之力，他不可能坚持太久。我等只要支撑到结界消失就行。你说的对，这风阵之力，我确实不能坚持太久，但对付你们足够了。我雷拳法！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雷电，掌心雷！这是什么法术？这才是真正的雷法。一位神境，
就这样被一掌击杀了。这老怪物太恐怖了，必须逃！没有用的，这是神明的领域之力，只有等它自动消失，才能逃脱。接招！大家，陈北玄，你就在里面好好品尝那家的毒物吧，哪怕你是钢铁，都会被毒物腐蚀掉。别掉以轻心了，陈北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毫发无伤！万毒蛊虫，虚空阵！啊！哇！这条大蛇体内还有达信的气息，第二元神吗？再接我一拳！如此刚猛的拳击，便是形意拳最强大的秘传炮拳，也不及1/10吧。先天一气，大旗拿手！别哭了！传说中得到海神青睐，拥有掌控海啸之力的海神祭司，就这样死了。参见陈仙师，参见龙主。吴堂主，龙主，吴敬玄，你背叛龙堂，引敌入内，按律当诛。弟子知错，只求龙主可在吴家数十年勤勤恳恳的份上放过吴家。是否放过，不是由我说的算，而是由龙堂律法决定的。老主出关了！老主出关了！快看，是老祖！老祖必然突破地仙了！老祖终于要出世了！这段时间以来，随着陈北玄威名大振，北琼派横空出世，林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了。只要老祖能突破天人之境，成为地仙，那区区陈北玄算得了什么？这是……参见老祖！起来吧。老祖，您突破地仙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陈北玄在何处？禀告老祖，陈北玄追着龙堂龙主进了无悔谷，已经1年半未曾出现了。但他留下的北琼派还在世间。动身，去北琼派。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别担心，主人是谪仙降世，区区地仙法阵根本困不住他。主人说不定正在某个地方潜修闭关呢。不错，老师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人间巅峰，距离地仙也只有半步之遥。什么情况？林树明前来拜会北球门主。林树明，难道是林家那位剑仙？什么？果然是他！北球门下2弟子华云峰见过树明公，不知树明公此来所谓何意？华兄当年称霸中海，笑傲华夏，没想到子孙竟然给陈北玄做狗。他若知道，必然要气得暴跳如雷。树明公，我敬你是武道前辈，才礼敬3分，但这不代表你能在我北琼派门前放肆。是吗？那让我看看你继承了陈北玄几分功力。陈云掌！华云峰一个神境，竟然挡不住林书明一指！再来！你若再练60年，兴许能挡我一次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林树明，你是堂堂华夏第1剑客，不去找我家主人，跑来北琼派门前逞凶算什么？你就是雪代沙，那个杀我子孙破军的人。去！哦，竟然能挡我一指不死！再来！住手！大杀！你就是北琼派的横烈强者，不错，接我一剑！
这林树明太恐怖了，2尊神境被他一指一剑击败，难道他已经迈入地仙了？林树明，你别欺人太甚，到时候别怪陈师回来踏平你林家山门。哼，罢了，今日暂且放过你们。3日之后，我约战陈北玄于东海海畔，他1日不来，我就杀你北琼派一人。难道一个林树明就能让偌大的北琼派破灭？唉，只能希望老师快点回来吧。有消息了，陈仙师已经出了无悔谷，并且还斩杀了3位神境。老师真的出来了！千真万确的消息，陈仙师昨晚在新州大发神威，一口气灭了3位神境，而且还降服了龙堂。这下北琼派有救了。小凡未必是那个林树明的对手吧？请师祖母放心，老师的实力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天榜上面的宗师几乎齐聚啊！替国精神大师奥古斯，他竟然也来了！等等，那不是亚当吗？没想到时隔数年又看到他了。快看，北琼派来了！哎，怎么没有陈北玄啊？是天师道大天师姚道一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林修，果然如此。世人都道是武当古道门的李长生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渡边武夫，接国上一代剑圣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。署名阁下，可惜这一战不是我，不能领会您穷尽60年的剑道，实是遗憾。是昆仑的人，他们终于来了！我看到朱雀了，他身旁的是叶擎苍吗？不是，他比叶擎苍少了一分霸气。老青龙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，而且突破神境了。你们这些老怪都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去？林树明，当年你与将军交手不分胜负，答应封山，今天为何又出事，搅动华夏风云？陈北玄杀我弟子，断我林家血脉，此仇不可不报。林琅琊是自寻死路，他与姓洪的3人联手围攻陈北玄，技不如人，就该愿赌服输才对。你何必强出头呢？杀人者偿命。现在的林书明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状态，我不能随便出手，只能静观其变了。陈北玄，出来受死！小凡不会没接到消息吧？放心吧，王姨，小凡肯定会来的。师傅来了，这还是人吗？简直像海神一样！是师傅！太好了，小凡他没事。以己经代天经，是为天人，确实了得。师伯，陈北玄真强到这种地步，能够驾驭这么强大的风暴。陈北玄只是借着风暴来势，稍加牵引罢了。不过这也了不得，估计他距离地仙之境就只剩半只脚了。陈北玄，你终于来了。林树明，他身上的气息是我重生以来见到最强大的一位，但这林树明距离地仙还差一点，而这一点就是天堑，若无机缘，永生都无法迈入。只是，为什么他会给我一种威胁的感觉？难道有什么暗藏的法宝或底牌？陈北玄，我在此等你3日，你确实是这100年中最精彩绝艳的后辈。废话少说，林树明，你胆敢打伤我侍女，欺我北琼派，就应该能想到后果。不错，当琅琊死去那一刻，我们2人就注定不死不休。我本以为闭关60年出山，应当是找叶擎苍一决胜负，却没想到世间多出你陈北玄来。接招！剑凝，去！拳！再接我一拳！真武36式蛟龙变！
纯君剑，不鞘，戒狱。不知道陈北玄会用什么方法破这完美戒狱。不好，快退！哈哈哈，痛快，看招！不好，树明兄要挡不住了。原来林树明并不能完整接下陈北玄的攻击，不得不将拳劲转移到脚下的观潮石中。第10拳。再来！快退远点儿！啊，我的天，这至少得再退个1000米才能平安观战呢。幸亏我们提前把这段公路封了，否则以2人这般交手的势态，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。师傅加油！一定要打败那个老怪物！林树明，拿出你的真本事来！凭借这点剑术，你连让我热身都做不到。好，气界术，不错，倒拳。师傅赢了。林树明的修为终究不如老师，那一拳可谓是无可匹敌的，任何技巧在那一拳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林树明就这样败了？未必。陈北玄，你不愧是千年一出的绝世奇才，真气汪洋如海，无逊色于地仙，拳法武道更是超脱世人，近乎神明。可惜，你终究没入地仙，今日注定要死在这里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的底牌，难怪敢来挑战我。以己心待天心，林兄终究迈入这个境界了。人仙呐，林兄竟然迈进了人仙之境，真想领会一下。这就是人仙呐，举手投足都有天地之威。呵，林树明怎么会突然强大到这种地步？他之前明明快支撑不住了。因为林树明踏进人仙了。啊？什么是人仙？人仙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人中之仙。这个境界横亘在神境与地仙之间，可以施展出地仙的一部分威能，不需要动用分毫力量就能操纵天地，轻易碾压神境。可惜的是，人仙虽强，终究不是地仙，依旧有寿元限制。再强大，寿元一到，也得化作尘土。这么说，老师岂不是有危险？去，倒拳，再来，起，青木弃兵，去。天地之力，岂是你凡人之身能掌控？林树明，你再撑下去，怕是活不过今天了吧？杀你足够了。我虽瞧不上这投机取巧的人仙之剑，但这几小时内，他能肆无忌惮地发挥出地仙境界的破坏力，那就来吧！一袖分海，破！这就是真正的地仙之力啊！我被苦苦追求1000年，为的不就是掌控这样的力量，从此超脱世间，逍遥自在。可惜林兄不到3小时就要肉身崩塌了。唉，没想到林兄为了杀陈北玄，不惜玉石俱焚。琳琅崖是林家未来支柱，陈北玄杀琳琅崖就是断林家的根。林树明入不了地仙，就只剩3年寿命。3年之后，谁去庇护林家？还不如拼死一战，为琳琅崖报仇呢。没用的，林树明，你不通先天之法，不懂先天之术，粗犷的操纵这些天地元气，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与寿命。力量再强，不能凝聚起来，又有什么用？可恶！看招！再来！不行，
打不破，没那么多时间耗着了。林树明，世人皆言你为剑仙，不知道敢不敢接我一剑？什么意思？7年前，能见上任的九孔飞剑，我就以这9剑领教一下你林家剑术如何？好，剑起！此剑阵以海水而凝，遇天地之力，以气御剑，故曰大千剑阵。去！去！嘿！将剑60载，今日终能出鞘。陈北玄，接我这地仙一剑！好，林书明这一剑，集他60年功力之大成，再加上以人仙的境界推动，足以媲美真正的地仙一剑了。不知道叶将军能不能接下这一剑9剑听令，归元，剑阵成。此阵名为十方秋水，我以此剑阵，问以地仙剑道。好，一招。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此生能得见这一剑，足矣。去！快看，林书明的剑竟然绕过了陈北玄的剑。元神御剑，原来这才是林树明真正的地仙一剑，之前的都是一个幌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杀招。对开！师傅，这是陈北玄。结束了，终究是我输了，狼牙，师傅，对不起你。陈北玄胜了。林施主苦修60年剑气，成就元仙，却奈何不了陈北玄，可惜可叹呐。人仙听起来好听，可是踏入那个境界，却要用寿命换力量，有什么用？不过，陈北玄经此一战，确实无人能治了。我等看来需要召集诸位神境，仔细商量对策。无量光佛，50年前的叶擎苍也绝没有陈北玄这样的力量。陈北玄以神境之力挡住了地仙一剑，不可思议，无法理解。这战之后，老师怕是能登顶世间了。还有一位叶擎苍，不过不足为惧。林树明虽是，却有宗师气度。传我命令，今日以后，任何人欺辱林家，就是与我北穹派为敌。是我小瞧林树明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能以身运剑，积蓄60年功力，只为劈出一剑。不过这也能看出，想在地球上修到先天，难度有多大。以林树明的绝世天资，竟然始终没法踏出那一步。不会真的只能等10年后，老师路过地球把我带走吧？老师真的太可怕了。小凡，你没受伤吧？妈，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有客来此，何不出来一见？好香的茶，在下武当李长生。你这老道竟然敢来见我！别人都畏惧你陈北玄，但我知道，只要不招惹你，你就不会无故出手，乃是天下第一的讲究人。既然来了，不妨坐下喝杯茶吧。你此来见我，所谓何事？你的修为只怕已踏入人仙境界了吧？果然瞒不住你，难怪他们都说你是老怪物转世，无所不知。成了人仙又有何用？不成地仙，皆是虚妄。那你找我何事？我坦白和你说，我也不是地仙，只不过修行的功法神通比你们更强大，所以才能以神境战地仙而已。这个我清楚，我学武至今已经142载，可是距离地仙还是遥遥无期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想在这世间突破地仙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超脱这个世间，
陈北玄，你知道仙门吗？仙门，我派中祖师历代都在追寻仙门所在地，昆仑深处，东海之滨，蜀山腹地，秦岭云巅，这4处中其中一处很可能就是仙门所在。这4个地方都是华夏古神话中仙人隐遁之地，果然神话传说并非虚妄。虽然仙门的确切地点我们不知道，但据记载，仙门中曾有人来过凡尘。古籍记载，我门中祖师曾经与仙门众人接触过，据说他们修行的功法神通极其强悍，可以跨境界战斗，与你相似，而且他们自称为修仙者。按照时间计算，现在差不多又到仙门开启的时候了，只是不知具体时间。仙门开启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雪神宫的门派？陈仙师也知道雪神宫，这雪神宫确实是仙门内的道统，据说纯由女子组成，每一代现世的传人都至少神境修为，实力也深不可测。我有一个朋友在2年前被雪神宫的人带走了。什么？雪神宫人现世，这岂不代表着仙门已经开启？陈仙的机缘出现了。陈仙师，我等务必要找到仙门，否则再等下一次，可能又是数百年之后了。本来寻找仙门，只是为了突破到金丹之境，现在看来，还得找到雪神宫所在。陆燕雪过得好便罢了，但若他们胆敢欺辱轻待他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仙门之秘已经告知陈仙师，老道就告退了，只求仙师寻到仙门时通知老道一声，老道永记于心。好，我也得抓紧时间修炼了。修成仙天才是我当前最紧要的任务，仙天一成，便是地仙，我也丝毫不惧。安姐姐突破到通玄期了。安姐姐和小琼的修炼速度是最快的了。老妈虽然事务繁忙，但毕竟人在中海，得空就能来北琼派修炼。反倒是老爸还留在楚州，只有节假日才能来中海。楚州啊，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回去了。许荣飞、蒋潭秋、江初然，还有魏家。1年半前，魏家以为我死了，强占了云雾灵泉，投靠了洪门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魏老三一个人的决定，但没人能占了北玄仙尊的东西，还能逍遥自在。现在该让我亲手来讨回一个公道。怎么这么多车？学长，你也是来参加10周年校庆的吗？今天是校庆，这么巧，那许多以前的同学都会回来了。是的，学长，快进来吧，我带您去校庆礼堂。好的。学长，我叫林露露，您叫什么呢？我叫陈凡。林露露，这人是谁啊？这是陈凡学长，也是来参加校庆的。陈凡学长，我们校庆邀请名单里没有这个人啊。陈凡学长，不好意思，名单里面真的没您，要不我去请示下校领导，为您加一个位置如何？不用了，我心有所感，来母校看一眼而已，无需多费事。是紫云霞和杨超学长他们真的来了，他们可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啊！可惜许学姐没来，许学姐可是我偶像。那个人的背影好眼熟啊！谁啊，大超？想不起来了，只是感觉有一丝熟悉。可能是哪个老同学吧。既然他不与我们照面，我们也不必去强求。对了，嬷嬷，初然来了吗？哦，他没来参加校庆，好像回家去了。这些人对我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过客，先去云雾山看看吧。一晃3、4年了。哎，奇怪，我没有叫人打扫啊。这股气息，是他。陈凡，好久不见啊，江初然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我看你好久没回来，这周围的云雾又散去，就偶尔上来帮你打扫一下。没事，这个别墅我正准备送给唐姨，
当年说好，等我有钱了，要买一栋山顶别墅给他。啊，你还记得啊？也是啊，你现在是大人物，常驻中海和金陵，很少回来了。你这几年好像消失了，我听菲菲说，她都联系不到你。唉，我这些年要么在闭关修炼，要么是去闭关修炼的路上。需要的是，我知道时已经晚了，只能为他报仇。没找菲菲说声抱歉，是我的错。没事的，菲菲会理解你的。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截图，这国神仙显露世间，是你吗？陈北玄。你对我还挺了解的。同学之中出了一个神仙般的人物，我自然要了解了。我不是什么神仙，要说的话，只是在去神仙的路上。坐吧，我来泡茶。哇，你还说不是神仙？这手凭空取物的神通，是不是叫袖里乾坤？一点小把戏罢了。啊，你看什么呢？江初然，你先回家，离云雾山越远越好。啊？离赞无量光王寿佛，这位小姐就先暂在此地做客吧。待老衲等人与陈施主商量妥当，再离开也不迟。贫道李长生见过陈仙师。长生长生，世人终究超脱不了这2个字。瑶天师3位仙师应当认识，至于这另外3位，且待我为仙师介绍。这位是谭谭女士，乃是民国时期从密教请来的神女，修为极高。见过陈仙师。这位罗摩上师则是印度教的第一上师，100年前神榜位列第7，有龙象之力。至于最后这位达蒙先生，人称血魔。100年前神榜第3的血魔达蒙。没想到陈北玄先生竟然听过我的名号。他们该不会是来找陈帆麻烦的吧？李长生，我和你说了，仙门已经开启，里面的人已经出来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仙门缥缈，是否存在都未可知。便是血神宫之说，我等又怎知是不是陈仙师在哄骗我们？但陈仙师一身的神通法力却做不得假。只要陈仙师说出仙门所在，又或者将功法与我等分享，我可以立誓，立刻放陈仙师离开。就凭你们？废话少说，陈北玄，交出秘法，我们就放过你。不错，我等与陈仙师无冤无仇，只想求一条长生解脱之路。我北玄仙宗纵横宇宙，凭借的是一往无前的战意与力量，你们7人联手又如何？我自一剑斩之。大家一起上，直接拿下他，逼问秘法。你们就此退去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御雷诀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今日之后，东方将再无神境。怎么回事啊？山顶怎么打雷了？没下雨啊？难道是陈北玄回来了？破！雷焰！灵气，我也有。去！不好，我力量还未恢复，根本挡不住这一剑。姚兄支撑不住了，救他！去！我施展出教中秘传的白莲守护神咒，竟然也挡不住陈北玄的一剑。去！踏天一斗斩，蛟龙变。他怎么这样强大？窥元，我和他都是神境巅峰，但他的功力怎么在我数倍之上？斩！去！莲花阵！哈哈哈，来得好！破！诸位，一齐出手吧！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大敌。这么多强者，
陈帆能赢吗？接我一掌！嗨！没想到地球竟然还有炼体强者。哎，你也接我一拳！啊！你的肉身竟然拥有神魔之力！大师，别和他拼肉身！陈北玄已经修成了地仙之躯。我若能用你的精血擦拭肉体，汲取元力，说不定能突破古婆罗门传说中的神魔之境。哼，那你就来试试吧。嗨！莲花齐散！起！无量天诛，踏天斩，血魔影，天雷纵横。哎，开！陈北玄，你确实神力无双，能接住我们7人联手一击。可是这样的一击，你还能接住几次？陈兄，罢手吧。交出秘法，我等可化干戈为玉帛。陈帆确实承受不住了，否则他肯定能护住衣服和别墅的。带唐一离开。北玄施主，考虑如何？无关人等送出去，我终于能全力出手了。你就是第一个。嘿，龙虎大密咒！龙虎大密咒竟然被陈北玄一拳打碎了！一拳之威，尽之如斯。我能扛得住你们联手，你们能扛得住我几拳？一起出手，施展法术，限制他身形，不能让他动起来。这次不能应激了，这7人联手一击，足以媲美地仙之威。现在的我还有些扛不住，这天空宽广，以我的速度，这7人很难同时打中我。哎，护身咒！分身，这假死替形的法器，能让你逃几次？这击破音速的一拳太恐怖了，还好我反应快。哼，拦住他！我来！怎么感觉像是打在棉花上？世人都说武当古道脉，法武合一，不知你能挡我几招？道拳！缠住他，给李真人回气的机会。没完没了，将来！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剑仙！一身御剑！这一剑之威，竟然连败我们7人。这陈北玄简直恐怖到了极点。我这一剑还能再来10次，你们还能扛几次呢？陈北玄，你真要与我等拼命吗？我说过，今日之后，东方再无神境。灵气只剩下最后2片，如果再来2次，我恐怕就要彻底陨落了。阿萨摩萨嘿！这些老牌神剑个个都有底牌，并不好对付。不过一次不行，就多来几次，总能把他们解决的。再来！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陨落在这里。再接我一剑！布阵！没击破，这阵法是？此阵名曰杀仙阵，专为仙门中人设立，可杀地仙。陈仙师是此阵创建以来第1位见证者，当引以为荣。陈仙师曾问我为何赶来，这就是我等的底气。哼，什么杀仙阵，一个北斗法阵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哼，此阵我一剑便可破之。呼！斩！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强行催动这上乘剑道还是太过勉强了，只能发挥1/10的威力。还好还好，教中秘传的这件替形幻影的法器保住了我，我还是立刻离开，有多远逃多远。一招只除掉了4个人，若是踏入神海后期，你们3个也躲不掉。太
太恐怖了！7位巅峰神境啊，便是地仙也能斩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问题，你去地狱问吧。陈北玄，之前的一剑恐怕以你之能也没法再斩出第2剑了，不如我等罢手言和。现在才想求饶，晚了。我之前说过，你们就此离去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们非要冥顽不灵，现九离剑。罢了，到了这一步，只有死战，否则便是我等能逃，道统弟子们能逃脱吗？战！唉，弟子对不起天师道历代祖师啊！去，老夫正面，道依你掩护。达蒙先生近身攻击。天雷诀！你杀不死我！你再来！不行，我拦不住他。再支撑一下，找死！快逃！3拳打到神魂俱灭，逃！庶子敢尔！以你的寿元，最多催动3小时的人仙之力，时间一到，无需我动手，你自然会爆体而亡。我曾经告诉你，我非仙门中人，本以为你克制住贪念，没想到你却真来赴死了。长生仙缘当前，谁能忍住？我师父将我取名长生，寄托希冀，望我长生久世，光大师门。哼，没想到到最后，还是免不了生死道消啊！不渡天劫，不超脱这个宇宙，哪来真正的长生？无非活得久一点罢了。李长生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战斗了，这样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老道能活多久，不劳陈仙师挂心，但临死前总得看着陈仙师先去。你还有什么底牌？地仙之体虽强，并非不死。待老道将陈仙师擒下，再以万斤巨山镇压，或置入岩浆之中，总有杀你的办法。李长生，你话太多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有神仙在交战不成？去，剑来！不能再耽误了，否则就让达蒙跑掉了。李长生，你有幸能见到这一刀，当死而无憾。这是，此刀为我入神海境时，以我神念、真元、精气所铸，命名为神元刀，乃神魂克星。平时藏于神海，从未开封。今日当斩人仙，以为庆贺。去！没想到，我最终还是输了。果然神元刀不能轻易献出，刚才那一刀就让神元刀少了1/3，费了我数个月的苦功。很抱歉把你卷进来。不用，你没事就好。代我向唐一致歉，我之后会在原地修一栋真正的别墅送给他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然然，他真是惩罚？还好在血魔达蒙身上留下了一缕神识印记，应该很快就能追上他。不好，这个方向好像是去泗水县。爸！哎呀，陈县长不知怎的，刚才一道红光闪过，这突发重病，生命垂危。据说省医院的专家正在赶过来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陈总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你是谁？爸，小凡，尊敬的陈北玄先生，您的力量让我赞叹，但人存活在世间，终究有弱点。如你所见，我在阁下父亲身上下了血缘诅咒，这是世间最古老的咒法之一，乃是无解之咒。
你不用白费力气想去解除它，这诅咒之力会陪伴他一生，深入血脉骨髓，必须不断的用顶级强者的元气为他培元固气，他才能存活下去。当然，陈先生也可以抛弃您父亲的性命，继续追杀我。如何抉择，都在一念之间。血魔达蒙，你胆敢伤害我的父母亲人！我陈北玄以天地立誓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哪怕追到宇宙的尽头，我也会找到你，把你的神魂抽出，用火焰灼烧100年。此事一出，九死不悔。若不杀你，永不入先天。万法宗七杀咒成！血魔达蒙，哪怕你神魂脱体，轮回转世，我也永远能找到你。陈北玄，没想到我有这一招吧？他们都说像你这样的修仙者，肯定斩情绝性，怎么会为亲人投降？但我却知道，你非常看重你的父母。说我直接杀掉他，你肯定会发狂的追杀过来。但我在他身上设下诅咒，你就乖乖的去用自己的元气救治你父亲吧。这是什么？该死的陈北玄，你不管你父亲了！你出去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散了吧。赶紧打电话告诉王小云和陈怀安这边的情况。是，师傅已经立下阵法，我们是没法进去的。可行。师祖母，您别着急，师傅肯定在里面施法救师祖了。师傅乃是天人一般的人物，区区一个诅咒，难不倒他的。可我还是想进去看看。唉，可行性子太拗，若早听我的，舍了这县长不干，哪会有现在这一遭啊？这血缘诅咒确实难斩，我以神念一寸寸扫遍父亲肉身，发现这诅咒之力是根植于血脉中的。除非父亲抛弃这个肉身，投胎转世或夺舍，否则就永远无法消除掉，而且会延续传递给后代。只是，为什么这个诅咒让我感觉有点眼熟呢？这是血族的血脉元咒。各大种族的许多宗门都有记录破解血脉元咒的法门，但我知道的就有几十种解决办法，但符合现在地球环境以及我修为的就只有3种。第一种就是寻找一头纯种血族，取其精血制成解咒符。先不说地球上能不能找到纯种血族，那可是先天生灵，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杀死他。第二种，万法宗的无忧咒，号称可解一切诅咒，但这个施法时间至少需要7749天，太久了。第三种，木族的乙木生灵咒，需要木神灵血和乙木灵气组成咒法，专破各种血族咒法。我的青帝长生体传承自太古青帝，哪怕我现在仅仅小成，但取代木神灵血足够了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用灵气疏解此灵咒，还是有些勉强啊。灵符成。